大爷醒了！时隔2年，将军府焕然一新，大爷醒了！府中传来一声声惊喜的呐喊声。一女子身穿素色翠纹裙，身姿纤薄，脚下的莲步迈得飞快。她的身后跟着2个丫鬟，眉眼间满是喜色。哎，小姐，那先去买半脚。女子突然转身，露出一张清水芙蓉脸。清河清莲，出了恒无怨，以后莫要如此说话。知道啦，大奶奶。这一声大奶奶让云玉的耳根微红，赶紧转身继续连步往前走。她的夫君终于醒过来，她等了2年。此刻齐老夫人同齐母已经在齐志诚的寝房。当云玉走进来时，齐老夫人同齐母同时看来，眉眼间尽是笑容。祖母，母亲。云玉微微作揖，心中隐忍着一丝紧张和喜悦。她的夫君从不曾见过自己，不知会作何反应。玉儿啊，快来呀，恒儿醒了。齐志诚微微抬眸看着云玉，眸子冷漠，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无波无澜。夫君醒来真好，可有哪里不适？可需要传唤医师来？恒儿啊，玉儿是你的妻子，她已经嫁过来咱们将军府啊2年了。这2年呢，一直都是她在打理府中的事务，也是她一直照料着你的身体。幸亏有玉儿在，不然呢，我同你母亲怕是坚守不住你手上的消息，一病不起了。没错，玉儿很是能干。玉儿哪有祖母同母亲说的这般好？侍奉婆母，照顾夫君，照料府中事务，本就是玉儿应该做的事，担不得称赞。只是齐志诚的眸光依然冷漠，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话。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我有些话要跟祖母和母亲说。齐志诚清醒第一句话就是赶云玉出去。整个寝室突然异常安静。齐老夫人同齐母赶紧回过神来，看着云玉打圆场。玉儿啊，恒儿刚刚醒来，想必也饿了，你去膳食房让他们做些恒儿喜欢吃的，切好吸收的膳食来啊。夫君好生歇息，我先出去安排。夫君好生歇息，我先出去安排。祖母、母亲，我先出去了。尽管有些措手不及，云玉却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冷静和大方，挺直背脊转身离开。恒儿，虽玉儿不是你喜欢的姑娘，但是她嫁入我们将军府已经有2年，尽心尽力为府中操劳，你一醒来就冷落她，实在不妥。这可不是我们将军府的作风。不夸大说，如果不是玉儿，你不会这么快醒来。淑柔呢？为何祖母和母亲不让她嫁入将军府？她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不要跟我提什么沈淑柔。当日你出师大捷归来，传来受伤的消息，沈家第一时间提出退亲，那副避恐不及的做派，祖母到今儿个还记得，让我们将军府沦为上京的笑话。要不是祖母亲自上门为你求娶玉儿，还不知道被上京的人如何笑话呢。不是祖母亲自上门为你求娶玉儿，还不知道被上京的人如何笑话呢。齐志诚的眉头紧锁，半晌没有说话。幸好你醒过来了，老天保佑我们将军府，让你躲过此劫，以后我们将军府定会顺风顺水。恒儿，玉儿是太师府的嫡女，颇有一身才气，对我们将军府尽心尽责，你以后就好好与她过日子吧。祖母、母亲，我同淑柔青梅竹马，感情深厚，我相信她有苦衷，她不是这样的人。我早已答应她，这辈子只娶她一人，我心中也只有她。荒唐！说你娶了沈淑柔，置玉儿于何地呀？你可有想过，以沈淑柔的身份，她不可能委屈当妾的。所以我不打算让她当妾。你是何意思啊？博大生长的军功还没有下来，我打算用军功换取娶淑柔为嫔妻。上京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圣上会同意的。恒儿啊，你糊涂啊！我不同意。沈淑柔就这么好吗？母亲瞧着玉儿，不管人品、相貌、才气，都比沈淑柔更胜一筹，你为何就放不下她呢？母亲，
霍童树柔自小便地下毁约，我心里只有树柔一人。我相信，如果不是他的家人逼迫他，他是不会做出落井下石之事的。树柔他为人如何，你们往日不是赞不绝口吗？往日之事不可提，你可知当初沈家不仅当众退亲，更在第2日和赵家就定了亲。你若是做出这等事，可有想过上京中人如何看待咱们呢？现在这沈淑柔已经是他人的未婚妻了，这事儿啊，你就甭想了，我是不会同意的。大哥，你可终于醒了！你都不知道这2年灵儿每日多希望看到大哥醒来，终于等到这一日了。齐之晨嘴角刚刚勾起来，准备和齐香菱说2句话，在见到云玉紧跟着走进来时，马上冷了脸。夫君，今日可有好些？今日好些了，没什么事你不必过来叶坤轩。这几日府中忙，我这里有人照看着，你不必来回跑。大哥啊，你们醒来时，嫂嫂一天来好几回呢。嫂嫂就算再忙都会过来看你，从来都不觉得累。怎么反倒你醒来就不让嫂嫂来了？我自有分寸。我正好去账房对账。夫君醒来，府中确实是很忙。既然夫君同灵儿有话要说，那我改日再来。他如同没事发生一样，转身就走。云玉走出易坤轩的大门时，清河同青莲嘴巴同样张得老大。小姐进去前后不过眨2眼的光景，这么快出来，不用说，一定是大爷有意驱赶。我们回吧。主仆3人走到易坤轩的垂花门，迎面和齐志晨的院中丫鬟碰上。小心着点儿，这装匣里面装的可是香宝石梅花文金顶簪，珍贵的很。小心着点儿，这装匣里面装的可是香宝石梅花文金顶簪，珍贵的很。就算将你我的脑袋摘了，也赔不起这金顶簪。2名丫鬟双手捧着装匣，小心翼翼地走进垂花门，正好看到云玉主仆3人，面色有些慌张的赶紧低头问安。给大奶奶请安。云玉的眸光落在他们2人捧着的装匣上，心中的阴郁烟消云散。主仆3人回了恒武院。小姐，大爷命人定做了香宝石梅花纹金顶簪，一定是送给小姐的。大爷怎么知道小姐喜欢梅花？该不会是早就打听好啦，故意在人前冷落小姐，然后给小姐一个大大的惊喜吧？云玉听着他不着调的话，脸上也难得出现羞涩。李嬷嬷在一旁看着，嘴巴挑了挑。哎呦呦，也不知道是谁呀，昨个一口一个大爷被猪油蒙了眼，现在知道自己眼拙心瞎了吧？以后这等话不要再说了啊，不然连累了小姐，或者让小姐心情不快，看我不撕了你的嘴。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猪油蒙眼，是我眼拙心瞎，嬷嬷说的都对。云玉同清河相视而笑，恒武院的气氛犹如拨开乌云见月明般晴朗起来。这还没说2句，云玉的外室丫鬟青梅匆匆走进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大爷派人送了一个装匣去神府，听着那2个小厮的话，装匣里面的乃香宝石梅花纹金顶簪，这样的金顶簪正是上京最受欢迎的款式，各大世家小姐想买都买不到。我以为听错，特意跟了一路去神府，果然见到那2个小厮大声说着这是大爷送给沈淑柔的。青梅的话音落下，整个恒武院变得异常安静。刚才青莲打趣的话，此刻听来很是讽刺，如同巴掌打在云玉的脸上。青莲急得快哭了，从来没有这般恨自己说过的话。小姐，青梅。云玉声音清冷，打断青莲的话。你送信回太师府，家中可有回话？老爷说小姐终于等来好日子了，让您跟大爷好好过日子，不必记挂家里，家中一切安好。平常的一句话，此刻听来如刀子剜着他们的心。那就好。大爷醒来，最近府中一定很繁忙，绣房今日肯定也在赶制大爷的衣裳。刚才说的事情不急，最近没什么事，你们就不要出恒武院。你们跟着我这2年一直在奔波操劳，就趁着这些日子好好歇歇。小姐放心，奴婢不会出去的。早知道大爷醒来会这样，那还不如……青莲，你伸着我性子，如果跟在我身边不能守规矩，那就回到太师府去。小姐，奴婢知道错了，奴婢以后一定守好规矩，绝对不乱说话。小姐，你不要送奴婢回太师府，奴婢不要离开小姐。既已知道，你去书房抄写1遍女四书，没有抄写完不得出来。是，小姐。金河，我记得你在恒武院的小厨房做了红豆羹，书房闷热，去给青莲送去1碗吧。奴婢这就去。李嬷嬷看着云玉，叹了一口气。
小姐，这大爷和沈家姑娘终究有情在先，他念着旧情，也说明大爷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啊。大爷给沈家姑娘金顶簪，也不代表什么。李嬷嬷说这句话时，自己的底气都有几分不足。嬷嬷放心，月儿都懂。嬷嬷去歇着吧。老太太，家宴准备好了。好。祖母，既然今日大家都在此，我有件事也正好跟大家说。恒儿，有什么事需要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呀？你那些家国大事，恐怕我们内宅之人也听不明白呀。祖母言重了，家国大事岂是我敢议论的？此事乃是我的私事，正好大家一同听听。我准备择日迎娶沈家嫡女淑柔，我已与她互通心意，今日正好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此事，与大家同喜。恒儿，此事关乎整个将军府的声誉，不是你私自和那沈家丫头商议便可，这事延后再说。玉儿，你放心，此事我是断不会同意的，这才没有与你说。祖母放心，月儿没有多想，夫君念旧情倒也可以理解。如若沈家姑娘想要进门，用娶字不妥。此事还没有定论。齐老夫人对着林嬷嬷打了一个眼色。此事还没有定论。齐老夫人对着林嬷嬷打了一个眼色。林嬷嬷马上会意，赶紧将在场的其他人全都劝出去。恒儿，祖母把话放在这儿，有我在的一天，我是断不会让沈淑柔进门。我只认玉儿这个孙媳妇。玉儿明白，家宴的事情还有许多需要校验的后续，玉儿先行告退。祖母同母亲、夫君商量此事即可。说完，他一脸平静离开，不曾看齐志晨一眼。你也出去吧。老太太看了眼齐母，低声说道：恒儿啊，你仔细与我说，你娶沈淑柔确实是为了当初和她的情吗？祖母，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云玉确实很好，只是同淑柔对比，她就弱上一些。如果老太师还在世，那她的家世确实很好，只是现在的太师府只剩下一个空壳。他的父亲作为礼部尚书，身边没有一个得力的手下，终日忙着科举应试，没有实权。往日老太师的门生会给老太师脸面，却不一定给礼部尚书脸面。往日老太师的门生会给老太师脸面，却不一定给礼部尚书脸面。云玉确实有一个姑母在宫中，只是淑妃生下我公主之后就再也没有所出。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我们将军府也必须做出应对之策。我之所以非沈淑柔不娶，一来她有一个强大的家世，她的父亲作为兵部侍郎，手握调兵权，与我有大用。而沈淑柔的姑母梁妃生下的六皇子，比玉云的姑母更胜一筹。如若你迎娶沈淑柔，上京必定会招来一片骂名，这可对于你的名声不是好事啊。至于我的名声，我凯旋归来，功高震主，有时候骂名也不见得是坏事，说不准是好事呢。唉，只是这玉儿啊，到底是个好姑娘，她尽心尽力地为着将军府，聪慧过人呢，你可莫要伤了她的心呢。这将军府一定会有她的安身之地的。啊，祖母老喽，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祖母就不便再插手了。这是袁玉2年来第一次进宫，进去御书房的瞬间，袁玉能明显感觉到一股威严扑面而来。臣父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两人抬头的瞬间，这才发现御书房中还有其他人。只见他身穿捻金银丝锦服，锦服上明艳的蓝带着红色的绣花，很是显眼。他的嘴角勾着一丝不以为意的笑容，俊美异常，座无座相。敢在皇上面前这般懒散的人，皇族中只有一个另类，大皇子，皇甫兴歌。皇族中最注重吃喝玩乐的皇子，也是大家最不看好的皇子。参见大殿下。我就是来找父皇闲聊的，不必拘束，你们有事聊你们的啊。能够见到爱卿恢复大好，朕甚是欣慰呀。你凯旋归来有大功，应当论功行赏。这迟来2年，朕终于等到爱卿恢复如初了。看来朕等着爱卿当面论功行赏，值得。爱卿想要什么，朕重重有赏。微臣惶恐，臣能够报效朝廷，为皇上分忧，乃臣之幸。臣从没想过要赏赐。爱卿的忠心，朕都看在眼里。朕向来赏罚分明，爱卿有功，理应论功行赏，无需惶恐。如果有什么想要的，不妨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所求。微臣谢皇上恩典。
微臣确实有一事相求。好，爱卿有何事求，尽管说。是有微臣的私事。微臣与神府嫡女沈淑柔自小情谊相通，我俩心里皆认定对方，却因2年前的事有误会而分开。现误会已解，淑柔也没有婚约，微臣想娶淑柔为平妻，就以此作为微臣的赏赐，望皇上恩准。现场的气氛突然有一瞬间的凝固，云玉的双眸睁大，眼中有一抹不可置信划过，随后快速消失不见。齐爱卿有这番想法，不知你的内人如何想的？齐爱卿有这番想法，不知你的内人如何想的？回皇上的话，能够为夫君分忧，臣妇甚感欣慰。既夫君有此想法，臣妇绝无二话。话音落下，皇甫清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有意思，想不到齐将军也是这等贪慕美色之人呐！有一个娇妻还不满足，竟然还念着府外的美人。将军夫人也甚是有意思，将自己的夫君拱手让人呐！啊！云玉的身体一僵，就算齐志臣如何冷落他，也没有大皇子这一番话来得让他无措。大殿下说笑了，夫君既有娶妻纳妾之心，臣妇作为正妻，理应是为夫君分忧，为将军府的子嗣开枝散叶。微臣只是不想辜负从小与微臣定亲的未婚妻。好，自古以来，男子3妻4妾皆是常事。既然齐爱卿和沈家千金情投意合，朕又怎可做棒打鸳鸯之事啊？朕准了。谢皇上恩准。云玉回将军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宝墨堂，给齐老夫人禀报进宫的事宜。这10多箱嫁妆也跟着他来到宝墨堂。这皇上啊，还是念着恒哥的好。虽说这赏赐是迟了2年才赏下来，却也是恒哥用命换来的呢。我家恒哥军功赫赫，换来这点赏赐也不为过。咱们内宅女子能够做的，就是让恒哥无后顾之忧，将内宅打理得妥妥当当的。你说是吗，玉儿？齐母看着院外的10多箱黄花梨箱子，满脸自豪，故意说话让云玉听。这院子外的10多箱赏赐，乃是淑妃娘娘赏赐给玉儿的嫁妆，今日才让玉儿带回来。夫君在圣上面前用军功换迎娶沈淑柔为嫔妻，至于圣上的其他赏赐，想必晚些会送到将军府来。玉儿在御书房面见圣上之后，就到慈宁宫拜见了太后同皇后。齐老夫人的脸上火辣辣的，一辈子都不曾这样臊，而齐母也是满脸通红。刚才她有多自豪，此刻就有多无地自容。玉儿这次进宫的表现有当家主母的风范，不枉费当初老身亲自为恒哥去求娶太师府的女儿。祖母很是放心呐。玉儿，就算恒哥当着圣上的面要求娶沈淑柔，也不代表什么。咱们将军府的大奶奶呀，还是你。恒哥也是的，怎可这般着急呀？玉儿，你放宽心，就算沈淑柔进门，礼节上也断不会高了你去。玉儿并没有放在心上，夫君既然想要娶沈姑娘，早说晚说也还是要说的。玉儿还需要将淑妃娘娘送的嫁妆入册归类。如若祖母同母亲没有其他事，容玉儿先退下。玉儿就赶紧回去吧，这进宫一天也累了。云玉款款站起来，对着他们2人点点头，转身离开。玉儿也是的，这嫁妆都抬到母亲的宝墨堂了，也不知道拿出来1、2件孝敬母亲。淑妃娘娘赏赐的嫁妆，必定是从淑妃自己的嫁妆里省出来的。不说玉儿愿意给，就是给了，你敢要淑妃娘娘的嫁妆吗？母亲，就算是不孝敬您，打开来看看也是可以的呀。打开来看，别人怎么想啊？会认为老身是觊觎孙媳妇嫁妆之人吗？这事儿若是传出将军府，他人会如何看待老身？母亲，儿媳没有这个意思。行了，如若你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当齐志臣求娶的消息出来之后，第2日，由齐志臣亲自将聘礼送到沈府。据说那日的下聘之礼，从将军府的门口排到大街的尽头，可谓隆重至极。当青梅回来同云玉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几人全都脸色难看。这事是祖母同母亲操办的，我不过问。这老夫人同夫人这是何意啊？小姐才是明媒正娶8抬大轿抬进来的正妻。当初小姐进门，这将军府的聘礼只有6项，这是欺负小姐善良不计较，还是欺负太师府没有人呢？现在她沈淑柔进门却比小姐这个正妻还要隆重，这给谁看呢？他们这般过河拆桥，可有想过上卿之人如何看待他们？云玉的眸光清淡，对于齐志臣去沈府下聘的事毫不在意。他低眸看着手中的账册，终于将最后一本看完。青梅，这些账册我已经看完了，里面做了批注。
你将账册重新带去给几家的掌柜，告诉他们，从今日开始，所有赚取的银两全部存进钱庄，另外留意一下京中哪些地段好的铺位，最好是在沈家铺位附近的，打听好之后让我过目。从今日开始，所有赚取的银两全部存进钱庄，另外留意一下京中哪些地段好的铺位，最好是在沈家铺位附近的，打听好之后让我过目。小姐放心，奴婢马上带去给几位掌柜。玉儿啊，来坐下。今儿个唤你来呢，是想告诉你，恒儿迎娶沈淑柔的日子已经定了，就在这个月20。看看你的意思呢？祖母同母亲既已选好日子，自是挺好的。哎呀，这日子算是定下来了，只是时间仓促啊，还有件事没定下来，想问问玉儿的意思。婚娶之事玉儿不参与，祖母同母亲做主便好。这事儿虽说玉儿你不参与，还是跟你说一声为好。因着选定日子略显仓促，府中来不及布置喜房，母亲想着你和恒儿当初的潇湘院也是空着，不如先当做喜房来用，等到哪日你和恒儿搬入潇湘院再腾出来，如何？玉儿要是觉得不妥，我们此刻安排喜房应该也来得及。祖母认为此事妥当吗？祖母认为此事妥当吗？玉儿听祖母的话。祖母也认为不妥，那此事我们再做打算吧。不过是一处喜房，府中没必要重新安排来浪费。我俩成亲已经2年，这处喜房也空了2年，留着也是无用。现在府中有喜事，也正好物尽其用，不必浪费了，就用潇湘院来当做喜房吧。祖母，孙儿军中还有要事，这等小事就不必找孙儿来商议了。齐老夫人也知云玉心中不痛快，对齐母交代一句：那你有什么事儿同玉儿说说，我这年纪大了容易乏累，进去歇歇。齐母误会婆母的话，以为婆母是不悦云玉的不识趣，才不愿对着她，所以脸上也没有好脸色。玉儿，这女人呐，就是嫁夫从夫，夫君就是女人的天。你与其有心思阻止沈淑柔进门，不如好好花费心思在恒儿身上，也不至于恒儿到现在还不愿意进你的门。母亲认为这是玉儿的不是。不管谁是谁非，留不住夫君的心就是女人的不是。玉儿，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何须为了你的清高将恒儿推之门外？母亲虽知道你好，却也是高华不可攀，连母亲都看得出来，你觉得恒儿看不出来吗？他这才迟迟不愿入你的房。云玉如同五雷轰顶，唯一的骄傲在齐母的眼中被他贬得一无是处。他略有几分狼狈地低下头，隐忍着眼泪不掉下来，低头恭敬地应了声：母亲说的是，玉儿身子不适，先行告退。齐志臣身穿喜服，将穿戴好凤冠霞帔的新娘子迎上花轿，8抬大轿将沈淑柔抬进将军府。这样一对比，当初云玉静悄悄地进门，反倒更像是妾室，沈淑柔才是正妻。齐志臣一脸温柔地牵着沈淑柔的手走入将军府，门口的喜婆说着吉利的话语，齐老夫人同齐母坐在正殿的正中央，看着一对新人走来，两人的脸上洋溢着喜色。吉时已到，新人就位，准备行礼。内阁大学士的夫人李氏也被邀请其中，平日最看重礼仪，见到这般情景，不禁蹙了眉。我说秀华呀，将军府有你掌家，就是这般管家的。不知赵夫人所言何事？齐将军今日娶的是平妻，按照规矩理应有正妻在场。这环视一圈都没有看到老太师的孙女，所谓何事？还有，沈家之女嫁到将军府是平妻之位，穿着大红凤光霞帔和正妻毫无二样，这像什么话呀？古言有之，平妻者低于正妻之位，嫁服理应是粉色或是浅蓝色。沈家这般大张旗鼓为自己女儿准备大红嫁衣，莫不是认为嫁入将军府是正妻之位吗？秀华，大婚前的校验你都没有做好吗？没错呀，这齐将军此次娶的是平妻，按照规矩要给正妻奉茶，所穿嫁衣也需要与正妻有所区别。哎呦，这正妻不出现，这场婚礼也不作数吧？沈淑柔被红盖头盖着容颜，声音略显委屈。赵夫人所言极是，这套嫁服乃柔儿及笄之日就已备好，家父同家母也曾说过需要更换嫁衣，只因婚期仓促，来不及定做嫁衣，随后跟夫君商议，秉承着圣上节俭廉德的品风，这才用回旧嫁衣。哈，沈家姑娘好利的嘴，竟敢以圣上来当此事。圣上对皇后娘娘尊重有加，更加不提倡官员娶平妻。那今日沈姑娘是否不用嫁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以为节俭为重，却不曾考虑礼节在先，是我思虑不周了。啊，老身年纪大了，
这事儿想着交给他们年轻人，不曾想出现这般纰漏，是老身的不是。老身这记性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这大奶奶想必还在恒务院梳洗打扮，赶紧来人呐，去将大奶奶请出来。刚才去请人的奴婢很快回来，脸色有几分难看，只有她一人急匆匆往回赶。齐老夫人看着婢女的神色，心中以为云玉在此时闹脾气，不禁冷了2分脸色。云玉怎么这般不懂事啊？近日是恒儿的大喜之日，作为正妻的她不来主持大局，还拈酸吃醋不愿露面，让众人笑话。赵夫人蹙了眉，哟，齐夫人还没见到人，怎么就知道云玉是拈酸吃醋不来呢？她转而看着那名婢女问道：你去请你家大奶奶，她是如何说的？奴婢没有见到大奶奶，是大奶奶的婢女传话，大奶奶正在禁足，没有大爷的命令，大奶奶还不能走出恒务院。婢女的声音落下，整个正殿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齐老夫人差着一口气背过去：哟，绣花，云玉作为齐将军的正妻，究竟犯了什么错啊？竟然让你们禁足了！当日太师府冒着齐将军不会醒来的风险，将女儿嫁入将军府，换来的竟然是这般的处境。哼，你们将军府好生能耐呀！齐将军，你就是这样对待正妻的？赵夫人，您误会了，这婢女说不清楚，不是你想的意思。那人在府中操劳太多，这才让她在恒务院歇息。哎呦，赵夫人，这事儿兴许有误会，不如让林嬷嬷去请玉儿出来，等玉儿出来问问她，就知道事情是如何了。好，老身也不是这般不讲理之人，只是想着将军府乃大世家，更是上京礼仪之典范，去平妻这等大事，在上京属第一家。若是将军府不做出典范，往后他人也是这般的效仿，那岂不是乱了套了？众人听着这话，对将军府的印象一落千丈。本来准备行礼的一对新人，就这样晾在正殿中央，显得很是突兀。就在大家等了许久，一抹清丽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妾身给祖母同母亲请安，各位贵客安。玉儿来得正好，赵夫人适才一直提起你，没有你在，今儿个大婚都不合规矩了呢。赵夫人，妾身能得到您的挂念，是妾身的福气。你是齐将军的正妻，没有你在，这场大婚又如何符合规矩呢？刚才前婢女去请，婢女回话说你在禁足，可有这回事？婢女想必是听错了，妾身只是在院中写经文，为将军府祈福，没有禁足一说。一对新人已经等候许久，吉时不可耽搁，赶紧行礼吧。一对新人已经等候许久，吉时不可耽搁，赶紧行礼吧。没错没错，玉儿一到场，这规矩错不了，可以行礼了。在喜婆的呐喊声中，齐之晨同沈淑柔完成了拜礼。沈淑柔同齐之晨一起给老夫人敬茶，紧接着是齐母。沈淑柔连步走到云玉跟前，端起茶水举到云玉的跟前：姐姐，请喝茶。云玉正准备接过茶水，沈淑柔娇柔地踉跄一下，端着的茶水就这样泼向云玉。青梅比她的动作更快，飞身扑在云玉身前，由于速度太快，没顾上沈淑柔，直接将她撞倒在地。大奶奶，你可有被冲撞到？我无大碍，你衣裳尽湿，脱下换身衣裳去。是。妹妹想必今日是累坏了，连一杯茶水都端不稳。赵夫人的脸色一冷，哎呦，沈家姑娘到底是千金之躯呀，连一杯茶水都端不好。幸亏是泼到一个丫鬟身上，如若泼到老夫人身上，可就不好看了。都是妹妹太紧张了，这才不小心洒了茶水，幸好姐姐没事，不然我这心中难安。喜婆，再给我一杯茶水，我要敬姐姐。云玉接过沈淑柔的茶水，抿了一小口，她从青年的手中接过一个红喜带。妹妹，这是姐姐给你的红喜带，愿你同夫君永结同心。姐姐，莫不是你在责怪妹妹刚才的不小心？妹妹此话是何意？姐姐明明让你的婢女准备好见面礼，突然改为给红喜带，莫不是因为妹妹刚才的不小心让姐姐不快？云玉顺着沈淑柔所指看向青莲，青莲手中托着的正是她嫁妆之一的紫檀木托盘。齐母微微蹙了蹙眉，看着云玉劝她：玉儿啊，淑柔也是无心之举，你作为大奶奶应该有气度，这件小事就不要放在心上。你这准备之礼，既然淑柔看见了，也让大家开开眼吧。妾身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既然母亲同妹妹误会，青莲，端出来让大家看看，这确实是妾身准备给妹妹的大喜之礼，当年穿过的红嫁衣。在见到妹妹已经自己准备好红嫁衣，妾身这才让青莲退后。既然母亲同妹妹都认为妾身有私心，不亮出来是无法证明妾身的清白。齐老夫人差点直接一口气背过去，被齐母同沈淑柔的蠢气得浑身发抖。堂堂将军府头沈府举办婚宴，却是这般的没规矩，老身可是第一次见识。
既然大婚之礼已经结束，老身年纪大了，担不得折腾，喜宴就不吃了。老身也愿一对新人永结同心，先走一步了。其他官家夫人看到云玉堂堂正西，竟得不到齐之臣的重视，也意兴阑珊，寻个借口同时离开。好好的一场婚宴，宾客走了大半。灵姐儿已经及笄，上京15岁的姑娘大多婚配。我想着呀，也是时候给灵姐儿说亲，这才让你们2人来出个主意。不知灵姐心中可有想法？我们可以先问问灵姐的意思。自是要问问灵姐的。不过灵姐一个深闺姑娘，终身大事啊，还得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先看看上京有哪些公子哥同灵姐般配，好筛选1、2。这事儿不若就交给玉儿来操办吧。玉儿心细，眼光好。柔儿对上京的大世家也很熟悉，他们府上的公子品性才情如何，我清楚。柔儿可以帮姐姐。玉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看呢？玉儿没有意见。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你们2人共同操办灵姐说亲仪式。天色刚亮，云玉就从恒武院出发。玉儿给祖母请安。祖母，这是玉儿昨晚拟定的人选，请祖母过目。祖母就说这事情啊交给你，我最放心了。他仔细看着名册，半晌，眸色变深。侯府的大公子，白府的2公子，伯侯府的幺儿，同赵府的大公子。玉儿拟定的这4人是上京现时最合适的人选。那玉儿觉得哪位公子最适合灵姐呢？赵家大公子。其他3个公子确实有大才，但于将军府没有太大助力。但是赵俊则不然，他是武将，有勇有谋，以后定有他出头之日。就算夫君不去带兵打仗，由赵军为他带领大军，将士还会忠于夫君。更何况赵府的第2次也是大才子之人，有望进科举3甲。这样一来，赵家集齐文武双将，比其他3府更出挑。听着云玉的分析，齐老夫人不得不赞叹云玉想得长远。正在这个时候，齐母同沈淑柔结伴而来。母亲，刚才来的路上正巧碰到柔儿，柔儿给儿媳说了她选中的人选，儿媳看着很是不错。前国公府的大公子。没错，正是前国公府的大公子。虽老国公故去，前国公府没能袭爵改回宋府，但是老国公遗留下来的财富足可让宋府富足3辈子孙。前国公府的大公子。没错，正是前国公府的大公子。宋府大公子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宋府同我的娘家有点交情，若是由我去说亲，一定能成。母亲，淑柔说的这个宋府大公子确实是一个良人。说是我家灵姐嫁到宋府去，以后肯定是享福的。宋大公子也是有大才之人，以后说不准还能承袭老国公的爵位，那我们灵姐就是国公府夫人了。玉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妹妹选的这个宋府大公子按说是不错，只月儿曾听说宋夫人之死与宋大公子有点关系，这才没有考虑到宋府大公子。宋夫人的死同宋大公子有关系？宋夫人的教养嬷嬷同我母亲院中的赵嬷嬷是姐妹，她曾经提起过宋夫人乃是宋大公子气死，这其中缘由月儿没有深究，所以也就没有将宋府纳入名单。姐姐有所不知，你所说的教养嬷嬷在宋夫人死后被宋府撵出府去，一般大户人家的家奴怎么会被主家撵出去啊？你所说的教养嬷嬷在宋夫人死后被宋府撵出府去，一般大户人家的家奴怎么会被主家撵出去啊？肯定是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才会撵出去，这样品性的家奴说出的话又如何让人信服？而我的娘家同宋府有些交情，清楚知道宋夫人当初是顽疾无法治愈而死，并不是你听嘴碎之人所说的被大公子气死的。姐姐这话在将军府说说就好，如若传出去，可是会抹黑人家宋大公子的名声。淑柔的娘家同宋府有交情，这消息可靠。玉儿，你就不要用你的旁敲侧听来无端端揣测人家宋大公子的人品，这事儿还需要真凭实据。淑柔说的也有道理，这宋府大公子确实是个人才，是大好的人选。玉儿有她的顾虑也无不妥，既然证实宋夫人之死同宋大公子无关，那就5个人了，实在难以定夺呀。姐姐写的这几个人有哪个比宋府大公子强的？这侯府大公子虽然有才华，但是侯府早已不复当年。姐姐写的这几个人有哪个比宋府大公子强的？这侯府大公子虽然有才华，但是侯府早已不复当年。这白府2公子更加比不上宋府大公子，虽然有点才华，却有一个大哥拖累着。还有这博侯府的小公子，在朝堂甚至没有一官半职，
光有才名有何用啊？这最后的赵大公子，姐姐啊，你是说笑吗？赵俊就是夫君麾下一名副将，一个莽夫，甚至还要靠夫君来谋生。你竟然让玲姐嫁给赵俊？玲姐到底是将军府的嫡小姐，可不是谁都可以高攀的。祖母，这4人乃玉儿认真甄选，都是有大才之人。玉儿将玲姐儿当做亲妹妹般对待，从心底愿为玲姐儿得到良缘佳婿，不是妹妹所说的不上心。那宋府大公子尽管有一丝坏传闻，玉儿都不愿让玲姐儿用自己的余生去冒险。这赵俊不错，我们对他知根知底儿，也知道他有大才，玲姐儿嫁过去定是享福的。母亲，儿媳看着这宋府大公子才是真的好。人是璞玉，又岂会蒙污？我还看得明白，这事儿就这么定下吧。齐香菱来到恒武院，莲儿来的正好，问你说亲一事已经有了眉目，莲儿猜猜是哪户人家？嫂嫂，我不愿嫁给赵军，求嫂嫂不要为我同他说亲。莲儿为何这般说？灵儿去母亲那里听说了，嫂嫂将我说给赵家大公子。这赵家大公子其实就是大哥麾下的一名副将，灵儿不愿意嫁给一名副将。灵儿喜欢有文采有才识的人，如宋府大公子这样的闲人。嫂嫂为何就不能为我想想，将我说给宋府大公子呢？灵儿，这宋府大公子的品性并不如外界传言的这般好，你嫁过去不知会受到如何对待。你说的就是宋夫人去世的事儿，根本同宋府大公子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就是看不得我好，这才不愿为我同宋府大公子说媒。你既然不愿意帮我，我去找大哥说了一句。话音落下，齐香菱一脸不悦地转身离开。袁玉整个身体僵着，江河同青莲他们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齐香菱离开的方向。小姐现在将军府唯一的依托就是灵儿小姐，现在连灵儿小姐也不相信小姐，他们不敢想小姐的心会有多伤。小姐，大小姐想必是受到潇湘院那位的蛊惑，这事就先放着吧，文书不着急送出去。齐香菱从云玉的恒武院离开之后，直接去了齐老夫人的院子。灵儿啊，发生了何事啊？与祖母说说。祖母，我不愿意嫁给嫂嫂为我选的赵家大公子，他就是大哥的一名副将，哪里能高攀得上我们将军府啊？我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若是嫁给大哥的副将，岂不是让他人看笑话吗？我不要。自古以来，女子婚配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容得下你一个女子在这里喜欢前喜欢后的谈论公子哥？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就算再闹也无用。我母亲还在世，理应由母亲来做主，何时轮得到嫂嫂同祖母来做我的媒？母亲也认为是宋府大公子好，我就要嫁宋府大公子。祖母，我就是不愿意嫁给赵军，嫂嫂的不安好心，因为大哥冷落他，他这才将恨意发泄到我的身上，为我选了这样的人家。我就算是去庙里当姑子，也不愿意嫁给赵俊这样的人。齐香菱一口气说完，哭着跑出宝墨堂。齐老夫人刚刚睡好的一口气，听着齐香菱的话，再次呼吸不上来，直接晕了过去。来人了，老夫人晕了，快来人啊！你进来，我有话同你说。袁玉连步走入恒武院。夫君有何事与妾身说？灵儿说的不错，上京这么多家公子哥，你为何独独选中赵俊？具体缘由妾身已同祖母说过，如若夫君想知道，妾身可以再多说一遍。妾身选定的4人皆是上京有大才的公子哥，家境殷实，人品上佳，灵姐嫁过去可以享福。之所以觉得赵家大公子更胜一筹，是因为赵家大公子有勇有谋，又在夫君麾下担任副将一职，假以时日必当重任。赵府2公子也是有大才之人，将来是科举3甲人选。赵家这样的文武双馨之家，在上京不可多得。退一步说，倘若哪天夫君退居前线，要有赵家大公子为夫君打头阵。而宋府的大公子之所以不在妾身的人选当中，皆因他的品性不行。妾身不想以灵姐的后半辈子来冒险。你所说的宋府大公子品行不端，就是你从旁听来的他母亲之死与他有关？你没有经过证实就这般武断，难怪灵儿会大闹。这几人当中，不管品性、家世、才能，都属宋府大公子为最佳。宋大公子更有可能继承老国公的爵位。你所说的宋府大公子品行不端，就是你从旁听来的他母亲之死与他有关？你没有经过证实就这般武断，难怪灵儿会大闹。这几人当中，不管品性、家世、才能，都属宋府大公子为最佳。宋大公子更有可能继承老国公的爵位，这不管是对将军府还是灵儿来说都是好事。而你倒好，一句品行不端就像这样好的人家否决，说你没有私心，我断是不会相信的。这掌家权交到你的手中，就是任由你这般胡作非为。既然你连灵儿的亲事都无法服众，这掌家权就让给舒柔吧。想必舒柔也乐于做这件事。我同赵家大公子毫无交集，夫君何须为了夺掌家权而辱没妾身呢？今晚妾身会整理好府中账册，明日辰时在母亲的廖心斋，务必请夫君一同前来。这掌家权妾身愿意交出，今日交出掌家权，他日妾身绝不掌家。你记好今日所言，他日莫要后悔。你放心，
我齐志晨从来不做后悔之事。话音落下，他大步离开恒武院。姐姐，听夫君说，你今日准备将掌家拳上出来，可准备好了？到时候可不要说准备不妥当，不愿撒手。妹妹放心，只怕你接不住。姐姐放心，妹妹其他事不敢打包票，这掌家一事，妹妹一定能够接住。只怕姐姐不舍得放手，这就另说了。袁玉勾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深深看着沈淑柔一眼，从容不迫地走进妙兴斋。玉儿给母亲请安。起来吧，你这次为凌启儿选亲确实做得不妥，也不能怪恒哥将掌家权收回来。母亲说的是。好了，既然大家都来齐了，那就转交掌家权吧。在移交掌家权之前，妾身有一事不明，正好母亲同管家也在此，妾身正好向大家问明。夫人请说。这掌家一事移交前理应账目分明，不知是否正确？移交掌家权当然要清算账目啊，不然你欠下账目，难不成让我们填补？2年前你接管掌家权，母亲同管家也是将账目算清才交给你。没错，既然姐姐要交出掌家权，理应将账目理顺，方显公正。大奶奶所言极是，的确要理清账目。今日就可以当着众人的面理清账目。既是账目分明，妾身在管家期间欠下的账同填补的账是否一并算清？没错。既然大家认可我说的话，那就好办了。我手中这本账本记下了这2年来府中下人的月钱，还有各大院主子的月银，府中开销的补贴不多，共计12000两。这笔数目如若真的是姐姐填补，我掌家后可先填补上，区区12000两，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啊！姐姐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说这事儿。有妹妹这句话，姐姐就放心了。这只是其一，其二是这第2本账本，这里面记录着乃夫君军中将士的军饷。夫军共有4军，一军5000人，共计2万士兵，下等士兵每月300钱，中等士兵每月600钱，上等士兵每月900钱，还有将士同军师等。朝廷拨款1半军饷，其余皆由我的名义填补，实际是我娘家来填补，共计43万2千两。这里的每一笔军饷发放都有各位将士的名，记录清晰。夫君同母亲可校验。妾身想着夫君既已醒来，以夫君的能力，想必不需要继续由我娘家填补军饷。这笔数目，夫君刚才已经答应填补上。云玉的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怎么大家都不吭声了？刚才进屋前，妹妹还在大言不惭要填补这笔数目，倒不是很多，区区40几万两，莫不是拿不出来？今日不清账，这掌家一权就无法转交。夫君既然逼妾身交出掌家权，莫不是没有做好准备？齐志晨身体一僵，心中被一口气堵着，却又无可奈何。你是恒哥的妻，就是这般逼迫自己的夫君。母亲说的可是让夫君继续用我的嫁妆。你已经嫁入将军府，你的嫁妆不也是将军府的？怎还分你我的？我朝有律法规定，女子嫁妆属于她自己的私产，夫家想占为己有，可向官府递交文书申请。母亲这话可是夫君之意，如若是，那就请夫君先向官府呈递文书。我从来不曾肖想过你的嫁妆，你娘家填补的数目，我会填补回来。只是姐姐说这么多数目，也不知真假，我们需带回去校验1、2。校验是要的，既然管家今日也在此，以便校验清楚即可。这些账本虽说是副本，却也简单明了，不出1个时辰就可算清。齐志禅接过沈淑柔的钱匣，将里面的银票全数拿出来，一脸不悦地递给管家。拿去给他。这银票只有43万两，还差2000两的军饷钱，同12000两大奶奶的嫁妆填补。就在管家说完之后，空气凝固半晌，齐志禅缓缓抬眸看着其母。恒儿啊，母亲哪里有这么多银两啊？母亲是将军府的大夫人，这区区1万多两银票怎么会没有？母亲放心，我会还给你的。恒儿，母亲是真的没有，不是不给。既然银钱不够，妾身补贴的银两可以先放一放。清河，去将银票数清楚，毕竟是父亲补贴的军饷，可不能出一丝差错，让外人以为将军府占我娘家的便宜。是，大奶奶。清河忍着笑意来到管家身边。清河数好银票，来到云月跟前。这些银票拿去给父亲，不够的从我的钱下补贴吧。是，大奶奶。将军府的掌家权由二奶奶全权做主，从此不再收回。父君放心，妾身毕竟将府中上下打理得妥妥当当。借掌家权在妹妹这儿，那记得还有姐姐那14000两的填补，想必对妹妹来说不值一提。这里没有妾身什么事了，妾身
就先行退下了。夫君，妾身先去淑妃娘娘储秀宫。齐志晨点头应下，正好自己也要先去见见皇上。再次来到储秀宫门前，袁玉的心境发生变化。淑妃娘娘看着袁玉2月不见，清减不少的身影，心疼不已。这将军府好生能耐呀，竟然敢欺负我玉儿！玉儿，你上回怎么不同姑母说呢？姑母一定会为你做主，让皇上替你出头。姑母，您现在还有身子，不宜操劳。玉儿就是担心影响您身子，这才不说。姑母现在怀有身子，皇上很重视这一态，由姑母去说，皇上一定会同意的。玉儿，你不用担心姑母的身子，姑母天天能吃能睡，好得很呢。姑母能够这般，玉儿就安心了。玉儿也请姑母放心，我自有自己打算，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请姑母相信玉儿。好，姑母答应你，这次不找皇上。但是他齐志晨若是再欺负你，你一定要同姑母说。姑母放心，不会有下次了。玉儿，你这是何意？现在沈淑柔在府中生了不少事端，他们没有心思找我麻烦，姑母不用担心我。这沈家的女儿就是祸害，前有梁妃，后有沈淑柔，也就齐志晨这么稀罕她。咱们玉儿哪儿都比她强，她可真是瞎了眼了。姑母，近日宫外的事，你可有听说？你说的是你父亲向族长谈论你和离一事吧？如果姑母不提起，你是不是又不打算跟姑母说呢？玉儿不孝，让姑母同父亲母亲为我操心，我名声已败坏，不想连累姑母。我的玉儿啊，你是姑母心心念念的人呢，又何来连累一说？姑母知道你顾忌什么，不管你做什么，姑母都会支持你。姑母放心，玉儿知道自己要什么，不会冲动行事。这次仲秋家宴，皇上宴请文武百官，皇族子孙不论大小全都出席，可谓隆重至极。袁玉扶着淑妃娘娘出现在大家眼前。爱妃怀有身孕，无需多礼，快坐下。既然大家也看到了，朕就明说了，朕的淑妃怀有身孕，是朕让她安心在储秀宫养胎。适逢今日仲秋佳节，就在今日公布出来。今日仲秋佳节，淑妃娘娘又怀有皇子，可谓双喜临门呐。皇上福泽深厚，子嗣丰盈，此乃我朝福气啊！众卿家深得朕意呀，难得今日齐聚团圆，各位好好尽兴，无需拘束，开宴吧。话音落下，宫廷的歌伶乐师鱼贯走入，为开宴奏响第一曲歌舞。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歌舞的优美中时，只有云玉一人如坐针毡。皇甫清歌的衣摆时不时地越过来，沾上他的衣裙。虽然两人毫无接触，但是对于手里的云玉来说，就算两人的衣摆碰到，如同两人肢体碰到一般严重。虽然两人毫无接触，但是对于手里的云玉来说，就算两人的衣摆碰到，如同两人肢体碰到一般严重，让他没有心思观赏歌舞不说，还有些煎熬。他刚抬眸，突然见到场中的舞姬正好转到他的面前，那舞姬藏在衣袖中的手竟然握着一把匕首，蓄势待发。云玉的眼眸一睁，毫不犹豫猛然向前扑去。同一时间，那舞姬手中的匕首脱手飞去，直直向着皇上的方向。幸好被云玉提前察觉，将他撞倒，才射歪了一点，咚的一声隐没在龙椅上。有刺客，快来人护驾！刚才还在跳舞的歌伶舞姬吓得四乱纷飞，只有行刺的舞姬一脸愤怒地从地上爬起来，紧紧将云玉扣在跟前。你这贱人，你坏我好事，你们不要过来啊，不然我就杀了他！眼看云玉的眼眸闭上，突然皇甫清歌的眸光眯起来，从桌面快速拿起2根玉柱，毫无预兆地向前挥去。咻咻2声，瞬间刺进了女子的手臂。她粉刺的身影翩然翻飞，一脚将那女子踢飞。袁玉的身子一软，闭着眼眸软瘫下来，正好被皇甫清歌搂紧，将她拦腰抱起。快送到御医那里医治。皇上封赏，你还不快谢过皇上？袁玉的眸光微闪，突然跪下来，双手贴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袁玉多谢皇上、皇后，皇上同皇后的赏赐，袁玉不敢当。我有一愿，恳求皇上同皇后成全，就算是袁玉的赏赐。好，既然你有自己所想，就尽管提出来，朕能够做的，必定帮你达成。袁玉请求皇上答应臣女同大将军齐志恒合立一事，从此往后，臣女同将军府再无瓜葛。皇上同皇后的封赏，臣女愧不敢当，这就算是臣女的封赏。齐志诚反应过来，腾的一下站起来，内心满是慌乱。皇上微臣不同意此事，自古以来，和离乃双方同意才能达成。微臣的心中有他，他一直是微臣的正妻，微臣不想和离。这时，云修文夫妇也站了出来，跪在云玉的身后，对着皇上惶恐说道：“微臣教女无方，愿辞去官职，请求皇上成全小女。微臣恳求皇上，微臣不想和离。”云玉啊，齐爱卿所言有理。是，云修文夫妇也站了出来，跪在云玉的身后，对着皇上惶恐说道：“
微臣教女无方，愿辞去官职，请求皇上成全小女。微臣恳求皇上，微臣不想和离。云玉啊，齐爱卿所言有理，两府交好本是你们的私事，既然此事捅到朕的面前，朕觉得齐爱卿也言之有理。和离一事需要你们两府同意才可达成，不知你是如何想的？臣女自2年前嫁入将军府，全心全意为何府上下操劳，侍奉婆母，照顾昏迷不醒的夫君，满心期待夫君醒来尽守臣女之位。只是夫君醒来之后，先是娶平妻，再进臣女之族，最后更是夺掌家权，不顾往日情谊。夫君宠爱平妻，和平妻情深意重，更是不惜以军功求娶，对臣女冷淡，毫无感情。既然夫君不愿和离，那就一决，请求皇上成全。齐志臣的脸色很难看，双手紧握成拳。他不相信，以他的军功赫赫，皇上会同意他的请求。只有皇甫清歌的眸光带着笑意，赞赏地看着云玉。他不相信，以他的军功赫赫，皇上会同意他的请求。只有皇甫清歌的眸光带着笑意，赞赏地看着云玉。云爱卿有女如斯，乃云家福气呀！云玉今日护驾有功，舍身护驾，功劳重大。今日朕答应你的请求，从此云齐两府一绝，再无来往。此乃你们的私事，不做赏赐之用。护驾之功，朕决定封云玉为县主，位居1品，赏县主府邸1座，赏良田1000亩，金银财宝100箱。其二，朕的大皇子皇甫清歌护驾也有功，封你为安将军的副将。你终日沉迷玩乐，也是时候做点正事了。即日起，你跟在安将军麾下，学学如何行军打仗吧。哎呦，父皇，儿臣只想吃喝玩乐，我这小胳膊小腿如何担得起行军打仗的重担啊？这事儿朕心意已决，你作为朕的大皇子，理应带头为你的皇帝做好表率。我这小胳膊小腿如何担得起行军打仗的重担啊？这事儿朕心意已决，你作为朕的大皇子，理应带头为你的皇帝做好表率。云玉反应过来，恭敬地磕了一个头。臣女谢皇上封赏。皇上，微臣不服，我朝千百年来，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一绝男。齐爱卿，你身居将军之位，却毫无将军风范。你终日沉迷女色，先是破坏我朝规矩娶平妻，再不顾嫡妻之礼。朕身居宫中，都听闻你将军府的荒唐之事。倘若朝中文武百官均以你为首这样做，整个上京岂不是大乱了？你连后宅之乱都无法顾及，朕接连进你上朝，也无法让你反思。今日就以此为成，你好自为之。今日本该是中秋家宴，频繁生乱，大为扫兴。今日宫宴就到此吧。说罢，他拂袖离去。此时将军府众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他们满心期待大爷同大奶奶进宫参宴会将流言击破，就连老夫人今日也是满心期待，早早等候在正殿。眼看齐之臣身后不见一人，齐老夫人满脸疑惑：恒儿啊，今日进宫如何？怎么不见玉儿回来？云玉不会回来了。今日皇上封她为1品县主，她现在拥有自己的县主府邸。哎呀，这是好事啊！云玉封为1品县主，同你地位相当啊，对我们将军府是大喜事啊！啊，祖宗保佑！想不到云玉还能为将军府争来这样的荣光，不枉我的看重啊！祖母这就去祠堂还神。齐老夫人同林嬷嬷脸上满是笑容，却没有看见齐志臣变得越来越低沉的脸色。哎呀，他被封为县主，也应该回来同我老太婆说一声，这直接去县主府邸可不好吧？说到底你们还是夫妻，难不成以后就分开2个府邸不成？说到底你们还是夫妻，难不成以后就分开2个府邸不成？这圆房一事何时有着落？齐志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怎么回事啊？难不成他封为县主就开始摆起架子了？眼看着祖母开始生气，齐志臣这才咬牙将宫中发生的事说出来。霎时间，整个正殿安静的不得了。齐老夫人呼吸急促的上下起伏几下，直接晕了过去。去叫府医过来。齐志臣的脸色铁青，没等到府医到来，直接大步走出正殿。此刻他的心只想着去恒武院看看，希望找到机会挽回云玉。齐志臣的步伐很快，经过潇湘院时，正好沈淑柔刚从潇湘院走出来。恒哥哥，你为何带云玉进宫而不告知我？你这是何意？我也是你的妻子，你今日不说清楚，休要进恒武院。你答应过柔儿，
不再去恒武院找他的。滚开！不要逼我对你动手。齐志晨对沈淑柔的忍耐已经达到极致，他的胡搅蛮缠越发对比出来云玉的懂事。滚开！不要逼我对你动手。齐志晨对沈淑柔的忍耐已经达到极致，他的胡搅蛮缠越发对比出来云玉的懂事。恒哥哥，你从前对柔儿不是这样的，你今日一声不吭，带着云玉进宫，连告知柔儿一声都没有。柔儿在府中眼巴巴地等着，一心搞好店铺的事，想等着你回来告诉我缘由。没想到你还凶柔儿。以往他哭的时候，齐志晨都会心软下来。沈淑柔本以为这次齐志晨也会这样，没想到齐志晨压根儿就不理他，直接越过他往里面走去。这时候他的贴身婢女急匆匆走来。二奶奶，且慢。那婢女凑在沈淑柔的耳边低声说着。沈淑柔的脸上由生气转为勾起笑容。这时齐志晨已经走入寝室，看着云玉的寝室空空荡荡，他再次大步走入其他房间，就连书房、耳房摆放云玉嫁妆的屋子全都是空荡荡的。他再次大步走入其他房间，就连书房、耳房摆放云玉嫁妆的屋子全都是空荡荡的，被搬一空。原来云玉早就谋算好要离开将军府，原来他早已算准今日不会回来。唯一制衡云玉的嫁妆不见，就连平日他看的书都不在。他对他究竟疏忽到什么境地，才让这么多东西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搬出将军府去？想到这些，齐志晨的脸色阴沉的可怕。恒哥哥，云玉不知好歹，竟敢这样对你，他走就走了，你不要为不相关的人生气啊。你滚开！他转身就走，心中沉浸在自己同云玉恩断义绝的事实当中。沈淑柔还想跟过去安慰几句，却被齐志晨突然回头。你不要跟过来，不然就滚出府去。沈淑柔吓得站在原地不动，只顾着委屈的点头。眼看他的身影走远，沈淑柔委屈的脸上突然勾起笑容。哼，云玉啊云玉，想不到啊，你还有这一招。既然你离开将军府，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恒哥哥面前。这将军府的女主人，呵呵，以后就是我的了。齐志晨来到老夫人的寝室，这才发现刚才还好好的祖母竟然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恒儿来了。祖母，你好好歇息，府医会医治好您的。祖母的身子如何，我自己清楚。就算此刻医治好，也不过是多拖些时日。祖母知足，就算此刻去了，也是知足的。祖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如若云玉还在府中掌家，祖母会毫无后顾之忧。但是现在发生这样的事，你也不要自责。淑柔既然是你心爱的女子，祖母不会为难她。唯愿让云玉回来，与她共同掌家。祖母，虽然心中有云玉，只是之前被朱由蒙了眼，一直看不清。那就好，你现在看清也不迟。你们刚刚分开，祖母相信云玉的心还是有你的。你们刚刚分开，祖母相信云玉的心还是有你的。你想办法挽回云玉的心，祖母也会助你一臂之力。你过来。齐志晨附在祖母的嘴边，听着他的交代，他的脸色很是低沉。他不忍心让自己的祖母临终还要遭受这样的罪。祖母，云玉的事我自己想办法，我会努力挽回她的心的。祖母，你无需这样做，不然我无颜面对祖父。恒儿无需顾虑这些，祖母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能够为将军府尽最后一份力，祖母开心。就算是走了，也算是了却了心愿。倒是恒儿你，如果此番云玉回来，你要尽早与他同房，不要让事情生变呐。祖母放心，如果云玉能够回来，我一定好好对她。老夫人终于放下心来。父亲、母亲、阿锦，袁夫人知道她走的这一步不易啊，我的孩儿，真好，你终于逃出将军府的牢笼了。阿姐，我听母亲说你在宫中受了伤，可还好？阿锦放心，阿姐无碍，就是一些皮外伤而已。幸好阿姐无事，都怪我没有跟着去。如果跟着去，一定保护好阿姐。锦儿，你阿姐虽然受了伤，却因此得到了皇上的嘉奖，从此脱离将军府。说来，
这也是喜事一桩啊，要为你阿姐感到高兴。刚才族长已经派人来说，只要你想，何时都可以回太师府住。族长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了不计前嫌，认同云玉和齐之晨一决的事儿。这对一个女子来说是莫大的支持，只要没有给同族的弟弟妹妹带来影响，她的心就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父亲母亲，玉儿有一事想与你们商议。好。父亲母亲，如今我同将军府已经一决，现在上京到处都在议论我同将军府的事。虽然我封为县主，但是围绕在我身边的话语太多，玉儿想着先离开上京几日，等到这件事情过后再回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出来，而是眸色一深。只是你以何名义离京啊？你毕竟是一介女子，行走多有不便，难不成去城郊的别院？元玉心中也有定夺，进府前玉儿已经同景公说过此事，他自会传达给皇上，父亲母亲无需多心。云秀文夫妇终于放下心来，宽慰地点点头。当夜，整个上京沉浸在熟睡中时，县主府邸门前停着一辆马车，元玉戴着面纱坐进马车里面，乘着夜色翩然离京。上京众多百姓均不知云玉趁着夜色离京，一早在他的府邸门前就围着许多百姓等着看热闹。在县主府邸的门前，一辆华贵的马车正好停下来，这是将军府的马车。正当大家纷纷猜想着来人身份时，林嬷嬷从马车躬身走出来，紧接着齐老夫人从马车走出来，在林嬷嬷的搀扶下缓缓往县主府邸走去。两人终于来到门前，齐老夫人放开林嬷嬷的手，看着大门哑声说道：玉儿啊，祖母来了，祖母知道你受委屈，亲自来接你回府了。玉儿啊，有祖母在，以后定不会让你受委屈。你同恒儿不过是夫妻之间的争吵，万不到一决的地步啊！祖母当了将军府几十年的主母，身子也大不如前，将军府以后也是要交到你的手中的呀。你就是将军府的主母，你忍心看着祖母年老，还要操劳将军府的事务吗？玉儿啊，算是祖母求你，跟祖母回府吧。齐老夫人叫喊了半天，县主府邸依然没有人来开门。玉儿啊，难不成你因为夫妻间的争吵不理会祖母的死活了吗？是不是祖母跪下来求你，你才肯出来见祖母一眼呢？啊！想不到啊，齐老夫人竟然要跪云姑娘。哎呀，不管云姑娘出不出来，她的名声都毁了。哎，我看呐，她大概是会跟着齐老夫人回去将军府。齐老夫人这样逼迫云姑娘，但凡有点良心的女子都无法看着齐老夫人这么大年纪跪下来求自己。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云玉不会开门之际，一直没有动静的大门缓缓打开，齐老夫人的身子一顿，脸上勾起一抹宽慰的笑容。她的苦心终究没有白费。就在大家都认为那个人是云玉，李嬷嬷缓缓走出来，不卑不亢地来到齐老夫人的跟前，对着她行了一礼。老奴给齐老夫人请安。啊，玉儿呢？她为何不愿出来见我呀？难不成她真的要我跪下求她吗？玉儿同恒儿不过是夫妻间的争吵，现在到一决这般地步，让上京众多百姓看了笑话，她还要闹到何时啊？难不成真的要将军府颜面扫地才肯罢休吗？快点让玉儿出来，随我回府。哎呀，齐老夫人请慎言啊，我家小姐现在已经是自由身，同将军府可没有一点关系啊。再说了，我家小姐同将军府一决是得到皇上的认可，连一决书都已经办妥了，不是齐老夫人所说的夫妻间的争吵。将军府对我家小姐所做的种种，不用老奴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吧？我家小姐对将军府已经是仁至义尽，但是你们对我家小姐却是各种欺辱。现在齐老夫人竟然以长辈之身来压我家小姐，这番作为实属难看呢。而且呢，我家小姐不在府中，早在今早天未亮已经离京去为皇上祈福了。齐老夫人，您的这番作为究竟是做给谁看呢？齐老夫人，我家小姐现在不在府中，等她回到上京，老奴自会转告给小姐您来过的事。老奴瞧着齐老夫人的脸色不是太好，还是赶紧回去将军府好好歇着，不要发生什么事才好。不然众人认为齐将军缩起头来不敢承担事情，还让老祖宗来为他出头，到时候齐老夫人生出什么好歹，大家就会认为是齐将军的不是了。哼，还想陷我家小姐于不仁不义之中，想得美！想必小姐早就猜到齐老夫人会有这番举动，这才着急出京的。李嬷嬷的这番话将齐老夫人的一切计划全都打破。就是啊，这本就是后辈的事儿，
齐将军自己不出来解决，竟然让他病重的祖母出来劝说，真是不孝。我看着齐老夫人的身体不是很好的样子，她不让自己祖母好好歇歇，竟然到现在还不现身，哎呀，实乃不孝啊！听着众人的议论声，齐老夫人的呼吸更加粗重，根本站不住。她不甘心，她拼死一搏，却没有想到云玉不再上京。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老身来这里求见云玉，他就这么巧这时候离京了。他肯定是为了躲避我，才故意这样说的。正在这时，齐志晨铁青着脸走来，他来到齐老夫人的跟前。祖母，我不过是去办一件事，你怎么就自己来到这里了？恒儿，你来得正好，我来求见云玉，他竟然连见一面都不肯，还说离京去祈福了，怎么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啊？齐老夫人，齐将军，你们既然不相信，正好府衙大人来了，你们可以问问他呀。齐将军，云姑娘确实在今早寅时出了城，这事儿下官知道。齐老夫人，现在您已经知道我家小姐不在府中，还是赶紧回将军府歇着吧，免得到时候生出什么事来推在我家小姐身上。齐老夫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不甘地看着李嬷嬷问道：那云玉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你赶紧让人传信儿给他，就说我要见他，让他赶紧回来。哎呀，老奴也不知道我家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家小姐这次是为了皇上祈福，老夫人竟然让小姐舍弃为皇上祈福而回来见您。哎呦，莫不是您认为您比皇上还要大了去了？祖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是没有听清云玉是为皇上祈福。齐老夫人也深知自己失言，只是她不甘心。哟，想不到这里这么热闹啊！本宫刚才听到什么？是谁说比本宫父皇还要大了去的？皇甫亲哥不知何时走来，一点不嫌事大的看着众人，笑道：下官见过大殿下，刚才是祖母没有听清，万没有不敬皇上之意啊。大殿下，是老身失言，就算给老身100个胆子，老身也不敢不敬皇上啊。原来是没有听清才会这样说。那齐老夫人下回可要听清楚了，不然这话传入父皇的耳中，怕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一定会误会齐将军什么。大殿下所言极是，老身知错。大殿下，将军府众人对皇上忠心耿耿，我们断不敢生出不敬的心思。本宫也就一说。好了，既然你们没有这样的心思，这云姑娘也不在府中，还是赶紧散了吧。本宫瞧着齐老夫人脸色不是太好。齐将军，你怎么还让齐老夫人出来抛头露面呢？这时候就应该在府中好好歇着。这都是下官的不是，下官马上送祖母回去。老奴拜见大殿下，多谢大殿下为我家小姐说话。有了大皇子的话，以后就算老夫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赖在小姐的身上。本宫不过是刚好听到这句话才走到这里，说句实话而已。齐老夫人躺在床榻上，进气多出气少。恒儿啊，让大家都来这儿。祖母，您先医治好再说，这时候不宜操劳。恒儿，今日的事祖母帮不到你，祖母医治时日不多，赶紧让灵儿来这儿，通知宋府，明日就举办两府喜事。祖母担心等不到，现在已经帮不上你，祖母不想还害了灵儿啊。齐志禅点了点头，一脸低沉地吩咐小厮去通知齐母同齐香菱。恒儿，你可有派人通知宋府？祖母放心，我已经通知过了。两人的话音落下，齐母同齐香菱还有沈淑柔正好走进宝墨堂。母亲，您昨日还好好的，怎么今日就这般模样？祖母，您今日说要出府去见云玉，是不是他把你气成这样的？我去找他算账。不要闹，今日唤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我这身子想必是不行了。唤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我这身子想必是不行了。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灵儿的婚事，不要因为我去了，拖累你。我的灵儿怎么这么命苦啊？若是母亲去了，灵儿就要守孝3年了呀，这3年让灵儿怎么过啊？到时候宋府还认不认账就难说了。祖母，你赶紧好起来，要看着灵儿出嫁呀。我还没死呢，你们不用着急哭，我已经同恒儿说好了，灵儿同宋府的婚事提前，明日你就嫁过去。祖母，母亲，我不要，我乃堂堂将军府嫡大小姐，这般仓促什么都没准备呢，就这样嫁进宋府，岂不是被人笑话死了？灵儿，你听话，
你祖母现在这样的身子，随时都有可能去。难不成你真的守孝3年？到时候宋文安等不等你？你敢保证吗？你祖母现在这样的身子，随时都有可能去。不要胡闹！祖母什么时候病重不好，偏要这个时候？我不要！齐母同齐香菱当着齐老夫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气得齐老夫人再次老脸通红。她活了一辈子，没想到最终临终竟然得不到儿媳同孙辈的重视，她不甘。齐老夫人想到这里，脸色涨红，突然眼睛一瞪：“你不想嫁就不要嫁，留在府中等日子吧。”嘿，都是一家人，哪里能真的生气啊？母亲，灵儿，祖母也是为了灵儿好，赶紧的起来，不要耽误医治祖母啊！齐香菱同齐母这才点点头，心虚的回头看着齐老夫人。等到他们回头，这才发现齐老夫人瞪着大大的眼睛，一动不动，脸上满是不甘。母亲，祖母，你不要吓我！溥仪着急忙慌，赶紧上前，将手探在老夫人的脉搏上。半晌，他整个人跌坐在地上。大爷，老夫人已经去了。老夫人本来还能挺几天，可是刚才气急攻心，提前去了。大爷，老夫人已经去了。老夫人本来还能挺几天，可是刚才气急攻心，提前去了。老夫人活生生被齐母同齐香菱气死了。齐志臣反应过来，脸色阴沉的可怕。齐香菱同齐母愣愣的跌坐在地，吓得赶紧对着齐老夫人磕头认罪。母亲，我不是故意的，我们是无心的，您不要来找我们。这件事情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主母的事不要声张，谁说出去，就不要怪我不客气。福音，你可有办法让祖母能够保持2天？老夫有一种药，可以做到大爷所说。你去安排，记住，所有事情必须经你一人之手，不可让人知道，不然……大爷放心，事关重大，老夫一定亲力亲为。你们还不起来？留在这里做什么？明日就是灵儿出嫁的日子，务必准备得喜喜庆庆的，不要让人看出异样。好，我们这就去准备。灵儿的亲事是我操办的，我也去帮忙。一辆雅致的马车从城门悄然驶入，袁玉端坐在马车中，脸上戴着面纱，手中捧着一沓厚厚的经文。清河坐在他的身旁。小姐，我们终于回京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想必已经告一段落。这事还要多谢赵嬷嬷，如果不是有赵嬷嬷帮忙，也不会如此顺利。还是小姐想得周到，知道将军府会趁机坏您名声，这才让赵嬷嬷暗中帮忙。幸好赵嬷嬷在将军府还有相熟之人，这才知道齐衡的事。罢了，不说这等恶心人的事，我们还是先回府吧。两人话音落下，马车继续加快。在马车经过的瞬间，香明阁2楼的窗口坐着一个身影。皇甫清歌饶有兴致地敲着桌子。哼，想不到还挺聪明的，知道提前出去躲。他的话音落下，门外传来几声脚步声，咿呀一声，两人从外推门而入，正是赵俊同赵伟两人。赵俊蹙着眉，一脸低沉。哟，发生了何事，让我们赵副将这般低落？难不成是哪家姑娘不长眼？赵俊抬眸看着皇甫清歌，勾起苦涩的笑容。大殿下，您就不要挖苦我了。大殿下，说不定以后你们两人能够一起共事。想不到以往是我跟在大殿下麾下办事，现在轮到大哥，我们兄弟2人与大殿下真是有缘啊。皇甫清歌听完，笑着看向赵俊，似乎不知道此事。这话是何意？难不成你不在骑士城那里当副将了？现在军营有一半将士被皇上收回去，有可能我也在这次的名单当中。我已经给将军递了信笺，只是将军还没有回复。大丈夫能屈能伸，就算离了齐家军营，你去哪儿都能成事。如果你被父皇收回，很大可能被派到安将军的麾下，到时候我为你举荐，你依然是副将。此刻还没有定论，说此话还为时尚早。多谢大殿下的好意，我以茶代酒，先敬大殿下一杯。臣女拜见太后娘娘、皇后娘娘。玉儿不必多礼，快起来吧。臣女谢太后娘娘。皇后娘娘也亲切地看着云玉。玉儿来的正好啊，本宫同母后正好说起你，你这就来了。多谢皇后娘娘挂念，臣女今日刚从灵国寺回来，为我朝同身上祈福，只是臣女身份低微，担不得此重任，这才进宫求见太后娘娘。臣女素闻太后娘娘是礼佛虔诚之人，相信经太后娘娘之手，这平安符同经文才能发挥其作用。臣妾也认为是这个道理，经母后之手，也添上母后的心意，皇上必将万福安康啊。玉儿有心了，这经文颇有几分爱家的痕迹呀。玉儿心系我朝，
幸亏此番离京，不然近日上京发生的事，你留下来有嘴也说不清了。此等事本就与玉儿无关，又如何说不清啊？母后所言也正是儿臣所想，只是有那等市井之人最喜捏造谣言，恐污了玉儿的名声呢。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所说何事？莫不是这些天上京发生了什么大事？皇后娘娘看他一眼，见他确实不知，遂看了看太后娘娘，见他没有制止，这就把近日上京发生的事说出来。请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宽恕臣女失态。齐老夫人对臣女很好，她突然离世，实在是让臣女意想不到，这都是臣女的错。若臣女在京，还可送她一程。玉儿，你又何罪之有？你本意是为皇上祈福，也没有想到事情这般发展。怪只怪齐老夫人福薄，享受不到你的孝顺。若是有哪些碎嘴之人敢败坏你的名声，哀家定不会放过他们。若是有哪些碎嘴之人敢败坏你的名声，哀家定不会放过他们。皇后，这件事哀家就交给你了。你是一国之母，处理这等小事，哀家相信可以办妥。母后放心，儿臣谨遵母后之意。袁玉心中终于放松一口气，这就是他此次进宫的目的。只要太后娘娘或者皇后娘娘发了话，就没有人敢说她的不是。臣女多谢太后娘娘、皇后娘娘体恤，臣女能得到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厚爱，实乃臣女之幸。你这孩子啊，哀家都说了，无需多礼，你这动不动就行礼，让哀家看得眼都花了。快坐下吧。玉儿心善，也就她这么好的姑娘，会有这般诚心为圣上祈福，也不知道哪家公子有这个福气，能入了咱们玉儿的眼。袁玉救了皇上，他也愿意卖他一个好，只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拉拢云玉。多谢皇后娘娘挂念臣女，臣女这等身份还不想思考此事。适逢齐老夫人去世，她与我如祖母般的人物，臣女想为齐老夫人吃斋念经半月，以全我们往日情谊。玉儿有这份孝心很好，虽然齐老夫人与你没有关系，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哀家准了你的请求，这婚嫁一事啊，此刻不提最好。谢太后娘娘体恤臣女。他提着的心再次松一口气，现在躲过皇后娘娘的婚配，以后其他人若是提起此事，他还可以以此为由继续吃斋念佛。陷入府邸门前，袁玉正准备走入大门。夫人。袁玉缓缓转过身来，看着齐之臣走来，他蹙着秀眉。齐将军这记性真差，你的夫人在将军府，不要随意见到谁都叫夫人。我知道你还生着我的气，我有好多话同你说，我们进府仔细说清楚如何？齐将军，你果然容易忘事，不仅忘了自己的夫人，还忘记之前在皇宫发生的事。我同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男女授受不亲，袁玉就不请齐将军入内了。玉儿，难不成你想当着大家的面在这里议事？我倒是无所谓，反正我是男子，有些提起话，就算当着众人的面说也是无妨的。就是你脸皮薄，你……齐将军，如果你不记得当日在宫中发生的事，我可与你仔细说道说道。只要你不介意大家看你的热闹，我又有何妨呢？玉儿，我……齐将军慎言，玉儿乃我闺名，我俩既已毫无关系，还请齐将军不要胡乱叫唤回我亲女。这两府之间的交往，还请你让府中女眷先递上请帖再说。既然齐将军不懂这规矩，我可以告知你一二，回去可让你家夫人递上请帖，我自会与衡量见面与否。袁玉句句在理，让齐之臣面红耳赤。袁玉句句在理，让齐之臣面红耳赤，也遭来在场众人的嘲笑。这么浅显的道理，就算我等普通百姓都知道，齐将军又怎会不知道啊？哼，他不是不知啊，只是不愿罢了。以往齐将军这样欺辱云姑娘，现在两人和离了，这才知道云姑娘的好，迟了哟。玉儿，就算我俩没有情谊，难不成祖母你也不理了吗？祖母还没过头七，你没能送她一程，真的不去给祖母上一炷香吗？齐恒，齐老夫人的事别人不知，难道你还不知吗？你非要我说清楚，让你颜面尽失才甘心吗？念在往日情谊，我自是会吃斋念经半月送齐老夫人一程，只是齐老夫人头七未过，你就赶着送齐香菱出嫁，实乃是恶心。我俩早已恩断义绝，不要说我这府邸你不能踏入一步，就是往后见着也要绕道走。清河，我们进去。而袁玉的话音刚落，李嬷嬷适时从府中走出来，挡在齐之臣的跟前。袁玉则头也不回地走入府中。哎呀，小姐回来了，老奴这就为您接风洗尘，赶赶晦气，四面八方的晦气啊，全都给我家小姐走开！李嬷嬷拿着扫帚大喊大叫，在齐之臣的面前扬起一大片灰尘。齐之臣阴沉着脸后退了好几步。晦气赶走了，大家都散了吧。齐之臣冷着脸回到将军府，本以为能躲过众人的嘲讽，却不想
一进府就看到沈淑柔哭着喊着走来。恒哥哥，你今日是不是又去找云玉了？你答应过我，以后都不去找他的，他都同你一决置将军府不顾了，你为何还要去找他？你哭够了没有？现在府中上下发生这么多事，你就是会哭哭啼啼，除了哭你还会做什么？但凡你有云玉一半的本事，将军府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你现在开始觉得云玉比我好了是吧？当初你可不是这样认为的，你一直说柔儿是最好的，现在云玉离开了，你却开始后悔。可是你无论如何努力，都换不回他的心。齐之晨气得直接一巴掌挥在沈淑柔的脸上。齐恒，你又打我，这是你第2次打我。如若你不想要我这个妻子，那我就同云玉一样离开算了。云玉能被皇上赐封为县主，你能吗？离了将军府，你就是一个废人。将2人的送回潇湘院，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话落，他再也不顾沈淑柔，大步离开。当日我做的事情都是你们同意的，现在你却将所有事情推到我的身上，这不公平。在场的下人全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心中突然有几分怀念从前大爷没醒来，大奶奶长家的日子。而齐之晨一脸低沉，回到翊坤轩。大爷，今早赵副将送来名册，这是军营一半将士的名单，另外还有赵副将的请辞信，请大爷过目。贴身小厮不敢抬头看齐之晨的脸色，这一本名册背后的深意他们都明白，正是因为明白，这才感到害怕。齐之晨浑身的冷气嗖嗖地往外冒，脸色变得越来越低沉，半晌都没有动静。你去通知赵副将，就说我同意这些名册，连同他在内，你们所有人都滚出去。是大爷。小姐，今日鸡鸣还未响，就送来3张请帖，这会儿又有3张请帖要您赏花。中秋都过了，现在还有什么花赏？这赏花是假，想拉拢小姐才是真的吧？拉拢小姐是假，想给小姐说亲才是真。我家小姐貌美如花，才情满腹，现在是自由身，倒是他们有眼光，以小姐现在身份，自是可以挑选一户好人家。你们3个这会儿学会打趣你们家小姐了？有哪些请帖？给我看看。一共6张帖子，都在这里。这侯府、白府、博侯府都是我往日给齐香菱相看的人家，相看不成，此刻应他们相邀实属不妥。清河，你备上厚礼，寻一借口替我回绝了吧。云玉将3张请帖放下，再次打开另外3张，眸光微沉。小姐，怎么了？这里面有德妃同梁妃母族的请帖。梁妃的母族可不就是沈淑柔的娘家吗？他们来凑什么热闹？难不成还想着小姐嫁到他们沈家去？这恐怕不是沈家的意思，而是梁妃的主意吧。云玉赞赏地看着清河。虽然我身在内宅，也知道最近大殿下进军营的事造成不小影响，只是梁妃这般心急，实属不该。小姐，那可如何是好？还能怎么办？德妃同梁妃都不是我能得罪的，先放着吧。他们相约的日子还不到，倒是赵夫人，她从前帮我说过话，这帖子自是要回的。今日竟是赵夫人60大寿，赵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想来今日的寿宴一定很隆重。青梅，你去将我书房的书架上第2层的宝盒拿来。是，小姐。青梅转身就走。赵夫人寿宴，这排场想必不会低于当日齐老夫人，母亲她自是会请。我们等青梅拿来宝盒，一同回去太师府。清河同青莲点点头，也觉得自家小姐所说在理。眨眼的功夫，青梅已经拿着宝盒出来，3人跟在云玉的身后，款款走出绛云阁。云玉一人一辆马车，青梅同清河、青莲他们3人挤一辆马车，跟在云玉的马车后方。本来宽阔的大街，突然闯来一群战马，速度之快，让人躲避不及。就连云玉同他身后的马车也受到影响，拉马车的马受到惊吓。小姐，你快出来！这马受惊不听使唤，眼看着就要拉不住了。这马受到惊吓，很危险啊！马匹见到围过来越来越多人，受到惊吓，突然发起狂来，一蹬马脚将车夫甩下马车，也让青梅无从靠近。马车没有人在前方领路，直接横冲直撞起来。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那匹马没有出过城，突然遇到奔跑的战马，肯定会受到不少的惊吓。云姑娘这回有危险了，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正当大家探着头议论纷纷之际，一抹妖娆的身影骑着战马呼啸而过。大殿下，您小心点！云玉的马车越跑越偏，跑进一条巷子里面，黄甫清歌紧追其后，突然从马背上一跃而起，眨眼的功夫落在云玉的马车前方。在黄甫清歌的安抚下，那匹马突然安静下来。云姑娘，你怎么样了？我无事，多谢大殿下相救。这可不是我第一次救你，要道谢的话，你可是需要道谢2次。大殿下说的是，上回殿下相救，我还未来得及道谢，改日定将赠上厚礼，多谢大殿下救命之恩。这事以后再说，我扶你下来，这马车怕是不能坐了。多谢大殿下好意，
我自己能走出来。好，你自己出来吧。这马匹受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能耽搁了。说着，他率先退出马车，轻松落在地上。袁玉暗暗松一口气，只是他本就受到惊吓，他两腿发软，不过才躬身走出一步，就差点栽倒在地。幸好黄甫清歌一直关注着他，眼疾手快牵上他的手，将他一把拉入怀中，轻松抱着他。大殿下，请放我下来，这于理不合。你确定自己能够站得稳？不要逞强，这里没有其他人，你内心礼节暂时可以抛下。本宫不说，你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啊。大殿下，我能够站着，您放我下来。如果我站不稳，再劳烦大殿下扶着我。哎，你小心点儿，可不要摔倒了啊。大殿下，我现在可以站稳了。听闻云府大小姐是上京的第一才女，想不到我俩还真是有缘呢。大殿下说笑了，臣女担不得此美名，臣女能得大殿下相救，才是臣女的荣幸。说来也巧，今日让你受惊的马，那齐大将军军营的战马，我正好跟在后方，发现有意就跟来了。幸亏士兵拉回来的战马不多，不然引起大的动静，这件事就不是今日这么容易接过了。这齐大将军真是的，不仅人有问题，连战马也有问题。哼，齐将军的事与我无关，大殿下不必如此看着我。我当然知道他与你无关了，不然我也不会跟来。正在这个时候，巷口突然传来声音，竟是几名士兵正赶着一辆马车前来。你们来的正好，送云姑娘回去，她的马车已毁。在云玉准备走入马车的瞬间，再次凑近他，低声说了句：记住，你说过要感谢我，加上这一次，我救了你2回。云姑娘去哪里？太师府。黄甫清歌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嘴角勾着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待他回过神来，低头看着身旁2名士兵，他的笑容收敛起来。找人彻查清楚，齐志臣那些战马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是皇家狩猎了，这件事务必认真。查清楚之后，先不要声张，前来禀报给本宫。哦，对了，顺便将这辆马车拉回去，好生检查。是，大殿下，殿下。齐志臣蹙着眉，紧紧跟在景公公的身后，一路来到御书房。齐将军，皇上已经在里面等候你许久，快进去吧。哎呀，这齐将军怕是有的受喽。齐志臣没有多话，硬着头皮走进去。皇上正坐在御书房的正中央，阴沉着脸。微臣参见皇上。刚才安将军来报，从你手中接下的战马发生异样，在京中横冲直撞，更是冲撞到云玉。这匹战马是打算用作不久之后的狩猎所用，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你有何说法？回皇上的话，微臣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一定派人查清楚，给皇上一个交代。这些备用的战马本就是皇家狩猎所用，狩猎中全都是重臣皇族的人，若你查不清楚，也就不用来见朕了。皇上的眉头蹙紧，自从上回遭到行刺一事，皇上的猜疑心越发重。齐志臣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皇上放心，微臣不查清楚，也无颜来见皇上。既然你这样说，朕且等着你的消息，后果你自负。出去吧。微臣告退。微臣告退。自从他昏迷醒来之后，一次早朝都没有上过，来这御书房倒是很多次，只是一次比一次让他胆战心惊。同一时间，上京所有高官贵胄全都前往内阁大学士赵大人的府中。黄甫清歌站在门口看着袁玉，嘴角始终勾着若有似无的笑容。袁玉背脊挺直，低眉顺眼，顾左看不到他。谁知黄甫清歌突然转身往他的跟前一站，两人同步往里面走去。你现在的装扮真好看，比以前强多了。臣女担不得殿下称赞。两人就这样同步走进赵府。袁玉的到来让众多未成婚的公子眸光炽热，大家全都看着他。袁玉的双手紧握，不习惯大家这样盯着自己看。他刚恢复自由身，自己的身份敏感，走到哪儿都成为众人的焦点。对于喜静的他来说还不太习惯。袁玉渐渐走到院子的角落，正好是一处假山，假山后有一座凉亭，竟然无人在此。我去那边坐坐。奴婢陪小姐。正当他满意这凉亭的巧妙之际，突然从柱子后方走出来一人。想不到云姑娘也喜欢来这庭院啊。黄甫清歌的眉眼带笑。臣女不知大殿下在此，扰了殿下清静，这就离开。外面这么多人，你确定出去让大家看着你评头论足？同是上京的世家子弟，不过是相聚赋诗作词，又何来评头论足一说？这话你自己相信？既然同是上京的世家子弟，我也算一个，你何不留下同我赋诗作词？正好这里没有其他人见到我们，你也不怕被人说闲话。袁玉抬眸，再次对上他带着笑的眸子，他的心无法平静。我2次救下你，正打算问问你怎么多谢我，
你这就离开，我会认为你没有诚意哦。大殿下2次相救，臣女万分感激。不知大殿下有何需要，说出来，如若是臣女能够做到，一定为殿下办好。既是答谢，不应该是云姑娘自己呈上谢礼更显诚意吗？臣女不才，正好会舞文弄墨，不如臣女以字画谢殿下如何？好，作为云姑娘文采过人，我有幸得云姑娘的文墨，还是我赚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这人呢喜欢吃喝玩乐，如果云姑娘能够当面道谢，请我吃上一顿美食，那就妙哉了。大殿下，这难不成我的救命之恩担不得一顿大餐？难不成我的救命之恩担不得一顿大餐？还是云姑娘有其他顾忌？大殿下言重，您的大恩又岂是寻常善事可以比拟？既然大殿下有这的想法，臣女自然是不敢拒绝。这相邀之时，等臣女画出字画，再递请帖，定具体日子如何？好说，那我就等着云姑娘相约了。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躁动，两人同时抬眸看去，正好看到三皇子皇甫和硕走进后院，往他们两人坐着的凉亭方向。袁玉正看着，突然感到眼前有一个暗影晃过，自己的手被皇甫清歌紧紧握在手中，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皇甫清歌扯到假山的后方。此刻，皇甫清歌面对袁玉站着，将他圈在怀中。大殿下，放开我！好，放开你，小声点儿，不然让三弟发现了。我们两人本就没什么，就算是让三殿下看到，那又有何妨？你说的对哦。不过我们现在躲在这里，再从这里走出去，就算没有什么，也变成有什么了。你三弟碎嘴的性子，一定被他传得皆知巷闻，到时候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大殿下，您下次可是要想清楚了再行事。好，下次我一定不会这般冲动。我看看三弟何时走啊？他往外探着头，这样的动作让两人更加贴近。他瞬间抬起头来，只是抬头的瞬间，朱唇轻轻印在皇甫清歌的脸颊上。袁玉如遭雷劈，他整个人僵着身体，顿时失去所有冷静。下次想亲我不要在这儿，免得被人发现了。我没有。袁玉从来不曾觉得时间过得这般煎熬，直到外面有小厮来报，喜宴准备开始，三殿下这才站起身离开凉亭。我们也出去吧。走吧。此刻的亭子已经坐着不少公子哥，还有少数几个世家小姐坐在对面，气氛融洽。玉姐姐，我哥哥乃大理寺少卿，也喜欢行雅令，亭中宝蓝色衣裳的就是我哥哥。听闻玉姐姐才华出众，我还甚是期待玉姐姐同我哥哥行雅令呢。袁玉眸光一闪，看着洛清婉，虽说他没有明说，袁玉却明白他这是何意。靖安王世子洛浩轩始终看着袁玉，眸底深处隐藏着一抹悸动。素闻云姑娘乃上京第一才女，今日有机会同云姑娘行雅令，是洛某的荣幸。对呀，听闻云姑娘满腹才华，今日一见才知道是才貌双全。我们洛世子虽为武官，才华也同样的出众，今日能够见你们二人行雅令，一定很精彩。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这都是大家对我的美名，当不得真。既然洛世子相邀，那袁玉就厚颜一试，还请大家不要见笑。见他答应下来，洛浩轩的眼睛一亮，开口就说出七言绝句。袁玉眸光一深，没有过多思虑，朗声对上洛浩轩的七言绝句。众人大喊一声好，一来二去之间，两人已经对了5、6首诗句，让在场众人叹为观止。哟，想不到这里这么热闹啊！本宫最喜欢热闹，来听听大家说什么乐子。皇甫清歌大摇大摆走进来，丝毫不顾大家会不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拘谨，大大咧咧地坐在洛浩轩的身旁。本宫早就听闻云姑娘的才名，我俩这么熟悉，还没有同你行过雅令。既然靖安王府都安排好地方了，择日不如撞日，我们来行雅令如何？大殿下客气了，请殿下出对子。大家还在皇甫清歌那句熟悉中没有回过神来，再次因为云玉没有否认而震惊。他们何时变得这么熟悉？皇甫清歌勾起笑容，一脸慵懒地说出上联：爱国爱家爱姑娘。他含情脉脉地看着云玉，似乎这个对子正是对云玉所说。防火防贼防公子。云姑娘这对子很是工整啊。皇甫清歌的眸光始终是慵懒的，眉头轻轻一挑，没有不悦的心思，勾着笑容继续说出另一个对子：赏花赏月赏美玉，思家思国思社稷。好。其他人暗暗佩服云玉的集才，他能将大殿下这充满深意的对子转化为家国情怀，可见他的胸怀宽广。皇甫清歌的笑容再加深，
再次说了几个对子。袁玉的心中泛起涟漪，脸色平静的一一对上。多谢大殿下赏脸，当日大殿下出手相救，让小女感激不尽。我们进去吧。难得云姑娘这样大手笔啊，竟然包下香明阁一整日，这等诚意我收到了。两人缓缓走入香明阁，一人大摇大摆，一身影款款生姿。他和皇甫清歌如约来到包厢里，他选了一个最远的位置，在皇甫清歌的对面坐下。皇甫清歌看着他这个举动，心中了然。他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左手放在桌上轻轻敲着，右手随意地搭在圈椅的扶手上，一点慵懒。云姑娘坐这里即可，你坐到那么远，会让我认为云姑娘是害怕我，不是诚心答谢才来香明阁的。殿下言重了，小女没有这般想。既然没有这般想，那就坐在这里吧。袁玉正想拒绝，却想到自己是正经宴请他，他坦然坐下，却发现皇甫清歌的右手搭在他的圈椅扶手上。大殿下，请您高抬贵手。哦，我就喜欢这样做，有何说法？殿下，古语有云，坐有坐相，应端正姿态，方有士大夫风度。像殿下您的手理应放回到您的位置。你所言在理。你所言在理。但是人活一世，理应活得舒适洒脱，不被世俗规矩牵绊，这方是人间真理。像云姑娘这般重规矩之人，可还记得那日我俩在假山后，云姑娘亲吻我脸颊，以世俗规矩，可要对我负责。殿下，当日我是无意，您该是知道的。哼，我不知，我只知道你亲了我的脸颊。云姑娘说说，以你所说的规矩，是否要对我负责呢？两人的距离突然靠近，袁玉马上向后躲，不曾想皇甫清歌的右手瞬间将他搂住，一把将他圈过来，将他圈入怀中。袁玉大惊失色，马上站起来。殿下，请您自重。如果殿下无法做到自重，那小女改日再宴请。他的声音落下，只抬起一步，就被皇甫清歌拉住小手，再次跌坐下来，顺势将他圈在怀中。今日是你宴请我来到这里，你如此匆忙走开，让大家如何看待？云玉，你是懂礼之人，应当正视我这个问题。你且说说，当日你亲了我一下，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应当如何？不如让我代替你说吧。男未婚女未嫁，我俩肌肤相亲，理应对对方负责，你说是吧？男未婚女未嫁，我俩肌肤相亲，理应对对方负责，你说是吧？不是，此事本是意外，又无他人看到，应当遵循双方的意思，妥善解决。那你这意思，无人看到就当作没有事发生了？那我们俩在此无他人看见，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说罢，他在云玉震惊的眸光中，毫无预兆的在他的唇间蜻蜓点水般印下一吻。殿下，云玉，是你先招惹我的，我俩一人一次，你说要不要负责？袁玉的愤怒变成无措，看着他的眸子，半晌没有说话。你这是怕了吗？不如以身相许，答谢救命之恩，如何？殿下，你太荒唐！既然你无心赴宴，我也不必宴请。皇甫清歌直接将他拥入怀中，在他的耳边低语：你这是恼羞成怒，还是知道我说的不错？大殿下这般说话，是觉得小女一绝之身可笑，还是想如同他人这般去羞辱小女？我从来不曾这样想过，还是在你眼中，我也是外人所想这般只会吃喝玩乐。袁玉看着他认真的神色，竟是无言以对。早在第一次见到你之时，是齐之臣当着父皇的面求娶平妻，你从容应对。我当时就在想，这女子需要多大的忍耐，才能做到这般。第二次见你时，是在齐老夫人的寿宴上，你从容应对各种难题。我当时就在想，这女子不仅有忍耐，还颇有才华。在上京一次次的议论声中，你一次次闯入我的耳中，也一次次闯入我的心。直到中秋家宴那日，你为了自己勇敢站出来同将军府一决，我再次发现你不光有才华，还很勇敢，这也彻底打动我的心。我本无意，但是上天让我们一次次相遇，两次救下你，这等缘分我应把握。既然我俩都是自由身，齐之臣不懂珍惜你的好，但我却想捉住这份美好，做我的王妃可好？面对皇甫清歌的突然表白，袁玉惊得半晌回不过神。我不强迫于你，给你时间好好想想。袁玉的内心大乱，脸色娇羞，用力推开他，直接逃了出去。袁玉的脑海中不时回想着皇甫清歌的话，他本以为过一日就能平复心情，不曾想过了3日，心情还没有平复。这3日以来，他就没有出过县主府，也没有回复皇甫清歌的话。
在第4日的时候，终于有了动静。一大早，青莲一脸兴奋地跑回绛云阁。来了。云玉今日的心情终于恢复平静，听见青莲这话，疑惑地抬眸看去，好奇什么来了。小姐，大殿下让小厮送来一封书信给小姐的。大殿下送来的书信，你这般高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给你的。奴婢可不敢，这是给小姐的。他打开书信，一目3行看起来，不过几眼脸色微红。清河他们也大约看到书信的内容，全都捂着嘴笑。小姐，大殿下问您思虑的如何？您再这样不回复，他就去请皇上为你们赐婚，或者直接到太师府下聘。你们胡说什么？小姐，别遮掩了，恕奴婢们眼尖，我们都看到啦。小姐，奴婢觉得大殿下人不错。小姐，大殿下3番2次救下您，说明你们有缘。奴婢们知道当初齐将军伤小姐扑身，但是齐将军的错不应该让他人来承担。奴婢认为小姐应当有一个好归宿。小姐，虽然外人传言大殿下只顾吃喝玩乐，但是奴婢看着这么多年，大殿下的府中无一女眷，也从来不曾同哪家闺阁小姐有牵扯。这些天看来，大殿下也不似外人传言那般，他比齐将军好很多。听着他们3人的话，云玉的心思微动，他又何曾不知道他们所言？他沉吟着，缓缓拿起桌上的毛影，思虑片刻，提毛影写下。半晌，他将书信装进书简中，递给青梅：“你送去大皇子府。”清河他们脸上满是笑容，虽不知小姐写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就是高兴。青梅兴冲冲拿着书信往外跑，很快送到皇甫清歌的手中。仲秋过后的夜晚，已经感到有些许凉意，窗口突然吹进一缕微风，发出轻微的呼呼响。刚才还掩着好好的窗子半开，他放下书籍，款款站起来，连步走到窗户前，将窗子关上。正当他准备转身回去继续看书之际，突然从屏风处闪出了一抹艳丽的身影，将他抱进怀中。大殿下，你这般行径与那登徒子又有何区别？大殿下，你这般行径与那登徒子又有何区别？谁让你3日都没有回复？一有回复就说我俩不合适，我不找来，你是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同我划清界限？殿下，信中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管是身份还是性子都不适合。如何不合适？你我皆未成亲，你是太师府嫡女，我是大皇子，我看不出身份上哪里不合适。这世俗之事与我是浮云，我只想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如何。难不成我那日的一番话无法打动你？玉儿，我24年来第一次遇到心动的女子，3日没有收到你的答复，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想见你。我不管你往日如何，你现在就是自由身，我只想知道，抛去世俗，你对我的心意如何？给我一个机会可好？云玉的心间一颤，他的心大乱，张了张口，到最后都无从说出口。皇甫清歌将他的反应看在眼中，他顾不上礼仪，一把将云玉扯进怀中，深深抱着她。玉儿，你自己听，你能感受到你的心吗？儿，你自己听，你能感受到你的心吗？你自己感受不到吗？我能感受到你心跳动得很快。云玉浑身一僵，终是将他推开。你此刻前来还是不妥，你贵为皇子，做出此等事情来，若是让人知道，会让人如何看待你？我本就一身烂名声，又有何妨？若是如此做能得到你的心，我觉得值得。还不是你始终不给我答复，才让我做出此等事来。他略显埋怨的表情让云玉赶紧侧着身不去看他。玉儿，你先离开，明日我会给你答复。不，你现在就给我答案，不然我不离开。你还说不逼迫我？你这样与相逼又有何区别？如果我相逼有效，那我明日就去太师府下聘。不可。那又如何？我去请父皇为我们赐婚。我答应给你机会，你先离开。说出此话，他羞得直接转过身，只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皇甫清歌大喜，马上凑到跟前来，趁他不注意，直接在他的脸颊上印下一吻。小玉儿，我先走了，明日再来。袁玉正想说他几句，他的身影一闪，马上不知何踪。太师府，云修文夫妇早就等候在家里，见到云玉的那一瞬间，他们的眼睛一亮。父亲、母亲，玉儿回来了。好，玉儿快坐下。母亲好几日没见着你了，甚是想念呢。玉儿也挂念父亲母亲，还有阿锦。哦，对了，玉儿，上京最近传出不少消息，全都是有关你和大皇子的传言。母亲本来无意理会这些传言，只是事关皇家，不得不重视。今儿个你回府也正好听听你的想法。玉儿啊，你与大皇子是怎么回事啊？父亲母亲，确实是如传言所说，大殿下这几天都让小厮往县主府送膳食。玉儿，
大殿下虽贵为皇子，但是他行事作风均与皇家其他皇子不同，再加上他的母族没有任何助力。父亲、母亲，我明白你们所言，青哥他并不如外界那般传言。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思虑。经历将军府一事，我们也希望你能好。皇家不同寻常世家，虽然大殿下没有母族之称，他始终是皇族中人。玉儿啊，这条路恐怕不好走啊。父亲母亲，我看重的是青哥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身份。这一次他想为自己而活。好，你一直以来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母亲从来不用操心太多。从前是父亲对不住你，为你选择了将军府这样的人家，让你名声败坏。这一次父亲希望你能自己选一个良婿。父亲言重了，玉儿从来不怪父亲。三人相视而笑。袁玉在太师府停留了半个时辰，当他从太师府出来的时候，清河他们刚才没有听到自家小姐同老爷夫人的话，只是看小姐的神色，想必是谈得很愉快。小姐，是不是去兰亭湖？袁玉勾着笑容点了点头。你怎么才来啊？这后面全都是我刚才准备，花费不少时间。袁玉这才看到，在自己面前摆放着一架古琴，古琴的旁边是许多难得的名家孤本。这些书籍均是出自名家之手，很难得来的。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你是上京有名的才女，不难猜出你喜欢书籍。这些孤本呢，均出自名家之手，我自己早就收藏在府中了。不过我早已读完，现在全都给你了。这些全部给我？不过是几本书籍，看把你高兴的。你不知道这些书籍对我来说是有多重要。谢谢你。这古琴，莫不是你要在这里弹上一曲？这又有何难？难不成你不知道我会弹古琴？他说着，撩起身后的衣摆，大步来到古琴后方，大大咧咧坐下。早已听闻小玉儿的琴技过人，不如我们今日来合奏一曲如何？袁玉静静看着他，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淡雅的笑容，点点头。小玉儿，你先来。面对一把好琴，也勾起云玉的爱琴之心。他的指尖轻轻拨弄一下，一声柔美的琴声扬起。皇甫清歌的指尖同时落下，紧追着云玉的琴声而去，如清风绕杨柳，如鱼戏莲叶间。两人的手越来越快，琴声冲击到最激昂。云玉看了皇甫清歌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云玉指尖的动作突然放慢，激昂的琴声骤然回落，似乎从狂风暴雨回归万里无云。两人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同时做出收尾的动作。两人就这样静静对视，四周的一切变得安静下来。他的喉咙一热，毫不犹豫吻在自己朝思暮想的红唇上。当他的薄唇贴上他的红唇，皇甫清歌再也忍不住，加深这个吻。云玉渐渐倒在他的怀中，直到皇甫清歌心满意足，他才松开云玉。玉儿，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玉儿，我知道你的心里有我。正准备说话之际，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吵闹声。他们同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跟清河同元宝他们纠缠。让他过来吧。齐志晨冷哼一声，快步往湖心走去。眨眼的瞬间，已经来到湖心。你们干什么？如你所见。齐志晨的怒火肉眼可见的增加，如同捉奸的丈夫。男女授受不亲，你俩光天化日之下，竟做出这样的事。我俩做了什么？我们男未婚女未嫁，我对玉儿情深一片。我们在这里吟诗作对，齐将军这么激动做什么？齐志晨听着他那句情深一片，瞬间理智全无。你才离开将军府几日，你就是这般着急投入到其他男子的怀中。云玉，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当日在将军府中，你故作清高，实则早就按捺不住想找男子了吧？齐将军，我敬你是将军才给你一点脸面，你是我何人，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污蔑我名声？不要以你之心来认为其他人同你一样。再者说，我现在是自由身，就算我同大殿下在这儿吟诗作对，那在上京也是合情合理。请问齐将军以何缘由出现在这儿打扰我们？你跟我回去再说。哎，齐将军，请注意你的举止。现在玉儿是我中意的女子，云玉曾经是我的妻。殿下贵为皇子，就应知道不应夺人所爱。齐将军，你也知道是曾经啊。哎呀，玉儿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从你开始放弃玉儿那刻开始，你就没有资格来跟我说这些，更遑论争玉儿。玉儿，我说过，只要你回将军府，正妻之位依然是你的。如果你不喜欢沈淑柔，我可以将她改为妾室，让她搬离潇湘院，离你远远的，这样你就看不到她。你回来将军府吧。齐恒，
从前我只觉得你是痴情于沈淑柔，就算你娶她为她做的那些事情，我也能理解你们是情谊深厚。你现在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不禁为沈淑柔感觉到可悲。你果真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我只为自己能离开将军府感到高兴。早在仲秋宫宴时我就说过了，我们恩断义绝，从来没有回去一说，今日不会有，以后也不会发生。早在仲秋宫宴时我就说过了，我们恩断义绝，从来没有回去一说，今日不会有，以后也不会发生。你没听到玉儿说的吗？你们早就恩断义绝，不要再做纠缠，不然休怪我不客气。大殿下，就算玉儿同我一绝，也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知道，以玉儿现在的身份，同你绝无可能。玉儿，我对你的心从来不变，我不会放弃你的。说完这句话，他一脸低沉的转身离开。你没事吧？云玉摇了摇头，脸色略显苍白。不要听他说的话，你早已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难为婚女为家，同你一起名正言顺。皇甫卿哥，你为何就非我不可呢？我不是同你说过吗？你是第一个闯入我内心的女子，你的才华、勇敢、沉稳、容颜，所有都吸引着我。既然齐之晨不珍惜，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玉儿，明日我就进宫，跟父皇请求赐婚一事，可好？好。整个湖心岛浪漫而惬意，清风徐来，迷了他们两人的心。你这么早来找朕，所为何事？父皇，儿臣今日来是来请父皇赐婚的。好，你相中哪家姑娘？从来没有听到你同哪家姑娘走得近，这才几日啊，你就来找朕赐婚？莫不是随便找一女子？皇甫卿哥又如何不明白自己父亲在跟自己打哈哈？他才不相信自己见云玉的事儿在上京都传开了，他会不知道。父皇，儿臣不是随便找的，儿臣中意的姑娘正是您心封的县主云玉，请求父皇给我们俩赐婚。云玉确实是好女子，只是她才同将军府划清界限不久，你们是何时走到一起的？当日中秋宫宴，儿臣被她的勇敢感动，再加上她救父皇一事，让儿臣看到她与其他女子与众不同。儿臣最喜欢这种勇敢又有才情的女子，正好可以弥补儿臣的短缺。而且当日儿臣也救下她，这一来二往之间，我们就生出情谊了。哼，你倒是知道自己的短缺，只是你们认识的时日不长，这个时候赐婚，恐怕会引来他人的议论。父皇，云玉已经是自由身，当日她同将军府一决，还是父皇同意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儿臣也是未娶之身，我们在一起合情合理，又如何会引来他人的议论呢？父皇，云玉已经是自由身，当日她同将军府一决，还是父皇同意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儿臣也是未娶之身，我们在一起合情合理，又如何会引来他人的议论呢？况且当日是父皇答应儿臣的，只要儿臣找到心仪的姑娘，就同意我赐婚。现在父皇这般，莫不是说话不算数？你这兔崽子，朕岂是这般说话不算数之辈？朕只是认为你们认识的时日不长，感情还不够深厚，这个时候赐婚不仅会引起他人的议论，宫里也会有反对的声音。既然你钟情于他，何不等你们的感情稳定之后再来赐婚？再说你既然对他深情不移，也不怕再等等。此婚不是儿戏，朕的旨意一下就无再改可能。朕也是为你们好，毕竟云玉曾经嫁入将军府，她的身份相较于其他女子敏感不少。这样吧，再过1月，如果你们能排除众议，让朕看到你们的决心，朕就同意赐婚。父皇，上回是您答应我的，我今日来是要赐婚的，可不是想听您说这些。该你的就是你的，难不成1个月你也等不及？这样的感情，朕确实要衡量一二。好，儿臣答应父皇此事，那父皇答应儿臣的也要做到。1个月后，父皇看到我们的决心，就要为我们赐婚，还要让宫中也无反对的声音。好，那儿臣先行告退。皇甫卿哥说完，转身离开御书房。皇上看着他的背影，嘴角一直带着笑意，直到他走出御书房。皇上的眸光落在景公公的身上，沉声嘱咐：今日的事不要声张，朕倒要看看谁会反对此事。皇上放心，老奴一定不会说一个字。皇甫卿哥进宫求见皇上的事儿，在皇宫迅速传开，其德妃同梁妃的心思最为活跃。梁妃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全部表现出来。既然皇上没有同意皇甫卿哥的请求，想必是不同意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本宫就知道，云玉是个一绝之身，又有何资格嫁入皇家？皇上定是这番考虑，甚是气死本宫，让皇甫卿哥坏了好事。不过幸好皇上不同意。云玉啊云玉，就算你是县主又如何？你能同本宫的娘家扯上关系，也算是本宫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识相，那就让你承受恶果。走，我们去太后娘娘的慈宁宫坐坐。
而此刻在德妃的宫殿，三皇子皇甫和硕正好进宫来探望。在德妃的宫殿，三皇子皇甫和硕正好进宫来探望。母妃，大皇兄的事你怎么看？本来我是想见一见云玉的，看看将他配给本宫母族一个嫡系子弟，没想到他竟被皇甫亲哥看中。现在看来，本宫母族的子弟他是看不上眼，但是他想同皇甫亲哥在一块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母妃，为何你一开始就打算让云玉同母族的子弟婚配，而不考虑儿臣呢？硕儿，你该不会也看上云玉了吧？她是个什么身份？一个一绝之女，又岂能配上我的皇儿？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既然大皇兄看上云玉，想必一定有他的顾虑。儿臣觉得大皇兄断不是外表看上去的那般无用，云玉身后的势力同他自身的身份，都能为大皇兄增色不少。儿臣以为，万一淑妃娘娘诞下的不是皇子，还能拉拢淑妃娘娘这一方的势力，对儿臣也是极好的。此刻还不到这一步，淑妃还有一段时日才分娩，现如今先把皇甫亲哥与云玉分开才是要事。皇甫亲哥想让云玉成为他的助力，这主意打得倒是不错，但是横在他们面前的又岂是本宫的阻拦？还有太后娘娘、皇后娘娘、良妃等人，他们能过得了这一关再说。如若云玉的助力真的这么大，本宫可以考虑让他入你府中。如若云玉的助力真的这么大，本宫可以考虑让他入你府中，让他封为你的侧妃，也算是给他最大的荣宠了。只要他们没有成亲一天，这件事就有变数。儿臣听母妃的。你是母妃的骄傲，也是所有皇子当中最优秀的，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万不可能因为一个女子影响到你。好了，你先出宫吧。今日皇甫亲哥进宫一事，肯定会传到慈宁宫，母妃须得要出去一趟，探探母后的意思。儿臣先行出宫。臣妾给母后请安，给皇后娘娘请安。无需多礼，起来赐座。今天是什么风，就让你们二人齐到哀家的慈宁宫来？母后可是怪罪臣妾平日少来慈宁宫，臣妾平日是担心打扰母后歇息，想不到母后竟然这般想。看来我们以后要像皇后娘娘这样多来慈宁宫，不让母后误会才行。哀家又如何会怪你们啊？你们以后常来，哀家喜欢热闹。良妃娘娘的眸光微闪，状子不经意地说道：最近臣妾听闻大皇子殿下同云玉走得很近，昨日两人在蓝仙湖单独待了好几个时辰。最近臣妾听闻大皇子殿下同云玉走得很近，昨日两人在蓝仙湖单独待了好几个时辰。不知母后可有听闻此事？哦，还有这等事？亲哥同云玉何时走得这般近？德妃笑着附和：母后有所不知，自从云玉同将军府一决之后，他就成了上京的红人，很多世家都派媒人婆去说亲。听说县主府的晴天每日都有10封之多，大皇子不知道是因为何种原因，才同云玉走得这般近。说来也是云玉有本事，她确实是一个好姑娘。现如今上京就属她一人被封为县主，这样有才情的姑娘能得到大家的看重，也是她的福气。母后，这云玉远没有您想的这般单纯，她弃所有世家不顾，却单独同大皇子关系亲密，这让他人作何想啊？莫不是她想要嫁入皇家？今日臣妾可是听闻大皇子殿下在皇上早朝过后就去了御书房求见皇上，为的是赐婚一事。云玉是何身份？就算她被封为县主，那也是一绝之身，嫁入皇家，岂不是玷污了皇族的尊贵？还有这事儿？千真万确，现在上京想必都传开了。大皇子殿下今日进宫就是为了此事。母后您不管管，万一皇上真的赐婚，以后大家会如何看待我们皇家？他们一定会认为那等和离妇、一绝女也是可以嫁入皇家。自古以来，皇家最注重血统名声，这若是让这样的女子嫁进来，我们皇族还有何威严？岂不是连普通人家都比不上？荒唐！寻常人家又如何能同皇家比？既然亲哥是请皇上赐婚，皇上必定有他的衡量，就算是哀家，也没有能力左右皇上的想法。哀家听闻当日递帖子到县主府的也有你们二人的帖子，莫不是你们二人也看中云玉的才华？这不是之前觉得云玉有才情，臣妾也是爱才之人，这才打算见一见他吗？臣妾也是这个想法，断没有想到云玉的心思是嫁入皇家，若是知道，一定不会给他递帖子。此事既然皇上没有发话，全是你们二人的猜测，你们又何必如此心急？再说，哀家看云玉挺好一姑娘，绝没有你们说的这般心思。此事言之过早，哀家也罚了，你们先退下吧。此刻的翊坤轩，并且遍地狼藉。恒儿，你这是怎么了？齐母一脸惊讶地走来。你来这里干嘛？瞧你这孩子说的，母亲还不能来看看你了。哎，恒儿，那云玉有什么好的，竟让你变成这般？当日他高高在上，全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母亲最看不惯他这副模样。如果不是母亲敲打他一二，还不知道他如何高傲呢。你什么时候敲打过他？没有，刚才母亲就是随意说的。
就算母亲不说，我也可以查出来。母亲是自己说，还是让我查出来？如果是我自己查出来，以后齐香林的事，母亲就不要指望我会帮忙。恒儿，母亲说还不行吗？他将当日敲打云玉不懂讨夫君欢心的话仔细说出来。母亲好生能耐，竟然这样敲打他。当日我醒来不久，对他不了解，你还不了解云玉吗？2年的时间，都是他操持将军府，府中的一切银钱都是他填补，包括你们的月银都是云玉的。这些母亲就没有看在眼里吗？你就不念着他的好？但凡母亲和灵儿对他好点儿，他也不会这样义无反顾，同将军府一决。恒儿，如果不是你那样对他，我们又怎么会看你脸色给他难看？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冷落他、欺辱他，最伤他的心。恒儿，你也不必如此气馁，说不准跟云玉还有机会。齐母的声音落下，齐之晨回头看着他，似乎不敢相信。往年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都会宴请上京的公子哥同世家小姐去放纸鸢，今年也不例外。他们今年早就将请帖递给云玉，我们将军府的帖子也送到。有了梁妃娘娘这层关系在，到时候你一定能够见到云玉。恒儿，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可以趁机见见他，跟他说明缘由。不过首要之事是先哄好沈淑柔，毕竟梁妃娘娘是沈淑柔的姑母，你若是冷落她，梁妃娘娘问起此事，你也不好交差啊。我真的能见到云玉？当然啊，到时候母亲也会去，还有沈淑柔、灵儿，我们都是自家人，想要共同做好一件事，岂不是很容易？不过首要之事是让淑柔接受此事，你将她禁足这么多天，也是时候放她出来了。母亲，你给灵儿送封书信，告诉她那日助你，我一定要让云玉回心转意。袁夫人带着云玉来到赵夫人的身旁，两人点点头。赵夫人安。玉儿来的正好，今日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宴请，难得上京如此热闹，你呀就应该多出来走走。瞧瞧这气色多好，这人呢心情舒爽了，从气色就能看得出来。赵夫人所言在理，他人嘴上如何说好，这气色就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家玉儿自从拥有独立的县主府，这气色是一日比一日好了。两人相视而笑，赵夫人凑近袁夫人的跟前，低声道：这玉儿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长得如花似月，满腹才华，若是没个人在身边就可惜了。我听闻玉儿同大皇子殿下近日走得近，也是好事一桩啊。玉儿沉稳有主见，我相信她懂得衡量。袁夫人没有否认，已经证实了赵夫人的话。赵夫人满含深意一笑，点点头。哟，赵夫人、云夫人，原来你们都坐在这里呀。静安王妃好像刚发现他们一样。静安王妃安。哦，玉儿也在这里。上回你来静安王府，听轩儿同婉儿他们说你们邢雅令很不错，想不到你们这么投缘。你回去之后啊，婉儿可是念叨了你好久。今儿个轩儿同婉儿也跟着我来了，待会儿放纸鸢，你们可有伴儿了。玉姐姐，上次一别，我同哥哥都念叨着你啊，今日见到你真的很高兴，不如我们等会儿一起放纸鸢，可好？云姑娘，实则是清婉念叨了你许久，知道你来放纸鸢，这才求着母亲跟来，说一定要同你一起放。就在他准备回答之际，一道慵懒的嗓音传来：不好意思了各位，玉儿这次放纸鸢要同本宫一起呀。几日不见，云夫人同赵夫人又亲密几分，本宫还以为是哪家刚入府的娘子呢，这般貌美，连静安王妃也在这里，好巧啊。大殿下尽会说笑，臣妇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哪能跟刚入府的娘子相比呀？大殿下，臣妇若是那等刚入府的娘子，岂有云玉这般大的女儿啊？本宫可不是说笑，是两位夫人就是如此。云玉看着皇甫清歌一句话就把母亲同赵夫人逗得这般乐，他的眸光也染上笑意。玉儿等会儿跟本宫放纸鸢。洛世子、洛姑娘，不好意思了，我和玉儿早就约定好了，今日一起放纸鸢的，你们不介意吧？既然你们早就约好，不如我们4个一起放，人多也热闹。其实已经够热闹了，这里人多，玉儿喜静，太多人她会不习惯的，是吧，玉儿？云玉到嘴的话全都咽下去，改为点点头，眸底深处满是笑意。恒哥哥，只要你答应对我好，我可以帮你。如果你可以帮助我将她带回来，我答应你，一定对你好。沈淑柔的脸上一喜，不管齐志晨的心中对他有没有情感，此刻他都无所谓了。此刻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并行走来，两人一身华贵。难得今日天气晴朗，众位愿意陪本宫放纸鸢，本宫心中高兴。本宫同德妃娘娘就喜欢放纸鸢，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盼望着这日子啊，今日见到了大家这般赏脸，这喜悦呀也添上了几分。本宫早就命人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纸鸢，大家都不用拘谨，今日好好尽兴玩。
哎，大殿下也在此。我也喜欢放纸鸢，这就来了。我以为我的衣裳足够艳丽，不曾想啊，依然引不起你们的注意。看来还是不够亮眼啊。皇兄，三皇子同六皇子同时对着皇甫清歌点头示意。三皇帝和六皇帝也来了，还是你们眼神好啊，能看见本宫。德妃娘娘同良妃娘娘的脸色有几分尴尬。原来玉儿在这儿。自从你封为县主之后，本宫还没有好好跟你说过话。本宫与你也很投缘，快来本宫这边坐下。本宫准备了好多纸鸢供你选择，保准让你玩得尽兴。能得两位娘娘挂年是玉儿的荣幸。既然玉儿借两位娘娘的光能选择纸鸢，那玉儿就不客气了，今日定玩个尽兴。且看我的纸鸢是不是放得最高。好，这会儿正适合放纸鸢，大家事不宜迟，赶紧挑选纸鸢去放吧。今年的纸鸢很漂亮，先由各府小姐前去挑选，且看谁的运气好，可以选到一只又大又美的纸鸢。快去吧。所有贵女均是独自前往，所以云玉也没有带婢女。在她迈步的瞬间，沈淑柔同齐香菱对视一眼，紧跟在后。就在大家准备再次拐弯的时候，云玉抬眸，突然有两人拦在自己的跟前。姐姐，好久不见。嫂嫂，我早就同将军府恩断义绝，同你们二人没什么好说的，不要挡道。嫂嫂，灵儿出嫁那日您没能来，今日难得一见，灵儿有好些话想与您说。嫂嫂，您不要如此绝情嘛！我不是你嫂嫂，当然我说的话你不听，你既已嫁入宋府，全都是沈淑柔的事，她才是你的好嫂嫂。嫂嫂，灵儿不过是念着旧情，你又何须出此言？灵儿真的有许多话想同嫂嫂说呢。嫂嫂，借一步说话。他的话音落下，强行拉着云玉的手往左侧的长廊走。沈淑柔见此，也赶紧拉着云玉的另一边手，将她带离原地。云玉脸色一变，开口大喊，没等她喊出声，就被齐香菱捂着嘴巴，一句话都喊不出来。齐香菱同沈淑柔拉着云玉走到空无一人的居所小院，这才放开她。你们好大的胆子，这里这么多人在此，你们竟然做出此等之事！云玉的声音落下，一道殷切的声音从她的身后响起来。玉儿。齐香菱同沈淑柔眼神隐晦地走开，她缓缓转身，见到齐志晨站在她的身后2步的位置，她赶紧后退，心中警铃大响。玉儿，不要走，我好想你。你离开将军府之后，我每日每夜都想着你。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前不该那样对你。你回来吧，我一定会改的。玉儿，我真的很想你。袁玉用尽全力挣扎，将自己的手抽出来，她来不及说话，提起裙摆快步跑出去。只是没等云玉跑几步，再次被齐志晨拉住。这次他直接一把将云玉扯入怀中。玉儿，求求你不要走，我有话同你说。我真的后悔了，我不想放你离开。齐恒，你放肆，快放开我！玉儿，我爱上你了，求你回来将军府。没等齐志晨说完，就被突如其来的一拳头狠狠打在身上，紧接着又是一拳，再次一拳。好了，没事了。皇甫清歌轻轻拍了拍云玉的后背，眼里蕴含着滔天怒火。他一脸警告地看着齐志晨。我说过，你再纠缠玉儿，我不会放过你。今日给你几拳是警告，下次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你了。哼！如果不是因为外面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闹开，对云玉的名声不好，他一定不会放过他。在皇甫清歌和云玉走后不久，沈淑柔和齐香菱带着前去选纸鸢的贵女呼啦啦走过来。哎，这里有什么声音啊？我刚才见到云姑娘好像往这里来了。等到他们带着贵女来到指定的地点，只见到齐志晨一脸痛苦地弯着腰，哪里有云玉的身影？夫君，刚才你同云姑娘在这里，怎么不见她？齐志晨的脸色低沉，还没有说话，就听见从人群后方传来一道轻柔的声音：齐大奶奶这话何意？我从来没有踏入过这儿，怎么就同齐将军在此了？玉儿一直跟本宫在一块儿，什么时候来过这里？齐大奶奶莫不是人未老眼就花了？玉儿，咱出去吧，放纸鸢去。各位世家夫人看着场中各公子同小姐放纸鸢，边品茗边叙话。正当大家说得起兴，场中不少放纸鸢的公子小姐走回来中途休息，其中就有云玉同皇甫清歌。眼尖的齐母马上看到云玉走来，她的眸光一闪：玉儿，快来坐下。母亲许久不曾见你，难得今日一见，来，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有好些话想跟你说。齐夫人这是何意？玉儿乃我的女儿，就算歇息也是来我的身边。你一口一句母亲叫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玉儿的生母。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有些礼节还得遵从。既然玉儿同你将军府一绝，就不要再装模作样的有牵扯。亲家，云夫人，你看我这记性，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不是念着同玉儿往日的情谊，一时无法改口吗？齐夫人，我们从前在将军府的时候就
就没有多少母女的情缘，今日就不必如此客气，我同我母亲这里坐着就好。姐姐，你莫要这样说，母亲在将军府一直念叨着你，我今日能见到姐姐，高兴了很久呢。姐姐，你莫要这样说，母亲在将军府一直念叨着你，我今日能见到姐姐，高兴了很久呢。还有灵儿，也念叨你许久，你这样说，该多伤母亲同灵儿的心啊。嫂嫂，您在灵儿的心中一直都是好嫂嫂，这才2个月不到，嫂嫂就忘记当初在将军府的事了。这一幕真假难辨，让在场众人看得津津有味，就连梁妃同德妃也开口说话。圆月，你看将军府众人对你挺好，你怎么就下得了决心同将军府一决呢？本宫看齐将军对你情深一片，这段时日以来呢，一直在挽留你，对你颇为用心。齐将军自是不能跟皇族相比，但是也算是上京出众的世家。玉儿，只要你回府，你说什么都可以，我都会听你的。姐姐，你不在府中，夫君好几次想来都念叨着你，促将我认错你。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很是精彩。想不到齐将军同云姑娘的感情这么好，那为何要一决呀？就是啊，寻常人家的女子也做不出来一决的事儿。有几个好事的夫人低声议论着，明摆着想看热闹。是要本宫将将军府的丑事一件件一桩桩说出来，以示玉儿的清白。齐夫人，你在将军府如何编排看低玉儿，不必本宫替你数出来吧？当日你收了沈淑柔多少好处，让你当着众人的面数落玉儿，这会儿倒是婆媳情深了。还有你，齐香菱，你是什么玩意儿？连祖母都能气死的人，竟好意思在这里说深情？季恒，你的那点破事儿，非要本宫抖出来吗？本宫说过，玉儿乃是本宫中意的女子，你若再纠缠于她，本宫就对你不客气了。现在大家都在此，那我们就当众较量一番。是不是我赢了，你就将玉儿归还给我？哼，妄想！玉儿是本宫认定的女子，不是货物，岂是说归还就归还？现在可由不得你敢不敢较量。话音落下，皇甫清歌妖娆的身影一闪，大袖纷飞，来到齐志臣的身边，挥出左勾拳。齐志臣赶紧向外跨出一大步，躲避皇甫清歌的攻击。齐志臣作为大将军，却被皇甫清歌打得连连后退，很快脸上就挂了彩，青紫一片。云玉的眸光落在皇甫清歌的身上，突然变得柔和起来。本宫早就说过，不要再纠缠玉儿，你不听，这都是你自己活该。他站起来，大摇大摆地朝着云玉而去。我们走吧，本宫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纸鸢这种东西，本宫不喜欢，还是留给其他人吧。云玉抬眸，对上皇甫清歌的眸子，将自己的手放在他的大掌中。在这一刻，他也不想理会众人的目光，放下所有，只为自己。看着他们两人紧紧握着的双手，竟然无一人敢说什么。皇宫的议政殿，各位爱卿，可还有事要奏？这时，沈正安往左侧站了一步。微臣有事奏。沈爱卿请讲。回禀皇上，微臣所奏之事，正是近日上京传得沸沸扬扬之事。事关大皇子殿下，当日他为县主云玉红颜一怒，当着上京官家夫人及2位贵妃娘娘大打出手，以致议论纷纷，对我朝的影响深重。事关大皇子殿下，当日他为县主云玉红颜一怒，当着上京官家夫人及2位贵妃娘娘大打出手，以致议论纷纷，对我朝的影响深重。大殿下有违皇子遗德，为我朝长远着想，理应断绝大殿下同云玉的来往，请皇上定夺。没等皇上发话，云修文举着护板站出来。回禀皇上，微臣不同意沈大人所说。好，云爱卿请讲。沈大人只说当日大殿下同齐将军大打出手，却没有仔细说发生了何事。那天是2位贵妃娘娘邀请上京所有世家子弟前去放纸鸢，齐将军府中众人纠缠小女，言谈间竟将过错推到小女身上。大殿下看不过眼，这才提议与齐将军较量。齐将军自己没有本事，反倒让老丈人前来告状，这又是何理？沈大人言辞不言，连事情的真相都说不明白，只想着护短，这实在不妥。清哥，你有何话说？回父皇，儿臣确实有话说。哦，且听你说来。皇甫清歌回眸看着沈正安，突然勾起一抹冷笑。沈大人，本宫且问你，若是有人当众调戏你家夫人，一口一句等着你的夫人，你当如何？荒唐！岂有人这样说话？
哼，你都知道荒唐，又岂会不知齐之臣荒唐？这如何能够相提并论？云姑娘同妻，如何不能相提并论？玉儿正是本宫准备娶的正妃，本宫已经跟父皇请旨赐婚，身份地位比你家夫人都要高。本宫不过说你家夫人一句，你就喊荒唐。若是真的发生这些事，你们的夫人被他人调戏，作为男子，你们当真无动于衷？沈正安涨红着脸，被皇甫清歌气得不顾规矩，伸出食指指着他半天，说着：“你，本宫什么？本宫护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就让你这样参本宫一本？本宫什么？本宫护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就让你这样参本宫一本？就允许你护着自己的妻子，不允许本宫护着了？这是何道理？”云修文看着皇甫清歌的眸光充满赞赏，挺直背脊，一副理应如此的表情。皇上，大殿下强词夺理，还请皇上来定夺。哼，说不过本宫就找父皇帮忙，沈大人好生能耐啊！本宫还说你强词夺理呢。父皇，儿臣当日就已经向您请旨赐婚，父皇未曾答应，闹得今日被沈大人参儿臣一本。今日无论如何都要给儿臣一个说法，儿臣同云玉的婚何时赐下？父皇不答应，儿臣就赖着不走了。皇上不可呀！大殿下现在就被云玉迷成这般，若是为他俩赐婚，大殿下可不就成了那等？哪等？你想说本宫是哪等人？且不说父皇现在正值壮年，本宫从未心思在父皇的皇位上。既如此，又何须担心本宫会荒废社稷？这社稷是本宫能荒废得起的吗？再者说，云玉才华出众，被你这等人三言两语说成红颜祸水，你是何居心？你是看不得本宫好？皇甫清歌的每一句话都让沈正安额头冒汗。皇上明鉴，就算给微臣100个胆子，微臣也不敢这样想啊！父皇，儿臣说的有错吗？儿臣从来没有这个心思。父皇正值壮年，少说也会在位数10年。沈大人这般着急为我朝着想，担心哪位皇子荒废社稷，这是何意？皇上的眼睛眯起来，没有说话。沈正安吓得浑身冒汗，马上跪下来为自己辩解。皇上，老臣万不敢有这样的心思。老臣之所以这般上奏，不过是想各位皇子都是人中龙凤，不被女色迷了心智，断没有想到皇位的事上去呀。老臣对皇上忠心耿耿，求皇上明鉴呀！说本宫沉迷女色，那沈大人的府中不知道有几位女眷？有没有夫人小妾填房？本宫的府中可是连一个女眷都没有。哼，不必磕了。赵卿家，此事你如何看呀？赵大人是我朝出了名的刚正不阿，学富五车，对于礼节规矩之事最为看重。回禀皇上，老臣认为大殿下年24，老臣认为大殿下年24，这个年纪的男子在上京大多婚配，而大殿下的府中无一女眷，这些年也不曾听说大殿下同哪个女子有牵扯。首要考虑之事是大殿下是否有隐疾，而不是沉迷女色。第二，大殿下同云姑娘男未婚女未嫁，最多就当两情相悦，为情痴狂。大殿下能有这番改变，理应是好事。老臣不解，沈大人不分青红皂白说大殿下沉迷女色，从何处看出来？再者说，若真的被沈大人阻止此事，大殿下这年岁莫不是要荒废到30都不能娶妻？沈大人这般居心，才是祸害我朝皇族开枝散叶的举动。皇上，这就是老臣的见解。皇甫清歌抽了抽嘴角，少见的出现无语的神色。他看着赵大人，不得不说佩服。要不说他怎么能当大学士，三言两语就将沈大人的话论醉？有隐疾，他自己想想都觉得想笑。皇上，老臣没有这个想法，老臣从来没有想过让大殿下绝后。皇上赞赏地看着赵大人，眼神发亮，颇有几分终于找到知音人的架势。他就说，赵大人不愧为朝堂最公正之人。好了，朕认同赵大人所说，清歌20有4，也是时候娶妻生子了。他能有这番改变，朕理应高兴。朕就答应你的请求，为你同云玉赐婚，择日会将圣旨颁布下去。你且好生对待云玉。儿臣多谢父皇。想不到赵大人一句他有隐疾，就将他请求赐婚一事搞定。早知道他就让人散布出去他有隐疾一事，说不定父皇会早点为他赐婚。行了，注意点姿态。还有沈爱卿你，看事不仔细，随着谣言摇摆想法，这可要不得。朕就当你年岁大了，
此事暂且不追究，不要再有下次。朕就当你年岁大了，此事暂且不追究，不要再有下次。老臣多谢皇上开恩。大家开始看向云修文同皇甫清歌，离他们站得近的官员低声道贺。皇甫和硕始终没有说话，他的手捏紧成拳。原本以为今日沈正安上奏会让皇甫清歌名声大损，没想到不仅没有损坏，反而让父皇同意赐婚。这样一来，他的婚事想必也快了。回头看着皇甫清歌，低声说了句：“皇兄，恭喜啊！”到时候我大婚，皇帝可要来多喝几杯啊！啊！行了，朕的旨意下了，你再高兴都来得及。还有一事，朕本来想着等大家无事起奏就说，我朝与邻国的5年邦交之期已到，按照规定，他们10日后就会出使到我国，正巧赶上我们的秋猎，到时候同行的还有他们的皇子和公主，事关重大，到时候秋猎仪式务必隆重。同一时间，在他们还没下早朝的时候，太后娘娘让人出宫去请云玉进宫。两人跟着宫女一路走到太后娘娘的慈宁宫，还没进去，就感觉到今日的慈宁宫有些不一样。宫女转过身来，对着云玉扶了扶身：“云姑娘直接进去即可，太后娘娘传有旨意，说云姑娘来了就直接入内。”有劳姑姑。迈着莲步走入慈宁宫的正殿，云玉的脸色平静，缓步走到中间，做出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礼仪，逐一给在座的各位问安。太后娘娘的脸色缓了缓，抬起手来：“玉儿起来吧。”长得果然绝色啊，难怪会将大殿下迷得为你大打出手。梁妃娘娘就轻声笑了起来：“当然，不然怎么会引得皇子和将军大打出手？哼！当日啊，臣妾同德妃姐姐去赏纸鸢，可没想到闹出这样的事情。这事一直搁在臣妾心中落了画饼，还不如不出宫的好。梁妃妹妹所说正是臣妾心中所想，今年放纸鸢比往年还要热闹。这热闹啊，还有点不受控制，臣妾年岁大了，看不得这般热闹。臣女多谢娘娘称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月儿生的这般模样，多得父母之恩。月儿生的这般模样，多得父母之恩。只是不解两位贵妃娘娘所说为何。臣女记得当日两位贵妃娘娘说过很喜欢热闹，放纸鸢之日也很开怀。母后，臣妾就说云玉不仅貌美，还能会说道吧？这才将大殿下给迷得失去了理智，现下你信了吧？云玉，你不知何意，本宫告诉你，今日大殿下为你大打出手，有违皇子遗德。平日这时候百官早就下朝，今日还没下朝，必定是在议事殿商议此事。你一介女子引得朝政大乱，你可知自己错在何处？你错就错在不应以一绝之身勾引着大殿下，你身份本就引发争议，还迷得他理智全无，让皇族惹人非议。母后，事关重大，已经影响到了朝政。朝政之事我们妇道人家不能商议，但是后宅之事倒是可以做主的，还请母后早点定夺。玉儿，哀家想听听你如何说。回禀太后娘娘，臣女从无影响朝政之心，更谈不上迷乱大殿下。臣女只想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事。臣女承认心悦大殿下，却从来不曾做过逾越之事，何来勾引迷惑大殿下之说？两位贵妃娘娘口口声声说大殿下为臣女大打出手，影响朝政，当日发生何事，两位娘娘最是清楚。如若两位娘娘忘记当日之事，臣女不介意重新说一遍。如若两位娘娘忘记当日之事，臣女不介意重新说一遍。臣女相信皇上明察秋毫，也相信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公平公正。臣女有没有做过迷惑殿下之事，必定能够查清楚。臣女想问，既然娘娘知道今日未下早朝，那么娘娘是如何知道百官正在商议此事？两位贵妃娘娘刚才所言，是否也有在猜度朝政之心呢？你一介臣女，好大的胆子，竟敢污蔑本宫！本宫何曾说过猜度朝政？你这般污蔑本宫，又如何做不出迷惑大殿下的事？正在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为难之际，突然一道声音从门口的方向传来：“你们才是好大的胆子！皇上的早朝未下，就敢做出忤逆皇上的事！”听到声音，慈宁宫里面所有人同时看着入口，见到来人是淑妃娘娘，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悄悄松一口气。淑妃来了，快坐下。姑母，放心，有姑母在。淑妃这话是何意？本宫何时忤逆过皇上？淑妃不要觉得自己怀有龙胎就信手拈来，和云玉一样。哼，两位姐姐这话说的，皇上已经下朝，为大殿下同玉儿赐婚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两位姐姐在慈宁宫说玉儿迷惑大殿下有罪，这不是忤逆皇上是什么？还是说两位姐姐比皇上更加明察秋毫？皇上看不透的事，两位姐姐一眼就能看透啊！云玉一愣，皇上答应为他们赐婚了。云玉的内心涌现一股暖流，所有担忧在此刻化为喜悦。不可能，皇上怎么可能会为他们赐婚？你一定是在说谎。臣妾可没有说谎，这件事还不简单吗？既然皇上已经下朝，一问便知啊。两位姐姐也真是糊涂了，误传圣旨是有罪的，
两位姐姐糊涂，臣妾可不糊涂，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好了，这些事情你们俩闹了这么久，还不够吗？哀家说过，玉儿不是这样的人，你们硬不听，硬要来闹。现在好了，皇上已经下了定论，你们也该消停了。皇后也端出皇后的架子，笑道：“哎呦，两位妹妹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出宫一趟，高兴过头糊涂了？”母后，臣妾也是担心皇族蒙羞，这才着急请母后定夺。现在没事，那就好了。啊，对，臣妾也是这般想的。当初听到谣传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皇族蒙羞，这才冒着被人非议的危险前来请母后定夺。臣妾那都是为了皇族的名声。既然现在真相大白，臣妾也为大殿下同允玉高兴。既无此事，那臣妾就不打扰母后歇息了。臣妾也先行告退。对太后娘娘扶了扶身，大摇大摆地走出慈宁宫。云修文疼云夫人压根想不到，还在睡梦中就被婢女吵醒。发生了何事？老爷夫人，大殿下抬着聘礼进府说亲来了。此刻正殿的大院里都已经放不下聘礼，这该放到何处呀？什么？婢女再次重复了一遍，说出的话和刚才一字不差。云修文夫妇对视一眼，在对方震惊的目光中终于回神，紧接着急急忙忙更衣。正院放不下的聘礼抬到祠堂去。云修文不用梳妆打扮，很快换上华服往正殿赶。当他走到正殿时，被大院堆积的无法落脚的聘礼惊呆了。御膳大人，我这些聘礼还够吗？不够我再补。哎呀，够了够了，大殿下现在就这般称呼是否过早？云修文越看皇甫清歌越满意，反正比齐志臣强多了，也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看中将军府是心瞎眼瞎。那应该何时称呼啊？这事儿还得等内人来。还有，玉儿此刻也不在场。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玉儿此刻也不在场。我打算给他一个惊喜。云修文用手掩饰嘴角的轻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惊喜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惊吓。这时，袁夫人已经梳妆完毕，带着丫鬟走来。臣妇拜见大殿下。不必多礼，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唤我亲哥就行了，以后不用多礼。袁锦初次近距离见皇甫清歌，从心里觉得他比齐志臣强多了。姐夫说的是，确实不用这么多礼，以后就是自家人了。阿锦说这话确实合我心意。我听闻你近日开始练武，改日我带你到军营去学习练武如何？好，多谢姐夫。我们没有想到，清哥你这么早就来下聘，府中也没有什么准备，这会玉儿也不在，不如等玉儿回来再商谈如何？自然好的，我不知礼节如何，想着好事要赶早，这不就来了吗？连玉儿都来不及说。见他这般诚心，袁秀文夫妇的笑容加深，皇甫清歌的用心他们看到了，也很满意他今日的赶早。今日的洗尘宴布置得异常隆重，各官员早已带着家眷等候着，就连各大嫔妃也早早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坐在左边首位的三人。一男子年纪大约20出头，穿着异国风情的服饰，坐在他旁边的女子看起来比他小几岁的样子。他们就是邻国的皇子赫连敬和公主赫连安阳。坐在他们旁边的，则是这次跟来的使者。欢迎靖王子、安阳公主及使臣来到上京。今日这洗尘宴专门为你们接风洗尘，你们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好不容易来趟上京，这段日子一定要在上京好好游玩一圈。谢皇上。皇上，安阳第一次来永和王朝，有许多地方没有见过，人生地不熟的，不知可有人领着我们游玩？不然我同皇兄走一圈，都不知道如何回来。这话传出去可不得了啊！在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贵客来到，怎么会连一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呢？在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贵客来到，怎么会连一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呢？安阳公主放心，你们不会走失的，朕会让人带着你们。皇上，不知安阳可否指定人给我们带路？像皇上所说，我们远道而来，在这里10多天，如果有一个合眼缘的人带路，我们的心情也会愉悦些，是吧，皇兄？安阳所说正是我心中所想，就是不知道皇上是否答应。哦，这又有何不可？安阳，你说想要何人带领？皇上，我想让大皇子殿下带领我们去游玩，就是不知道大皇子殿下是否得闲。皇上脸上的笑容微凝，还没开口说话，赫连敬也站起身来。2男1女，安阳难免孤单，若是多一位姑娘同行，安阳必定高兴，不知这位姑娘可愿意？他笑着指向云玉。哦，你们俩选中他们，这事儿啊，还真得问问他们。靖王，你这样指着我的王妃，
与理不合啊。哦，你们俩选中他们，这事儿啊，还真得问问他们。靖王，你这样指着我的王妃，与理不合啊。哈，想不到这位姑娘是大皇子殿下的王妃呀。只是我怎么见她依然是未婚女子的装扮呢？而且我听闻大皇子未曾娶妃呀。在场其他人全都是看好戏的表情，尤其梁妃娘娘。大殿下这话欠妥，皇上还没有颁发圣旨为你们赐婚，你们还没拜堂成亲，元玉还不算是你的正妃。哦，原来如此，多谢梁妃娘娘解答。这都是应该的。淑妃娘娘冷哼一声，最看不惯梁妃娘娘这个嘚瑟的模样。哎呀，梁妃姐姐这话说的，虽然皇上没有给大殿下同玉儿颁发圣旨，但是皇上已经开口答应此事，皇上金口玉言，一定会作数的。大殿下说云玉是他未来正妃，倒也没有说错呀。还是有差别的。皇后看了看云玉，在心中叹一口气。靖王同安阳公主好眼光啊，靖王同安阳公主好眼光啊，一眼就看上我们上京的大皇子同县主。我朝人才辈出，还有许多优秀的好儿郎好姑娘，本宫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愿意为靖王同安阳公主带路。只是本王就喜欢让大殿下和云玉姑娘陪同，不知你们可否愿意？亲哥，云玉，你俩可得闲呢？当然得空了，本来迎接靖王同安阳公主就是本宫的责任，这下本宫带着玉儿一起，也算是尽地主之谊。大殿下所说不错，有机会同靖王及安阳公主相约同游，是臣女的荣幸。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最喜欢热闹。不错，既然有亲哥同云玉带着靖王和安阳公主同游，朕相信一定会很热闹。哎呀，说起来，朕也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们了，想不到这一眨眼，安阳已经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次来到上京，不知道能不能见识一下安阳公主的才艺呀。哎呀，说起来，朕也有好些年没有见到你们了，想不到这一眨眼，安阳已经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次来到上京，不知道能不能见识一下安阳公主的才艺呀。安阳这次来确实带了舞蹈献给大家。好啊，今日大家有眼福，可以看到安阳的舞姿，朕也很期待呀。安阳就后言献丑了，不知道有没有谁可以出来给本公主配乐？安阳公主勾唇一笑，正对皇甫清歌的方向。她希望皇甫清歌可以为自己配乐，只是皇甫清歌一脸慵懒，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一动不动。安阳公主都大胆献舞了，就没有人出来配乐吗？这时赵伟笑着站了起来。啊，微臣略懂音律，如果安阳公主不嫌弃，不如就让微臣来配乐吧。你就你吧。赫连安阳轻盈地跳起赫连国的舞蹈，柔美而奔放。她的身姿柔软，每跳一下都能摆出难度极高的造型，并配合着叮叮当当的声音，充满异域风情，让众人眼前一亮。后，安阳公主以一个绝美的造型结束这支舞。哎呀，安阳的舞姿果然绝美，赫连国真是人才辈出啊！谢皇上夸奖。皇上，安阳身为远客，以舞表达我对皇上以及上京众人的尊重。现在安阳已经展示过舞蹈，不知道你们可有人出来献舞，以表示对我同皇兄的欢迎之意。安阳所说可不是歌龄舞者的舞蹈，贵国地大物博，肯定有很多有才华之人。安阳远在赫连国，听闻云姑娘是上京的第一才女，今日到来，不知能不能请云姑娘展示一下舞姿。安阳公主想看臣女的舞姿，臣女又怎会不从？还请大家不要笑话臣女。云姑娘，你这第一才女的舞姿，可不要让安阳失望。既然安阳公主想看臣女跳舞，那臣女就以舞来表达对靖王爷同安阳公主的欢迎之意。既然月儿献舞，又怎可没有乐曲呢？说着，她大摇大摆走到中间，在众人的注视下，元玉轻步慢舞，衣袖随着她的动作飘动，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可不要让安阳失望。既然安阳公主想看臣女跳舞，那臣女就以舞来表达对靖王爷同安阳公主的欢迎之意。在众人的注视下，元玉轻步慢舞，衣袖随着她的动作飘动，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皇甫清歌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在元玉舞出第一个动作时，他的双手轻抚琴弦，拨动出柔美的曲子。大家全都瞪大了眼眸，被元玉这出场的柔美舞姿惊艳到。随着元玉的动作渐渐停下来，皇甫清歌的琴声也终于停止，两人完成了绝妙的配合。赫连安阳直接惊呆在座位上，说不出一句话来。尽管他不想承认，却也知道元玉这支舞是极好的，他根本无法跟元玉相比。云姑娘此舞只应天上有，
大殿下的琴声绕梁悦耳，同云姑娘的舞姿配合无间，真乃绝配呀！不错不错，云玉同安阳公主的舞姿各有千秋。今日为靖王同安阳公主接风洗尘，难得如此热闹，开宴吧！大皇子府的大门缓缓打开，守门小厮见到安阳公主站在门前。安阳公主，我家殿下说了，他已安排好今日的行程，请安阳公主回去稍等片刻。我不要回去等，你家殿下醒来没有啊？我进去里面等着吧。说完，他抬步就往里面走。安阳公主请留步，没有大殿下的吩咐，公主贸然进入府中，大殿下会责罚小的。哎呀，没事儿，你家主子若是惩罚你，你就说是本公主执意要进来的，不关你的事。见劝说不成，直接跪在安阳公主的跟前。安阳公主，小的求求您留步，我家殿下还未起来，您这样进去不妥，请容小的进去通传一声。哼，那正好，我进去叫醒你家殿下。在赫连安阳快要踏入大皇子府门之际，元宝突然从里面走出来，他身后的门也砰的一声应声关了起来。安阳公主请留步，我家殿下已经醒来，他让小的前来告知安阳公主，大皇子府现在只有男主子，在女主人进府前，安阳公主进府会惹来闲话，殿下让小的转告安阳公主回去等着，我家主子安排好，自会让人告知公主殿下。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拦在本公主面前，快把门打开！不好意思，安阳公主，这都是我家殿下的命令，小的只服从我家殿下的命令，恕小的无能为力。赫连安阳见他这样，一脸气愤的转身，四周看热闹的百姓看着这一幕，全都捂着嘴直笑。大殿下明明不让他进去，他还强迫人家开门，这安阳公主怎么这样啊？难道他不知道大殿下同云姑娘已经定了亲？该不会赫连国的姑娘都是这样的吧？听着大家的议论声，赫连安阳的脸色涨红，这才快步离开这里。今日带着靖王爷同安阳公主游玩，本宫想着人多热闹，就叫来大家一起了。四公主皇甫琼安同洛清婉相伴而来，走到云玉跟前。皇兄，你今日来莫不是让我们当陪衬吧？玉姐姐，琼安早就想见一见玉姐姐，今日得见，果然同皇兄很是相配。皇甫琼安的话让在场几人的脸色再次发生变化。洛清婉也笑着来到云玉跟前。前不久才说等着玉姐姐相邀，没想到这般快。今日天色极好，这十里亭婉儿也是第一次来，很是期待。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还是借了靖王爷同着安阳公主的光。十里亭中有一片花树，每年这个时候啊，漫山遍野鲜花盛开，很是壮观。既然靖王同安阳公主来到上京，这十里亭必定是要来的，我们也正好看一看。这十里亭入目所见全是花海，几乎看不到尽头。当所有人置身其中，全部被这一幕惊艳到。赫连安阳见皇甫清歌时时走在云玉的身边，他的心嫉妒的不行。这里的花这般美，光是赏花还是略语单调，不如我们来玩点好玩的。要不就请安阳公主再跳一次舞吧。在皇宫见到安阳公主的舞姿，让我很是难忘啊！在皇宫见到安阳公主的舞姿，让我很是难忘啊！还想再看一次。这事儿简单，你且认真看好了。不得不说，赫连安阳的舞姿确实出众，每一个举手投足都让人移不开目光。只是他的目光过于明显，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全都表现出来，这样光明正大的当着正主的面勾引大殿下，也就安阳公主做得出来。元玉一脸平静，静静看着赫连安阳的舞姿，他在抬眸看皇甫清歌一眼，挑了挑眉。皇甫清歌见他这般模样，笑容加深，丝毫没有看赫连安阳一眼。元姑娘，我正在跳舞，你为何老是跟大皇子眉目传情，丝毫不看我？安阳公主这话实在是让元玉不懂，你跳舞是为了兑现赵二公子的请求，同我俩有何关系？再者说，就算我看着清歌，这也是我们的事，与安阳公主有何关系？元玉，你有什么本事让大殿下的目光专注你一人身上？你不过是一个和离妇，根本配不上大殿下。此话一出，皇甫清歌的脸色瞬间变了。安阳公主，你说出此话，可有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本宫敬你远道而来，这才好好招待你们。你若是这般不识趣，就莫怪本宫不给你脸面。玉儿是本宫定亲的正妃，任何人敢辱她，就是与本宫作对。话音落下，他直接拉着元玉离开，满脸怒容。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让你来这里跟赫连安阳一起游玩，他们的身份不值得你来委曲求全。安阳公主说的不错，我确实是一个和离妇。我不让你这样说，你和将军府已经毫无关系，就算以前你只是过去将军府为他们掌管2年家，你同齐世臣一点关系都没有。元玉看进他的眼底，见他眼里认真的神色，他的唇勾起一抹弧度，轻轻点头。你就是最好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你。今日回去，我就同父皇说，我不会再管营界一事，让他们自己负责找人。刚才没能带你去游玩，我们现在去个好玩的地方。皇上正在御书房批改奏折，突然见到景公公走进来。有事？
回皇上，靖王在殿外求见。让靖王进来。贺连静走入御书房，双手作揖，恭敬道：参见皇上。无需多礼，赐座。多谢皇上。朕听闻靖王同安阳公主今日跟随着清哥他们出去游玩，怎么有空进来见朕啊？如皇上所言，今日我同安阳确实跟着大殿下去游玩，不过中途发生了点事，这就提前回来。哦，发生了何事啊？贺连静也不打算兜圈，直接将今日在十里亭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皇上静静听着，看不出心中所想。皇上，我们贺连国同永和王朝已经几十年邦交，我们此次来，父王再三交代，让我们完成出使的使命，也让两国邦交更加稳固。皇上认同的点点头。皇上，我平日说话向来直接，今日就我们两人，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其实我今日来求见皇上，有2件事想求得皇上的同意。靖王请讲。第一，我对贵国太师府之女云玉一见倾心，请求皇上为我们赐婚。第二，安阳对贵国大皇子皇甫清歌很是中意，嘱托我请求皇上为他们赐婚。我们这次到来就是为成全两国邦交努力，如若能够达成这样的结合，相信对两国的邦交有很大的好处。我贺连静可以保证，10年内必定与贵国是友好之邦，请皇上成全。整个御书房变得很安静，皇上脸上的表情很耐人寻味，看不出喜怒，也看不出他的意愿。靖王所说之事让朕有点为难呀。朕早就答应过清歌会为他同云玉赐婚，想必靖王也有所耳闻。清歌对云玉情根深重，现在让他娶安阳公主，朕想必他不会答应，更不可能说让朕答应你的请求。如若让他知道朕将云玉赐给你，恐怕会闹得整个上京鸡犬不宁啊。皇上，您现在还没有为大殿下同云玉赐婚，大殿下作为永和王朝的皇子，为两国邦交理应做出贡献。朕当着文武百官承诺此事，金口玉言，不可反悔。这件事容朕想想，回头再给你答复。好，静回去等着皇上的答复。相信为了两国邦交，皇上知道怎么抉择对两国最好。说完，他站起来，对着皇上拱了拱手，这才大步走出御书房。皇上看着贺连静的背影，想到他刚才的提议，眉头紧紧蹙着，沉吟着这件事。父皇，外面传的那些消息可是真的？什么消息？你就是这样跟朕说话的，成何体统？父皇，儿臣是生气，外面有不敬父皇的意思。不过这天靖王想娶玉儿为妃，这才想问清楚父皇可有此事。靖王确实跟朕说过此事，朕还在思虑当中。靖王不仅提议娶云玉为妃，还说过让安阳公主嫁给你，以全两国邦交。朕想了想，如若不考虑其他，这确实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父皇，就算儿臣一辈子不娶妃，也不会娶安阳公主，更加不会让玉儿嫁到贺连国。儿臣已经向太师府下聘，上京所有人都知道儿臣与玉儿定亲的事，连父皇都在早朝答应为儿臣与玉儿赐婚。难不成父皇说话不算数？那上京百姓及儿臣以后如何相信父皇？朕是说过这样的话不错，只是靖王看上云玉，安阳公主中意你，你也知道他们来上京就是为了和亲，如果因为此事闹出不愉快，与两国邦交不利。父皇，我永和王朝泱泱大国，虽说和贺连国有邦交之约，却也不能因为他们国家的皇子公主而委屈我们呢。这跟他们低头有什么区别？儿臣认为我们永和王朝比贺连国更加繁盛，就算他们想以和亲来结邦交之好，也是应该遵守我们的规矩，而不是强取豪夺。再说了，这次靖王同安阳公主强抢，父皇答应之后，万一以后他们变本加厉，看上父皇的妃子，那父皇当如何？胡闹！你说话注意分寸。皇甫清歌不以为意地笑着。哼，儿臣是否胡闹，父皇仔细一想便知。虽说他们现在没有觊觎父皇的妃子，但难保不会有这么一天，请父皇三思。罢了，此事朕还没有答应靖王，但是他们乃是远道而来的使者，若是直接拒绝也不妥。若是你们自己解决此事最好。如果靖王能够打动云玉的心，或者安阳公主能够打动你的心，朕就下令赐婚。好，父皇既然答应儿臣不会干涉，那就要做到。儿臣一定不会被安阳公主扰乱心绪，玉儿也不会。儿臣告退。皇甫清歌说完，直接一抱手，转身就走。他本来进宫打算跟父皇禀报刚才在十里亭的事儿，此刻也懒得说出来。这个贺连静彻底激怒他。皇上见他头也不回就走，脸色又开始板起来，骂骂咧咧的。这小子是越来越无理了。皇甫清歌直接从皇宫直奔县主府，
绛云阁，云玉静静坐在院子中，清河他们几人站在旁边。院子很安静。皇甫清歌突然翻墙进来，让气氛本就紧绷的院子一下子乱了套。谁？是大殿下。看着大摇大摆走来的皇甫清歌，他们三人马上扶了扶身，尴尬的退出去。不是让你不要翻墙进来吗？你看你都吓到他们了。皇甫清歌大步走到云玉跟前，轻轻将她搂入怀。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这一刻只想快点见到你。外面的传言你都知道了？知道了，我进宫跟父皇理论过，父皇答应此事由我们解决，只要他不插手，这件事就好说。如此也好。好什么好？你是我的，我不过想好好与你在一起，却引来这么多人窥视，我定不饶他。清歌，他是鹤连国的皇子，不管是他邻国皇子还是国王，敢打你的主意，我都不会放过他。你放心，我不会跟他硬碰硬，我会想办法。皇甫清歌想到不久之后的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云玉点头，没有说话，静静靠在他的怀中。这件事在上京越传越烈，大家都等着皇上的话。还没等来皇上的旨意，就看到鹤连安阳一大早一脸张扬地来到大皇子府门前。去，给本宫敲门，本宫要进去给清歌送早膳。鹤连安阳看着两名侍女，挑眉。是公主。公主。两人大步走到大皇子府门前，丝毫不客气，用力拍打大门。随着两名侍女用力的拍打声，大皇子府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安阳公主这是何意？一大早派侍女这般无礼敲打我家殿下府门，你可知这在上京是不敬皇族的罪名？你这话严重了，本宫心悦你家大殿下，又怎么会不敬呢？不久之后本宫就会嫁入大皇子府，今日来不过是提前进府熟悉一下。公主请留步，我家殿下交代过，所有女子不得进入府邸大门，以免到时候云姑娘生气。不错，我家殿下说了，以后要迎娶云姑娘为正妃，成亲之前所有女子不得入内，以显示对云姑娘的重视。安阳公主也是女子一列，请不要为难小的。你们好大的胆子！本宫是鹤连国的公主，还从来没有人敢拦着本宫。本宫是鹤连国的公主，还从来没有人敢拦着本宫。本宫来上京和亲，中意你们家大殿下，本宫要嫁给他，你们让开，本宫要进府。正当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大皇子府的大门再次被打开，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既然你是鹤连国的公主，就回鹤连国撒野去，不要留在上京胡来。还有，本宫从来没有说过要娶你，以后不会有这个可能。如若你无人迎娶，本宫倒不介意为你举荐几个人。清哥，皇兄已经向皇上道明一切，皇上正考虑着为我们赐婚，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难道不知父皇说了不会理会此事，全凭我们做主？本宫对你没有任何感情，更谈不上娶你。如若安阳公主还有身为女子的矜持，就识相点，赶紧离开，不然本宫当着上京百姓的面驱赶你，可就不好看了。哼！我中意你而已，你又何必这样说我？本宫不中意你，这话本宫不想听你说第二遍，本宫都替你丢人。哼！我不会忘记的。说完，他转身推开自己的侍女，委屈跑开。哎，大家快看，那个小厮是不是靖王身边的人啊？没错，你看他的服饰跟我们明显不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来这里肯定是找云姑娘的，看来是有热闹看了。大家的眸光很亮，说话的瞬间，那名小厮已经来到门前，一脸恭敬地敲了敲门。不多时，县主府大门被打开。你是谁啊？小的是靖王爷身边的随从，应靖王爷之令前来给云姑娘送来鹤连国特有的产物。他说着，将手中的木盒子恭敬地递上前来。这是我们鹤连国特有的紫檀木，里面装有一颗夜明珠，有养神静心之功效，乃我鹤连国的贡品。靖王爷特意嘱咐小的送到云姑娘手中，请小哥代为转送。这个礼你收回去吧，我家主子不会收的。小的只是应我家殿下之令前来送礼，现在外面传言，想必小哥也有听闻，到时候云姑娘会不会成为我家殿下的正妃还未可知，小哥何不进去通传一二？守门小厮一脸犹豫，想了想，私家小姐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门小厮一脸犹豫，想了想，私家小姐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只好点点头，抱着木盒子入内去通传。靖王随从勾唇一笑，转身就走。在场的百姓看着这一幕，再次惊讶连连。绛云阁中，小姐啊，靖王送来鹤连国的贡品给小姐。他将刚才随从说的话一五一十说出来给云玉听。将这份礼送回去，还要让外面的百姓知道这事。是，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青梅不带一丝犹豫，拿着紫檀木盒子转身就走。小姐，这靖王的动作可真快。小姐，这靖王同安阳公主
就像说好一样，两人同时行动。若是再这般闹下去，于小姐的名声也不好，这可如何是好？他们闹他们的，我们只要不理会，百姓们也不能说什么。久而久之，靖王他们自会感到无趣。李嬷嬷，等会儿你吩咐府中上下，凡是靖王送来之物，全部都不要理会，最好当着百姓的面，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收靖王的礼，这样大家就无话可说。如若再有下次，就跟那名随从言明，我已经同大皇子殿下定亲，他们这样的作为，犹如我的名节。这一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正适合为期几天的皇家狩猎。袁玉身穿一套浅色的骑马装，走出将云阁。当他走出府门时，赫连静已经在等候在那里。玉儿，请靖王爷注意分寸，小女已经说过很多次，与殿下无缘，还请殿下注重礼节。玉儿，我没有其他意思，正好我也要去皇家狩猎场，我才来接你一同前去。靖王，府中已经备好马车，不劳烦您。你不答应我接你去皇家狩猎场，我就一直跟着你。你看看现在这么多百姓在这里看热闹，我倒是无所谓，你且想想。他的眉眼带笑，这些天他派人仔细调查云玉的事情，知道他注重礼节，最不喜让人看热闹。正当云玉生气，大家猜测着云玉会不会跟着靖王去皇家狩猎场之际，一道熟悉的嗓音传来：不劳烦靖王在此等候，本宫的未来王妃自是由本宫从旁护着。皇甫清歌急匆匆赶来，一脸霸气将云玉护在身后。我忙完所有事，马上赶来了。云玉自然明白，点了点头。皇甫清歌这才斜眸看向赫连静，脸色骤然变了。靖王真是好闲情，靖王真是好闲情啊！有这个时间来这里等着我未来的王妃，还不如准备好等会儿如何应对皇家狩猎。大殿下每回的动作都这么慢，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回时间不等人呀。哼，放心，不会有这么一天的。靖王，我们先走一步了。皇甫清歌对着赫连静挑衅的拱了拱手，冷笑一声，在大家的注视下坐上马车。每年的皇家狩猎，朕最是期待。今年有靖王同安阳公主参加，正好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王朝的风采。皇上的话音刚落下，就见到赫连静站起来，他往前走了2大步，来到正中间，看着众人拱了拱手。有幸参与永和王朝的皇家狩猎，是本王同安阳的荣幸。趁此热闹，本王有一个想法，正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他大步转身，目光落在皇甫清歌红色的身影上，眸光一眯。本王要挑战你们的大皇子，通过这次狩猎来一比高下。如果本王赢了，大皇子就放弃云姑娘，将她拱手让给本王，改而娶安阳为妃。大皇子殿下，你敢不敢应？皇甫清歌好看的眸子眯起来，眸中尽是冷意，没有回答赫连静的话。安阳也同意皇兄的话，安阳钟情于大殿下，想要同云姑娘一争高下。如果安阳赢了云姑娘，还请云姑娘放弃大殿下，将她让给安阳。大家的眸光有意无意落在皇甫清歌同云玉的身上，好奇他们会如何回答。不管他们如何回应，此事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这个提议不错，我们永和王朝乃是泱泱大国，不可能不敢迎战的。这传出去，让人如何想我们？德妃娘娘的内心深处也满是得意，冷哼一声，也笑着附和：不错，增加点乐趣，想来今年的皇家狩猎会更加有意思。两位姐姐这话说的，大殿下同玉儿本就是两情相悦，已经定亲了，就算没有此事啊，也会好好成亲。现在却为了这个比试拿自己的感情冒险，这事说到底呀，都是大殿下同玉儿吃亏。哎呀，也就两位姐姐觉得有意思，若是发生在你们的皇儿身上，不知会不会觉得也有意思呢？这事说到底呀，都是大殿下同玉儿吃亏。哎呀，也就两位姐姐觉得有意思，若是发生在你们的皇儿身上，不知会不会觉得也有意思呢？本宫的泽红年纪尚小，本宫还无法有这样的体会。本宫的和硕倒是年纪适合，只是现在还没有婚配的对象，本宫也无法体会。说起这事来，大殿下已经有了婚配对象，我家和硕也该为他张罗了。德妃娘娘说着看向皇上，眸光满是深意。皇甫清歌突然笑了起来，斜眸看着赫连静，一脸不屑。哼，本宫与玉儿已经定亲，你说说看，本宫为何要答应你？袁玉双手从容相握在腹前，臣女也想不到答应的理由。正如淑妃娘娘所言，感情之事岂可用比试来冒险？自古以来有抛绣球招婿，或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者，光宗耀祖者能得到皇上赐婚，竟认为今日在众人的见证下，以狩猎定输赢来赢得家园，也是一方美谈。
大殿下这般抗拒，莫不是害怕输给我？大殿下这般抗拒，莫不是害怕输给我？靖王就是这般自信，能够赢得本宫。既然靖王有这个想法，青哥，你是否应战？可以，儿臣就让他心服口服。那好，朕做主。今日的狩猎，男女为一组，在规定的时间内，谁的猎物最多，谁就赢。时间为1个时辰，其中靖王同青哥互相比试，且看谁能赢得比试，最后赢得好姻缘。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输掉这场比试，以后都不要纠缠玉儿。你想多了，本王必定不会输。云姑娘，本王赢定了。齐之晨同沈淑柔迎面驾马而来，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云玉身上。玉儿，原来你的骑射这么好啊！你的骑射是何时练成的？这似乎不关齐将军的事。齐将军的记性也不大好啊。要本宫与你重复一遍，玉儿与你没有关系吗？夫君没有其他意思，既然我们一同出现在这里，不如我们一起狩猎吧，也算有个照应。齐之晨一直看着云玉，听见沈淑柔的话，轻轻点头。皇甫清歌的脸色却难看起来。我们不愿，不要跟着我们。行了，现在是狩猎，本就是论输赢，我们同你们不是一个队伍。听闻你们同靖王爷正在比试，我们跟着也可以帮帮你们。本宫说了不愿。皇甫清歌这才回头看向云玉，点点头，两人骑马往前走。他们往前骑几步，齐之晨同沈淑柔就紧跟在后面。皇甫清歌忍无可忍，转头看向他。齐恒，您若再跟着我们，就不要怪本宫对你不客气了。大殿下这话说的，这里本就是狩猎场，我往哪里走，难不成还要跟殿下禀报？再说了，殿下同靖王爷的比试，我实在担心你无法做到，跟着看看不妨碍吧。青哥，不要理会他们，既然他们想要跟着，那便跟着好了。云玉突然转身，冷脸看着沈淑柔，他突然从马鞍上抽出来2支箭，对准沈淑柔的方向射出。沈淑柔吓得瞪大了眼睛，救命啊！随着沈淑柔的声音落下，云玉发出的利箭瞬间落在沈淑柔身侧的2只猎物身上。齐大奶奶还是不要跟来为好，不然我不敢保证这箭。赫连安阳的脸上保持着不满的神色，对于赵伟跟在自己身边很是不满。赵伟摸了摸鼻尖，有些无奈。他知道安阳公主不喜自己，所以不会自讨没趣往前去遭她的嫌弃。只是在他抬眸的瞬间，突然见到安阳公主正前方出现一条绿色的蛇。安阳公主，不要动！赫连安阳停下来，你有什么能耐，敢命令本公主？不要动，你前面有毒蛇！哼，毒蛇在哪里啊？不要随口就来。他丝毫不以为意，正准备前行，抬眸的瞬间，突然见到自己面前出现一条3指粗的青蛇，从枝丫上倒挂下来，正对着他吐着蛇信子。青蛇咻一下，飞快向着赫连安阳扑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伟已经从马背上一跃而起，向安阳公主扑去。在青蛇咬上赫连安阳之前，将他扑倒。他转身发出一箭，青蛇被赵伟的利箭钉在大树上。赫连安阳这才回过神来，你被蛇咬到了。赵伟点点头，麻烦安阳公主帮我将匕首拿过来。赵伟的气息很虚弱，说完这句话，马上用嘴对准牙印，用力吸出毒汁。你怎么样啊？赵伟摇摇头，接过赫连安阳递来的匕首，将上面发黑的肉削落在地。你怎么样啊？不要吓我！劳烦安阳公主将我送回去。话音落下，赵伟瞬间晕了过去。来人啊！快来人！救命啊！赵伟，你醒醒！你醒醒啊！没有本宫的命令，你不准晕！很快，从四周走来4名侍卫。赶紧的，小的这就将赵大人送回去。 2名侍卫抬着赵伟上马，驾的一声，火急火燎地往回赶。安阳公主，您可有哪里不适？小的送您回去。我没事，你们没看到吗？是赵伟受伤了。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慢呀？他要是有好歹，为你们是问。我要回去看看他。说着，赫连安阳再也顾不上其他，着急驾马跟了过去。皇上，看来今天的收获不错啊，大家的马鞍上全都是满满当当的猎物呢。不错，看来大家今日有口福了。皇上可不只有口福，还有靖王爷同大天下的赌注，不知道会是何结果。我说姐姐，
这事儿好像不关你的事儿吧？靖王又不是同六殿下有赌注，为何姐姐这般的操心呢？是不关臣妾的事，只是这事啊，关乎着我朝同赫连国的交好，臣妾自然也是要关心的。皇上，臣妾没有别的意思，淑妃妹妹这般说的话，臣妾心中难受。皇上，臣妾也没有其他的意思，是姐姐想多了。好，朕知道了，你们都是无意。不说这话啊，我们看看大家的收获怎么样，回头让人烤一只最大的兔子腿给你啊！齐将军捕获很多猎物呀，不愧为大将军。不光齐将军的收获颇丰，韩将军也不错，还有骆世子、赵副将军，同齐将军一样的数目。哎，大家快看，靖王爷回来了！靖王爷的收获也很多呀，靖王爷第一，比齐将军同骆世子多了5只猎物，太厉害了！全都是靖王爷一人射杀这么多猎物。大皇子殿下同云姑娘还没有回来，还有1刻钟不到，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他们再不回来，就算捕猎的猎物最多，也算输啊！大殿下同云姑娘回来了。皇甫清歌同云玉正策马赶回来，两人并驾齐驱，他们越发觉得大殿下同云姑娘很般配。皇上您瞧，臣妾觉得大殿下同玉儿真乃天造地设的一对呢。皇上看去，笑容依旧。皇甫清歌同云玉已经策马回到大家的跟前，看着他们两人满满当当的背篓，不用清点数目就知道这次狩猎会是谁赢。哎呦，想不到云姑娘不仅满腹才华，骑射也这么厉害。没错，大殿下同云姑娘的背篓都那么多，这次狩猎一定是他们第一。小太监终于清算好，面对皇上回禀：启禀皇上，这次狩猎比试，大殿下同云姑娘第一，靖王爷同骆姑娘第2，齐将军同齐大奶奶第3。皇甫清歌一脸慵懒地看着贺连静，笑道：靖王，现在结果已出，你输了。根据一开始约定，你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说起来，这回还多亏玉儿，我们才能取得第一。听着这话，贺连静冷哼一声，转身爽朗地对着皇上抱拳：皇上，竟输了，愿赌服输。好，既然比试结束，大家都坐下吧，想必你们也累了，等会儿好好品尝大家辛苦狩猎回来的猎物，此时好好歇息。今日是狩猎的日子，本来就是高兴热闹的事，不要想着输赢，大家尽情享乐。朕让你们好好踢蹴鞠，你们就是这样踢的。清哥，刚才是怎么回事？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是看到大皇子将蹴鞠踢到淑妃娘娘面前，这才导致淑妃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淑妃娘娘难产或者发生什么好歹，大皇子难辞其咎。父皇，儿臣没有害淑妃娘娘的意思，刚才踢得好好的，突然儿臣的右腿被鹦鹉击中，这才会踢错方向，导致发生这样的事。说着，他将右边裤腿当众撩起来，大大咧咧露出白皙修长的小腿，直至膝盖的位置。最引人注目的是膝盖左下方青紫一片。贺连静眯起眼眸，双手收紧，他没有想到皇甫清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拉起裤摆。在他看过去的瞬间，皇甫清歌也刚好看过来，两人的眸光在空中交汇，瞬间发出浓浓的火药味。究竟是怎么回事？仔细说来。刚才儿臣就要踢进蹴鞠，却遭到了这样的暗算，这才会让淑妃娘娘受惊。儿臣专注着踢蹴鞠，没有看到身后是何人，大家可是看得很清楚。且说说，有没有看到是何人将鹦鹉踢到我的腿上？到底那人是不想儿臣踢中蹴鞠，还是有其他居心？大家刚才看得真真切切，落在大皇子身后的只有4人，分别是靖王、齐志臣、骆浩轩同皇甫和硕。可有人看到是谁踢的大殿下？全场变得很安静，大家纷纷低下头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正当这个时候，景公公躬身走到皇上跟前，低声禀报着。半晌，景公公禀报完后退一步，低着头看不到他的神情。皇上脸上的表情明显添上不少怒火。靖王爷、齐志臣、骆浩轩、何硕，你们4人站出来。儿臣安在。 4人一脸恭敬地看着皇上，等着问话。朕听景公公说，刚才就是你们4人站在清歌的身后。父皇，儿臣刚才是在皇兄的后方，只是儿臣专注蹴鞠比试，没有留意到这等细节。儿臣没有踢鹦鹉到皇兄的身上，也看不到是何人。齐志臣紧接着上前，回禀皇上，微臣同3殿下一样，刚才只专注于踢蹴鞠，没有看到是谁踢中大殿下。微臣也没看到。贺连静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看来，回禀皇上，静刚才只顾着看大殿下，着急之下也只顾着奔跑，没有看到是谁踢出硬物。正当大家想着皇上如何决断时，
一名太医急匆匆走出来禀报：皇上，淑妃娘娘难产，恐怕有危险呐！景公公，你来查清此事。说完，他转身大步往后方走去。老奴遵旨。有劳太医，你仔细看看大殿下的伤。闻言，太医半蹲下来，仔细检查皇甫清歌的伤势，半晌，才抬起头来看着景公公。老臣检查清楚了，大殿下的伤确实是外来的硬物撞击所致。不知太医可否根据这个伤势判断出硬物是从哪个方向过来？话落，所有人的眼神很微妙，就连太医的眼神也微妙起来，带着几分犹豫。太医，你能不能判断出来？如若不能，在场还有其他太医，咱家还可以叫其他太医看看。这可是皇上吩咐下来的事，如果连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好，若是让皇上认为咱们无用，那就麻烦了。皇后娘娘闻言，看着太医说了一句：景公公所言在理，既然皇上已经发话，太医你务必配合好此事。老臣且试试看能不能判断出来。说着，一脸认真地检查起来。不用等多久，太医抬起头来，眸光复杂地看着贺灵镜。臣刚才仔细看了大殿下的伤口，按照伤势的情况，硬物应当是从殿下的左后方射过来。按照伤势的情况，硬物应当是从殿下的左后方射过来，才会造成这样的形状。按照太医所说，这人可不就是靖王吗？不知道哪个文官低声说了一句，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靖王，这事你怎么解释？本宫知道刚才的蹴鞠比试是本宫赢的最多，但是你也不必为了这等小事陷害本宫吧？本王不知道大殿下这是何意，虽然本王也想赢得蹴鞠比试，却不会用这样的手段。太医说出此话，是说本王谋害大殿下或者淑妃娘娘，本王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想挑起两国纷争？微臣没有这等意思，不敢随意污蔑靖王爷，只是……太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面的话说不出来，这就是他刚才犹豫的原因。太医这话是何意？难不成我们远道而来就是谋害贵国的皇子贵妃来了？这不是污蔑是什么？这事本公主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凭什么你们就可以这样污蔑皇兄？微臣没有这样的意思，安阳公主，请听微臣说。说什么？你们都怀疑皇兄，这事不能就此算了，必须证明皇兄的清白。本王同安阳还有几日就要回赫连国，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两国邦交来和亲的，现在这件事却没有着落。本王见皇上最近大喜，国事繁重，想必不记得此事，这才进宫来提醒皇上。哎呀，这么快就到你们回国的日子，朕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国才女贵公子数不胜数，不知靖王有何想法，但说无妨。皇上也知道本王中意云姑娘，只是云姑娘心中有主，本王也不可强求。为了两国邦交，本王心中有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哦，这个合适的人选是谁呀？四公主皇甫琼安。四公主乃是永和王朝的公主，本王乃赫连国的皇子，我俩和亲对两国都有极大的好处。加上这几日本王仔细想了想，四公主冰雪聪明，模样俏丽，比这云姑娘也不遑多论，本王心中也很是喜欢，请皇上成全。皇上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起来。靖王可否换一个人选？皇上，一开始本王中意云姑娘，考量到她跟大殿下在一起已经放弃，现在中意四公主，实在想不到皇上有什么理由拒绝。难不成皇上不想我们两国和亲？如若是这样，本王今日就打道回国，跟父王言明一切。倒不是朕不同意，而是贤妃就只有四公主一人留在她的身边。皇上，为了两国邦交，想必贤妃娘娘也明白其中的大义。再说，据本王所知，皇后娘娘也只有大公主一个女儿，大公主也和亲嫁给本王的皇兄，为何贤妃娘娘的四公主就不能和亲呢？这似乎与皇后娘娘不公啊！而且不光永和王朝为和亲做出努力，我赫连国也是一样。安阳也是我赫连国柔贵妃唯一的女儿，深得父王喜爱。父王同柔贵妃都愿意为了两国邦交让安阳来和亲，皇上这般迟疑，让本王看不到贵国的努力呀。本王也不是三心二意之人，这心里就只容得下两个女子。如果四公主贤妃娘娘无法割舍，那不知大殿下是否愿意割舍云玉？皇上的眉头蹙着，从贺林静一开口就知道他心中的想法。景公公听着胆战心惊，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在皇上面前耍心眼。这个靖王不简单。贺林静一直看着皇上，等着他的回复。他的心由始至终都只是想要云玉。既然光明正大同皇甫清歌比试赢不了，那他不介意耍点手段。
容朕好好想想此事，再给你答复。赫连将拱了拱手，拜别皇上之后，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容。绛云阁，小姐，照理来说，靖王求娶四公主是好事，您为何愁眉不展的？清河马上看着他，你忘了一开始靖王为了我们小姐闹出多大的动静？你以为靖王会在这几日马上变心，中意四公主？你这样说，靖王到最后想要求娶的女子还是小姐？清河一脸隐晦的点点头。哦，天啊，这靖王的心思也藏得太深了，竟然想到用贤妃娘娘来逼小姐。还没有听到自家小姐说什么，突然员外侍女急匆匆走来。小姐，贤妃娘娘传您进宫。靖王进宫求娶四公主的消息刚传出来，贤妃就传小姐进宫，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元玉终于抬眸，我知道了，你去回话，就说我马上就来。侍女点点头，马上应下，转身往外走。元玉这才看着他们三人嘱咐：青梅，你去大皇子府将此事告诉管家，另外在外面打探一下上京的风向。清河，你随我进宫。青莲，我有一事让你去做，你附耳过来。元玉低声对着青莲嘱咐了几句，青莲连连点头，眸光越来越亮。小姐放心，奴婢一定做好。元玉在嬷嬷的带领下，终于来到贤妃娘娘的宫殿。云姑娘已经到了贤妃娘娘的宫殿，您就直接进去即可。至于这位姑娘呢，就跟老身等候在这里吧。玉儿明白。元玉挺直背脊，一步步走入宫殿。玉儿拜见贤妃娘娘，愿娘娘康体健安。云姑娘不必多礼，快起来，赐座。多谢贤妃娘娘。难怪让大殿下同靖王相争，本宫今日一见，才知道云姑娘的美名比才名更出众。难怪让大殿下同靖王相争，本宫今日一见，才知道云姑娘的美名比才名更出众。如果本宫是男子，也中意云姑娘这样的女子。贤妃娘娘才是风华正茂，玉儿不过是蒲柳之姿，哪能担得起美名？云姑娘心思聪慧，能说会辩，本宫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今日本宫让你进宫来，相信云姑娘心中已经猜测到一二。本宫膝下只有琼安一个女儿，若是让她和亲嫁到赫连国，那是要本宫的命。本宫知道靖王中意云姑娘，本宫只请云姑娘帮着一个忙。往后太师府有何需要到本宫的，本宫必定竭尽全力。贤妃娘娘，臣女与靖王爷一点都不熟悉，不管从礼节还是身份，贤妃娘娘的请求，臣女都帮不上忙，还请贤妃娘娘不要为难臣女。闻言，贤妃娘娘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强撑着平静。贤妃娘娘，靖王现在只是有这个提议，皇上还没有答应下来。贤妃娘娘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强撑着平静。贤妃娘娘，靖王现在只是有这个提议，皇上还没有答应下来，您不必太过担心。如若贤妃娘娘真不愿四公主嫁到赫连国，何不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皇上？能够决定这件事情的是皇上。皇上？本宫可以同皇上说。娘娘何不试试？据臣女所知，皇上对娘娘也是很看重的。如若您跟皇上说此事，想必皇上会答应的。本宫知道了，这件事本不该为难你，是本宫已经想不到好的办法，这才想到召你进宫。此事事关两国邦交，琼安如果能够给两国邦交带来好处，这就是她作为公主应该做的事。皇上又怎么会理会本宫的想法？你的提议，本宫会好好想想。你回去吧，你与大殿下两情相悦，本宫不该为难你。说着，她缓缓站起来，步入内殿。小姐，小姐，奴婢回来了。元玉抬眸看去，本来蹙着的眉头因为青莲这欢快的声音而舒展开来。小姐，您让奴婢去做的事情办好了，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奴婢不过是花了一点点的银两，就打探到了洛姑娘的消息。果然如小姐猜想的那样，洛姑娘听到靖王求娶四公主之后啊，这今日一整天她都没有进过食。奴婢听闻送去她院中的膳食，全部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青莲此事做得不错，现在你再出去一趟，为我送一张请帖到靖安王府。当初答应洛姑娘相邀她出府相聚，你去递请帖的时候就以这个为由头。小姐放心，奴婢知道怎么说。去吧，早去早回。青莲拿着书简转身就跑。清河笑着看向云玉，低声问：小姐，洛姑娘会答应吗？她一定会答应的。话音落下，突然从墙头传来异响，云玉同清河同时回头看去，
正好看到皇甫清歌从墙头跃下来。怎么不从正门进来？这样更加方便。贤妃娘娘让你进宫了？不是什么大事。贤妃娘娘可有为难你？没有，贤妃娘娘是什么样的人，想必你比我更清楚。她也就是担心四公主，不想让她远嫁。靖王趁着我不在上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想逼父皇。我不会就此罢休。此事我想到了一对策。有何对策？洛清婉，只是能不能成事，还是要看明日与她相见再说。皇甫清歌的眸光微深，略一思量，也就明白其中深意。好，不管发生任何事，你都要第一时间告知我。上回十里亭相见，早就想要邀你出来，拖到今日，今晚可有怪我？清婉怎么会怪玉姐姐？听闻玉姐姐邀我出来，我高兴还来不及。清婉，其实今日我想邀你过来香明阁，是有件事情想要问你。玉姐姐有事请说。最近有一事困扰着我，因是靖王爷和亲之事，不知清婉有没有听过，如何看待此事？这事儿清婉没有留意，玉姐姐突然问起，清婉也不知道如何说。清婉，我把你当做姐妹才直说，我觉得你同靖王颇有缘分，十里亭同皇家狩猎都是一个队伍，不知是我多想，你们俩有没有这个缘分呢？靖王爷那般霸气的男子，又岂会看上清婉？他中意的是玉姐姐。清婉，我与靖王爷是没有可能的，我同大殿下已经定过亲，这件事情不仅是强求，更是难事。现在靖王将眸光转到四公主身上，贤妃娘娘更是不愿四公主嫁到赫连国，这件事困扰着我们，想必你也是知道的。我也只是突然想起你与靖王有缘，这才想要询问你的意思。闻言，洛清婉一脸惊讶地看着云玉，没有想到自己谨慎如斯，还是让玉姐姐发现了自己隐藏在心底的想法。玉姐姐，这事千万不能做主。云玉见她这般，附耳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洛清婉整个人呆在原地，眸光复杂地看着云玉，脸色爆红。玉姐姐，清婉，我都懂，你这并不是与理不合。若是你对靖王有意思，不如回去跟靖安王妃说说。洛清婉深深看着云玉，原本羞涩和不安的心，在云玉的话音下，渐渐变得坚定起来。第二天下午，传来靖王妃相约的消息，靖安王府相邀赫连国使者及上京各世家公子小姐前来相聚，有欢迎赫连国使者之意。这是云玉第二次进靖安王府赴约，她被直接带到靖安王府后花园，才发现后花园异常热闹。玉姐姐，快来看看这些大鹅，可好玩了！母亲不知从哪里寻来了一群大白鹅，这些大白鹅不仅能够浮在水上，还能对着人嬉戏，可有意思。靖安王妃有心了。云玉的眸光往远处看，正好看到赫连安阳也在此处，看着一群大白鹅，哈哈大笑。靖安王妃好细心，许是为了欢迎靖王爷同安阳公主寻来这等稀罕大鹅。正好我们平日也见不到此物，我们也借着安阳公主的光去开开眼界。在我们赫连国确实没有见过大鹅，还是这么优雅有趣的大鹅。安阳也是首次见，应该说借了靖安王府的光才是。我们都借了光。安阳公主，玉姐姐，你们说什么借不借谁的光？我也是第一次借，该是我借了你们的光才是。玉姐姐，安阳公主，大鹅往莲池去了，莲池有可以让人采摘摘梨之处，我们到那处去，能靠近观赏大鹅。赫连安阳同云玉笑着连连点头，快步跟了过去。洛清婉欢快的声音远远传来，赫连静的目光一开始落在云玉的脸上，却在不知不觉间缓缓移到洛清婉的脸上。看着她巧笑倩兮的目光，他一时之间无法移开目光。赵伟也时不时看向远处。我也是第一次跟靖王爷坐在一处，难得今日没有公务，可以好好尽兴。上回救安阳的事，本王还没来得及谢你，幸亏有你在，不然安阳的脸怕是毁了。如若这般，本王回到赫连国无法跟父王交差，多得有你。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换做其他人见到公主当时的情况也是会救的，靖王爷无需多言。赵伟的眸光偷偷落在赫连安阳的身上，脑海中回荡着醒来听到最多的话。赵大人，在您昏迷期间，安阳公主一直守着您。赵大人，安阳公主照顾您很用心，赵大人舍命相救安阳公主也算是值了。赵大人，你觉得安阳如何？他突然问出此话，让光顾着看赫连安阳的赵伟毫无防备，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安阳公主挺好的，为人坦率，长得又好看。赵大人，如果你对安阳有意思，本王有办法。靖王爷，在下不敢对安阳公主有非分之想，我只想做好自己的本分。你若真的对安阳有意思，
如果连努力都不敢，确实没有这个资格站在他的身边。你若真的对安阳有意思，如果连努力都不敢，确实没有这个资格站在他的身边。我们赫连国不管男女，都勇于争取自己的感情。亲王爷，这里是永和王朝，与赫连国还是有点区别。我朝注重礼节，对于女子的名声更是注重。如若这般谈论一个女子，是对女子不敬的行为。勇敢追求自己的感情是好事，但是追求一份不属于自己的感情，那就另说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情是原本就该如此的。我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感，到最后如果终成眷属，以后又有谁会说这不是属于我的良缘呢？赫连静的声音落下，突然站起来，大步往那群女子的方向走去。既然赵大人不想争取自己的情感，本王去争取自己的。赵伟一怔，一时无话可说，他也赶紧站起来，跟在赫连静的身后。就在他们两人往前方走去时，远处洛清婉他们已经走到莲池。玉姐姐，安阳公主，你们看，大鹅游过来了。洛清婉看到这一幕，回头看向后方，在看到赫连静同赵伟走来时，他突然看着云玉他们。还可以往前去看看，我引他们过来。还可以往前去看看，我引他们过来。清婉，前方危险，不可再前。洛姑娘，现在天色渐凉，还是小心为好。洛清婉回头看着他们，眸光看着那道身影越来越近，他的眼底深处也越来越坚定。无妨，这里是我们王府平日下人采莲的落脚点，不会掉落下去的。说着，他转身再往前一步，就在他迈出去2步之时，突然脚下打滑，直接往前栽。啊！洛清婉的惊呼声传来，在水中扑腾几下，越来越远。洛姑娘掉进水里了，快来人啊！他们两人转身大喊，眼里满是惊慌。回头的时候，看到赫连静同赵伟正好走过来。靖王爷，赵公子快来，青婉掉到水里了，现在天色渐凉，青婉落入湖中有危险。我马上去救洛姑娘。赵伟顾不上其他，心中只想着救人。还没等他走出来，赫连静没有一丝犹豫，几个大步快速往前冲，直接跳入湖中。扑通一声，巨响传来，几个呼吸的时间，赫连静已经抱着浑身湿漉漉的洛清婉浮出水面。赫连静深深看了云玉一眼，头也不回，冷着脸大喊：传符意，带路！多谢靖王对清婉的相救，靖王浑身湿透，如若靖王不嫌弃，你我的身形差不多，府中有许多我的新衣，靖王去换下吧。如果他小心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赫连静的话语尽显对洛清婉的不满。说完这句话，冷着脸跟在小厮的身后离开。赫连安阳有几分尴尬，眸光转向侧方，正好看到赵伟站在一旁。你随我来。说着，脸上有几分怒火，大步往外走去。安阳公主，你让我来有事？赫连安阳猛地转过头来，一脸怒火地看着他。安阳公主，是我做了什么事惹你生气了吗？你还知道你惹本公主生气啊？你说，刚才你是不是打算跳入湖中去救洛清婉？当时洛姑娘情况危急，确实应该相救。我这样想，难不成有错？是不是看见有姑娘发生危险，你都会舍身相救？就像上次你救我那样？也不是。不是？怎么不是？刚才你不是想跳下去救洛清婉吗？你们永和王朝是不是有规定，男女授受不亲？要是你跳下去救她，是否要对她负责？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想娶她？我没有，当时情况危急，你不是也看到了吗？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救人。你没看到皇兄已经准备去救了吗？有皇兄在，根本用不了你。我最后不是没救成吗？安阳公主，你这么大反应，这是为何？关你什么事？怎么可能不关我的事？你且说说看，刚才为何这么大的反应？是不是担心我和洛姑娘有牵扯？我是何意，你不懂吗？你这个呆子！赵伟的脸上大喜，这次再也顾不上，一把扯过安阳公主的手。一直以来，你追着大皇子跑，我是从来不敢想自己这么幸运。安阳，你能告诉我，你对大皇子还保留那样的心思吗？人家那时候是不懂，才追着皇甫清阁跑，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了。你不是也看到了吗？还有人家说多清楚啊！那你告诉我，你的心中现在是否有我？如果有，我马上就向皇上亲自赐婚。那你的心呢？我有。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吸引，但是我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表露出来，只敢把这个想法深藏心中。安阳，我中意你。赫连安阳羞涩的抬眸看着他，缓缓依靠在他的胸膛，娇羞道：还用我说吗？我要是不在意你，
又岂会生气你就落清婉？赵伟的脸上勾起一抹惊喜的神色，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心。靖王，借一步说话。贺林静沉着脸大步往前，两人走到长廊的尽头。不知靖王可知道我们永和王朝的规矩？在我们王朝，男女有别之礼甚严，如果女子的肌肤被异性碰到，就要对她负责。虽然这次落水是清婉的责任，但是上京各大世家公子同小姐都看到靖王跳入水中将清婉抱起来，想必不用多久就会传入各大世家主母家主的耳中，恐怕对清婉的声誉有损。贺林静的脸色肉眼可见的低沉下来，眉头紧紧蹙着，很是不满。靖王爷，清婉是我靖安王府的大小姐，身份尊贵，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恐怕……还没等贺林静说完，靖安王同靖安王妃急匆匆走来。靖安王妃，您不用担心，清婉是个有福的姑娘，一定会没事的。玉儿，府医进去很久了吧？怎么还不见出来？也不知道婉儿怎么样了。府医进去有一阵了，正在里面医治。府医一定会尽力的，没有坏消息出来那就是好消息。唉，今儿个好好的日子，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都怪我！听说清婉是为了看那群大鹅，这才跌入湖中。如果不是为了招待靖王他们，我也不会弄来这群稀罕的大鹅，让我家清婉落了水。王妃，这事不能怪您，您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靖安王沉着脸，看上去很严肃。他缓缓转眸，目光落到贺林静的身上。靖王，你我都是有身份之人，本王就不拐弯抹角了。你救下小女，本王很感激你。但是当着众人的面，你抱着小女从水中出来，清婉毕竟是姑娘，其他世家必定有看法。你说该怎么办？从靖安王的脸色及语气听来，似乎准备让贺林静负责。罗浩轩闻言有几分尴尬，赶紧低声在自己的父亲耳边说清楚缘由。谁知靖安王的脸色依然沉着，冷哼道：清婉是靖王相救不错，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被大家看到他浑身湿漉漉的被靖王抱在怀中，已经于他的名声有损，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清婉是靖王相救不错，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被大家看到他浑身湿漉漉的被靖王抱在怀中，已经于他的名声有损。原本我们靖安王府就有属水性的婆子，如果是婆子下水救清婉，倒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现在靖王下了水，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往后上京，还有谁愿意娶清婉？靖王，你身份尊贵，但我家清婉也是靖安王府的嫡大小姐，与你婚配也算是门当户对。靖王且看如何？靖安王的声音很大声，闻言，贺林静的眉头紧紧蹙着，沉着的脸色让人一眼看出来他的心情很不悦。靖安王府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贵府大小姐乃本王相救，你们不答谢，反而一来就出口逼迫本王迎娶骆大小姐，这是何规矩？正当靖安王准备爆发出自己的不悦之情，客房门适时打开，溥仪一脸恭敬地走出来。回禀王妃，大小姐无碍，刚才经过老夫的救治，已经醒来，她现在想见王妃。靖安王妃脸上一喜，马上抬步迈进客房。王妃脸上一喜，马上抬步迈进客房。长廊处的三人闻言，也快速走到跟前来。靖安王的脸色好了不少。清婉确定没有大碍了？啊，回禀王爷，现在天色渐凉，大小姐虽然被救起来，但是在水中泡得太久，加之身子骨较弱，还染了风寒，需要好好吃药才能调理好身子。那就赶紧给清婉开方子。啊，王爷请放心，小的已经让药童回去煎药。大小姐醒来之后，近日不要让大小姐受到刺激，不然会影响她的恢复。靖安王沉着脸点点头，贺连静的眸光一直落在房门上，能感觉到他的不悦。不稍一会儿，房门重新被打开，靖安王妃走出来。靖王爷，清婉已经醒来，他感谢靖王爷相救，特让我来传话，不需要靖王爷负责。府中还有许多事招待不周，还请靖王爷多多担待，下回再请靖王爷相聚。话音落下的瞬间，贺连静的脸色更加难看，可以感觉到他在隐忍着不悦。就在大家以为贺连静会转身就走的时候，突然听见他说道：本王想进去见一见他。靖安王夫妇犹豫半晌，终于点点头应下。为何跟你母亲说不用我负责？只要想到他不用自己负责，或者他想嫁给其他男子，他的心就窝着怒火。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情绪让他的脸色好不起来。王爷让我怎么做？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是累赘吗？在十里亭如此，在狩猎场如此，刚才落水还是如此。王爷现在进来这般问我，又是何意？你还是出去吧，我们这样独处一室，不合规矩。难不成我有说错你吗？如果不是我下水救你，你到此时还能躺在这里吗？那王爷不必委屈，今晚以后都不会出现在王爷面前。我没有嫌弃你累赘，既然永和王朝有这样的规矩，我下水救你，我定会对你负责。我会向皇上请旨，将你赐给本王当侧妃，到时候同正妃一同进府。侧妃这个身份对于你靖安王府大小姐的身份来说，想必不会辱没你。贺连静理所当然地认为嫁给他当侧妃是洛清婉的荣幸。贺连静理所当然地认为嫁给他当侧妃是洛清婉的荣幸，丝毫不觉得说此话有何不妥。清婉不想当王爷的侧妃，也不需要王爷负责，请王爷出去。以本王的身份，侧妃对于你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你为何不愿？那玉姐姐呢？如果是玉姐姐，王爷是否还会这样大声说侧妃对她是最好的结果？王爷想将玉姐姐安置在什么位置？她是她，你是你，不可混为一谈。怎么，玉姐姐不能说，清婉就是比不上玉姐姐是吧？既然王爷心中只有玉姐姐，那清婉也不要王爷负责，以后清婉没有人娶或者出家当道姑，都不要王爷管，请王爷出去。你想清楚，本王今日回去之后再来说今日之事就难了，难不成你还不满足侧妃的身份？请王爷出去。贺连静的脸色铁青，从来没有女子敢这样违逆他。他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大步往外走去。既然洛大小姐不需要本王负责，今日就当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本王还有事，先告退。话音还没说完，他已经怒火冲冲走远。胡闹！这岂是你们二人说不用负责就了事的？这事儿得经过本王的同意。你回来！贺连静丝毫不理会靖安王的叫喊，依然大步往前。既然洛大小姐都直接说了，愿意当道姑都不愿意本王负责，王爷又何必逼迫她呢？话语说完，他已经走到长廊的尽头。你看看他，这成何体统？我家亲婉岂是他说不负责就不负责的？本王要进宫找皇上要说法。夫君，现如今还是先看看我们的女儿吧，其他的明日再说。话落，他脸色尴尬地看着云玉。玉儿，清婉已经醒来，你有心了。今日府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招待不周，你看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忙，就不招呼你了。玉儿明白，意外之事不可预估，幸好清婉妹妹已经醒来，想必王爷同王妃还有许多事情忙，玉儿就不先打扰，先行告退。玉儿就不先打扰，先行告退。云玉从靖安王府离开后，心中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清河看不透，忍不住低声问道：“小姐啊，您说洛姑娘为何不愿意经王爷负责？今日的事发生之后，想必对洛姑娘的名声有损。这样一来，洛姑娘以后想嫁个好人家，恐怕有点难啊。”如果清婉马上要求靖王负责，靖王定会认为他逼迫他，说不定事情会生变。但是清婉一开口就不愿让靖王负责此事，这件事反而会有转机。人只有在自己得不到的时候才会觉得珍惜，男子更是如此。且等2日看看吧，马上就是冬至了，按照贺连国出使的时间，冬至过后他们就会离开，留给靖王的时间不多了。想必他在冬至那日会给出答案。将小姐点拨一下，清河算是明白过来，心中不仅佩服自家小姐看得透，还有几分佩服洛清婉的勇气。不出1个时辰，洛清婉落水被贺连静相救的消息传遍整个上京。1日又过去，贺连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他的贴身小厮得到消息，急匆匆走进驿站，来到他的跟前，躬身禀报：“主子，小的打听到洛姑娘的消息，听说她1天1夜滴水未进，也不见人。”闻言，贺连静的脸色低沉，听到洛清婉不吃不喝，他的心堵着，上不去下不来，说不出来是何滋味。自离开靖安王府之后，他也没有吃喝，脑海中挥之不去洛清婉落泪的一幕。可听到他说过什么？洛姑娘没有说过任何主子的话。靖安王同靖安王妃呢？想到当日靖安王的威严，贺连静再次问道。他的心中存着一丝希望，竟然希望靖安王要求自己负责。小的听闻，靖安王妃准备在冬至的时候为洛姑娘说亲，好像说洛姑娘已经及笄，也是时候为她说媒了。这2日正在张罗这件事呢。她好生能耐，与本王有了肌肤之亲，竟还要和他人说亲。小厮马上低下头，
不敢看主子的脸色。出去，出去！话落，小厮马上躬身跑出去，丝毫不敢耽搁。贺连静独自一人坐在屋内，脑海中不停反复想着洛清婉准备与他人说亲的事儿。转眼间就到了冬至这日，上京的冬至日迎来了今年首次下雪。一大早，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每年的这一日，皇上都会宴请文武百官乃至各大世家进宫参加宫宴，有团圆之意。冬至的盛宴设在章华宫，皇上带着皇后同3大贵妃出现，宫宴正式开始。正当现场的气氛很热闹之际，贺连静突然站起来，抱拳看着皇上：“皇上，静有话说。”靖王请讲。皇上，我们来上京已经10多日，这些日子以来，竟感到皇上乃至文武百官对我们的热情，唯有一事略有遗憾。如若皇上成全，竟这次出使上京就没有任何遗憾。哦，靖王有何遗憾？不妨说出来，朕定为你做主。靖这2日仔细思虑过，对靖安王府大小姐洛清婉情有独钟，竟想娶洛清婉为正妃，请皇上成全。贺连静的声音落下，现场变得异常安静。洛清婉则满脸惊讶，脑海一片空白，半晌反应不过来。这得要看靖安王同靖安王妃的意思。靖安王，现在靖王当众求娶你的女儿，你意下如何呀？臣全凭皇上做主。如果清婉能够为2国邦交做出贡献，臣也为之骄傲。好，既然靖安王没有意见，靖王也一表人才。洛清婉温婉贤淑，2人乃天设地造的一对，朕此刻就做主为你们赐婚。待靖王回国之日，洛清婉一同嫁过去，赏赐金银珠宝。贺连静同洛清婉同时双手作揖，一脸恭敬谢恩。臣女谢主隆恩。正当大家都看着贺连静同洛清婉之际，赵伟也突然站起来：“皇上，微臣也有一事相求。皇上，微臣也有一事相求。”哦，赵爱卿有何事相求啊？启禀皇上，微臣中意安阳公主，想求皇上成全微臣。众人懵了，靖王同洛清婉好歹有点苗头，这赵伟同安阳公主是一点苗头都没有啊！安阳公主、靖王，这件事你们有何看法？如果安阳同赵伟情投意合，靖没有意见。安阳也没有意见。好，今日是好日子呀！朕就做主为你们赐婚，喜上加喜呀！传朕旨意，安阳公主温柔贤淑，赵伟才华出众，2人情投意合，朕今日为你们赐婚。即日起，将靖王同安阳公主2大喜讯传回贺连国。微臣谢主隆恩。德妃再也绷不住，将怒火全部表露在脸上。皇上，臣妾认为安阳公主同赵大人的婚事不妥。爱妃为何说出此话？大家都知道，靖王同安阳公主与我永和王朝联姻，可以结2国邦交之好。但是这联姻的对象须得身份相当，可安阳公主乃贺连国的公主，身份尊贵，理应与皇族结亲以显重视。赵大人不是皇族，更不是一品官，现在让赵大人同安阳公主成婚，是对贺连国的不重视。臣妾请皇上三思。三皇子皇甫和硕察觉到自己父皇的怒火，心中大骇：父皇，母妃也是关心2国邦交，没有其他意思。皇上，臣妾就是为臣妾的硕儿着想。按理说，我朝最适合同安阳公主和亲之人，那便是和硕。皇上就没想过硕儿也是适婚的年龄吗？德妃，朕是否太过纵容你，让你这般没有规矩？难不成德妃认为你的思虑比朕更加周全？皇上，臣妾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臣妾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皇儿担忧。德妃，你身为贵妃，理应知晓后妃不得干政。虽说你是为自己的皇儿着想，但此事关乎2国邦交，不可混为一谈。你忤逆皇上，理应责罚。德妃，你可知错？既然是2国邦交，是否应该顾及贺连国？安阳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表明他对赵伟有意。他们2人情投意合，这就是最好的联姻。德妃娘娘，安阳对三皇子无意，您这般强迫安阳，不顾安阳之意，才是对2国邦交无疑利。是臣妾一时冲动，让大家看了笑话，请皇上责罚臣妾吧。德妃最近思虑过重，理应待在安静之处好好歇息。送德妃回宫。臣妾谢皇上体恤，先行退下。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突然从门口传来一声慵懒的声音：今日不是冬至宫宴吗？怎么如此安静？皇甫清歌身穿一袭红色的华服，一如既往的不以为意。
你怎么回来了？军营的事可办好了？当然了，军中之事已经办妥，儿臣这才赶回来。儿臣认真办好父皇交代之事，父皇答应儿臣的事，是不是也该兑现了？既然今日这般热闹，那就来个三席同龄。传朕旨意，大殿下20有4，也是时候成亲。太师府之嫡女云玉芳龄正合适，才貌双全，与大皇子皇甫卿哥情投意合，特赐婚给大皇子皇甫卿哥当正妃。成婚之日待定，着礼部选良辰吉日，择日完婚。儿臣谢父皇赐恩。臣女多谢皇上赐婚。你们2人的感情，朕看在眼里。朕若是拆散一对有情人，岂不够厚道？起来吧，不必多礼。将军府遍布阴霾，因为云玉赐婚给皇甫卿哥。哼，不过是从我将军府出去的2嫁女，有何了不起的？航儿，这等女子你也不必老是念着，反正她已经同大皇子定了亲，你就好好跟舒柔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早日诞下一儿半女，母亲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他本以为自己的话会让齐之臣高兴，没想到却见他的脸色更加阴沉。母亲有这等闲情管我的事，不如好好管管家。世家主母持家有道，你看将军府成什么样子了？话音落下，他阴沉着脸大步离开。上下齐母同沈淑柔站在正殿，齐母第一次被自己的儿子这样责备，脸色通红。沈淑柔内心一紧，心中不好受，本打算寻一个由头离开，却见齐母一脸愤怒地看着自己。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如若不是你进门，又怎么会将将军府搞成这样？当初袁玉长家事打理的将军府井井有条，你一进门就一团糟，没有一点本事不说，还净会挑事儿。如果没有你，云玉也不至于离开将军府。母亲，你当日可不是这样说的，你不是也一样看不上云玉吗？你连云玉1分都不如，好歹云玉管家是一把好手，还能够抓住恒哥的心，你连自己夫君的心都抓不住，管家更是没有一点本事。当初我是瞎了眼，才帮着你将掌家权从云玉手中抢过来。沈淑柔直接懵了，她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忍住没同齐母对骂。怎么，难不成你还不服气？赶紧回去潇湘院，好好想想如何抓住恒哥的心。柔儿知道了，这就回去好好反省自己。齐母看着他的背影，冷哼一声，哼，不仅抓不住自己夫君的心，还不会下蛋，也想不明白当日恒哥为何非你不娶。玉儿，我有话想同你说。我家小姐没有话同齐将军说，还请齐将军不要挡着道。齐将军，你与我家小姐早已缘尽，既然如此，又何必纠缠呢？玉儿，我不过是想同你说几句话，没有其他心思。难不成这样都不行吗？我们好歹有夫妻之缘，就算做不成夫妻，也不应该如同陌路人。其他靠过来的百姓听到齐之臣的话，纷纷看着云玉。齐将军还真是对云姑娘情深呐。云姑娘同大殿下已经定亲，这齐将军还不想放弃。只是这样纠缠下去，难不成齐将军还想挽回云姑娘？我听闻当初只是齐将军同云姑娘夫妻之间争吵，齐将军也没有想到云姑娘这样做，就不知道这事真不真。如果真是这样，难怪齐将军不停纠缠云姑娘，兴许心里放不下。当然放不下了，云姑娘不仅才华出众，更是美貌无双，不然也不会引来这么多男子的争抢。云玉终于听到大家的话，听着大家越来越荒唐的猜想，云玉的秀眉紧紧蹙着，淡然拨开清河同青梅的手，走到齐志臣的跟前来。玉儿，齐将军，你我已经一决，还请你根据礼节叫我云姑娘即可。你不是说有话要与我说吗？说吧。玉儿，这里人多，不如我们移步到旁边的品茶居再说，如何？不必了，齐将军既然3番2次拦下我，有何话就在这儿直说即可。我们没有什么事是大家听不得的。如若齐将军不说，那请你下次不要再有这样的举动。玉儿，我说。云玉冷淡的侧身看着他，没有说话，等着他开口。云姑娘，我其实是想问你，你加入将军府2年，愤而一决，对我可有一丝丝不舍？周围也响起一片抽泣声，惊讶地看着云玉。这话，云玉不管回答有或者没有都不妥。有表示余情未了，纠缠不清；没有也显得云玉冷情。他们想不到齐志臣竟然当着众人给云玉难题。云玉的眸光一沉，抬眸直视齐志臣的目光。齐将军在我们一决之后再来问此话，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我嫁入将军府遵从的是父母之命，侍奉婆母尽心长家，遵循的是嫁夫随夫的女德。现在我遵从的是自己内心，你我既已一决，就再无可能。还请齐将军不要再来纠缠，不然会让我看不起你。话音落下，云玉毅然转身，
在慈宁宫里面，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端坐着，脸上带笑。臣女给太后娘娘请安，给皇后娘娘请安。玉儿来了，快赐座。哀家早就想见你，只是最近2日大家都忙着靖王同清婉那孩子的亲事，哀家才忍到现在才让你进宫。哎呀，皇上的眼光就是好，玉儿秀丽温婉，姿容出众，才华横溢，同清哥在一起还能中和他的贪图玩乐，你们这婚事哀家看着极好。臣妾早就看好玉儿同大殿下，觉得他们2人很般配，想不到同皇上还是想到一处了。现在玉儿也是皇族中人，以后要多进宫来陪陪本宫啊。玉儿多谢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的看重，能得到你们的称赞是玉儿的荣幸。玉儿本不敢奢望能进皇族，皇上宽仁，不以俗世眸光看待此事，并为我们赐婚，玉儿心中甚是感激。玉儿时刻记得自己身份，以后一定为清哥管理好内宅之事，让清哥无后顾之忧。玉儿，皇上为你同清哥赐婚，哀家心中高兴。这是太上皇在我们新婚之日赐给哀家，象征美好和睦。哀家赠与你，愿你同清哥也和和美美的。臣女惶恐，担不得太后娘娘如此重礼。这百蝶镂金和天美玉项链，象征着太上皇同太后娘娘的情谊，必定是太后娘娘的心间物。臣女不敢夺爱，请太后娘娘收回。这是哀家赠与你的，你心安理得收着就好。太上皇的情谊，哀家藏在心中，这等珍贵之物，哀家已经用不上，留给有缘人更好。想必太上皇知道，也会理解哀家，一切收着。你若不收，哀家会以为你看不上哀家所赠之物。玉儿多谢太后娘娘所赠，玉儿多谢太后娘娘所赠。玉儿，这是本宫赠与你之礼，快收着。臣女多谢皇后娘娘厚爱。玉儿不必多礼，你与本宫投缘，你有时间多进宫与本宫叙叙话，就算是感谢本宫了。可不要忘记哀家这个老太婆，到时候进宫也来哀家这慈宁宫坐坐，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既然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这样说，那臣女就厚着脸多进宫来，到时候娘娘可不要嫌弃臣女进宫频繁。你这孩子，哀家甚是喜欢，哀家也喜欢热闹，又岂会嫌弃你？该是玉儿不要嫌弃哀家一把岁数才对。正在这个时候，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臣妾就说母后喜欢热闹，这才想着来陪伴母后，果然没有来错。德妃同良妃来了，看来本宫来的凑巧。玉儿得到母后同皇后娘娘厚赠，这百蝶镂金和天美玉项链那可是珍品，本宫想都不敢想。这百蝶镂金和天美玉项链那可是珍品，本宫想都不敢想。想不到母后赠给了玉儿，可见母后对玉儿的中意。今日本宫来的匆忙，没有带礼，玉儿下回进宫再补上。你下次进宫啊，可不要忘了来找本宫叙话，本宫也很喜欢热闹。没错，本宫也下次补上。刚才听着你们这般热闹，原来是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赠礼，怎么我们一来就安静了？难不成我们出现的不合时宜？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厚爱，臣女感激不尽。两位娘娘的用心，臣女也感受在心。两位娘娘不必背礼，臣女心中感激，实在担不得各位娘娘厚爱。太后娘娘的脸色明显低沉下来，知道他们来慈宁宫的用意。玉儿进宫来了也许久了，既然良妃同德妃来看望哀家，玉儿你就先出宫吧。母后，臣妾才来，母后就这般着急让玉儿离开，莫不是防着我们？臣妾也正想跟玉儿叙话，就不着急出宫了吧，是吧，玉儿？两位娘娘所言极是，臣女也很喜欢两位娘娘，今日难得。臣女也很喜欢两位娘娘，今日难得。太后娘娘，臣女想留下与两位娘娘叙话。那当然是好，哀家这慈宁宫许久没有这般热闹。对了，昨日送靖王出城很是热闹，可惜臣妾看不到这般热闹。臣妾听说昨日齐将军拦下了玉儿，一脸深情地对玉儿说了好一会儿话。莫不是过了这么久，玉儿与齐将军还有牵扯？玉儿你既与同大殿下有婚约，这还是少与齐将军接触为好。说来你也是皇族之人，到时候若是传出点什么玷污皇族的名声，那可就不好了。你说是吧？两妃娘娘所说的确是有此事，臣女以为此等小事无足挂齿，没想到还是入了贵妃娘娘的耳。昨日齐将军确实拦下臣女，问臣女是否念有旧情，
陈女当时就与齐将军言明，同将军府及齐将军本人无任何情谊。如若他再来纠缠陈女，陈女定当报官。虽说陈女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却也无能为力，命令齐将军不得出现在大街上，更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他会拦下陈女。陈女担心再生此事，斗胆恳求太后娘娘为陈女做主。哀家知道你不会做出有辱名节之事，放心，哀家替你做主。他看了梁妃娘娘一眼，沉着脸。哀家记得梁妃母族有一姑娘抬入将军府。为母后是臣妾哥哥之女沈淑柔，她并不是抬进去。哀家不管她是抬还是做小教，既然她是你大哥的女儿，那正好，你与她说说此事，让她给齐志臣传话，不要再来纠缠玉儿，不然哀家可不会顾及她的脸面。这次就让她的妾室代为传话，下次哀家可就直接与皇上说此事。梁妃，你且做好这件正事，不要终日听来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降低你贵妃的身份。臣妾谨遵母后之意，定然将母后的意思传给淑柔。好了，你还有事要去做，赶紧去完成此事吧。哀家见你也很为皇族的名声着想，这件事想必你会做好的。梁妃娘娘的心口堵得厉害，她也没有脸面继续留下来，直接站起来拜别太后，匆匆忙忙离开。袁玉同清河已经来到淑妃娘娘的储秀宫，整个储秀宫的气氛相当美好。姑母，玉儿，你来了，快来看看小团儿。袁玉正好来到摇篮旁，看着白白胖胖的表弟，欢喜得不得了。姑母，小皇子的小名叫小团儿。皇上正在给小团儿取名呢，满月才正式有大名。本宫呢，就先给他取一个小名，叫小团儿，意为团团圆圆之意。真好听，小团儿长得真可爱，我是你的表姐。真好，圆月看着姑母这般，心中替姑母感到高兴。看来皇上对姑母是极好的。姑母看到你这般，又何尝不高兴呢？你同大殿下的事，姑母听说了，皇上能为你们赐婚，姑母感到很高兴。你与大殿下有缘，以后定能好好的。哎呀，如若姑母不是在月子中，加上你近日诸多事缠身，姑母早就想召你进宫了。现在看来，母后比姑母先一步，似乎对你还算满意呢。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对玉儿都是不错，这是他们给玉儿的赏赐。既然是太后娘娘赏赐于你，那你就大方的收着。我们玉儿啊，是一个好女子，什么赏赐都值得。想到刚才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的嘴脸，袁玉沉吟着说道：刚才在慈宁宫，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也来了。他们二人去慈宁宫可有为难你？他们是想要为难玉儿，只是被我一一化解。我担心梁妃娘娘同德妃娘娘恼羞成怒，将矛头对准姑母。姑母，你现在正在坐月子，小皇子还小，万事都要小心。玉儿放心，姑母怎么说也是贵妃之一呢，这件事本宫知道如何应对。倒是你现在同大殿下已经赐婚，想来皇上也会让礼部加紧选出良辰吉日，离你出嫁的日子不会远啦。以本宫对梁妃同德妃的了解，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现在大殿下不在上京，玉儿啊，你也要小心点啊。姑母放心，这段日子玉儿就待在府中，哪儿也不去。哎呀，这件事啊，只是猜测。我们玉儿马上就要出嫁了，大殿下是个好男儿，姑母相信你会幸福的。今年冬至日下了大雪，今年会有好收成，不曾想会下4天大雨，老百姓的庄稼想必遭殃了。奴婢在回来的路上，正好听到不少百姓在谈论此事，还说定然有人得罪老天爷，这才会惹怒老天爷，下了4天大雨。不过是一场大雨下了4天，哪有谁得罪老天爷之说？小姐，奴婢回来了，大殿下给您回书信了。袁玉的眸光添上几分亮色，马上打开书简，仔细看起来。本来好看的秀眉，只看几眼，微微蹙了起来。小姐，发生了何事？清哥回信说，连日来的大雨不仅淹没了军营，也造成了涝灾，百姓今年的收成想必也没有着落。他本来已经忙完前一阵子的事儿，这下被水涝困住了脚步，要处理完这件事情再回京。想不到这一场大雨让老百姓损失如此大。如果真是水涝那还算好，怕就怕淹久了成灾。青梅低头沉吟着，似想起来什么，看着云玉。奴婢今日出府去，确实听到大街小巷不少人谈论今年的收成泡汤。不仅如此，大家还说了其他话。还说了什么？大家还说这场雨来的突然，往年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今年必定是有什么事生变，
老天爷这是在警示大家。更有传言说道，是今年宫中那些贵人的命格生了变，这才会引来这等变化。云玉眸光微闪，心中细细琢磨着这几句话，突然蹙起眉头。可还听到了什么？奴婢今日正巧经过城南的街头，听见那个算卦的黄大仙跟旁边的看热闹的百姓说，本不该提前出现，引发大乱。虽身份尊贵，却无父母缘，若违天而行，会引发大乱。这几天的大雨只是开始，如果贵人顾全大局，送走不祥之人，则不会引发乱子；如贵人无动于衷，那就会有大灾。奴婢当时听了一耳，这神棍前言不着后语，奴婢听着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倒也没有继续听下去。云玉的神色严肃起来，突然看着他，一脸认真道：当时在那里听着百姓有多少？依你看都有什么人？大约有10多个，多是平日游手好闲之人。你再出去一趟，仔细打探一下，外面可还有其他传言。如果没有，你找几人靠近那老神棍，听听他说什么。如若再胡言乱语说这等话，就让人敲打他一下。青梅不带犹豫，马上点头，转身跑了出去。小姐，您刚才让青梅去敲打那老神棍，这是为何？贵人？何谓贵人？青莲藤、清河对视一眼，两人脱口而出：宫中贵人。那老神棍所言正是暗指宫中的贵人，没有父母缘，说的就是宫中的皇子公主，本不该提前出现。你们说会是谁？他说的是小皇子。没错，这老神棍所言必定是有人故意指使。这几句话听上去杂乱无章，但是有心之人一听，马上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上京最忌讳神鬼之说，这等相生相克的说法，在皇族最为忌讳。如若让宫中的贵人听到，必定引发大乱。好歹毒的心，本还想着这几日亲近，不曾想早就算计着姑母。小姐，那该如何是好呀？现在淑妃娘娘正值盛宠，皇上的所有心思都在她和小皇子身上，难免会引起其他娘娘嫉妒。只是算计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皇子，这心思也太歹毒了些。这生都生下来了，如何化解？难不成他们想要将小皇子从淑妃娘娘身边送走不成？袁玉自然想到这些，所以他的脸色才会这般难看。他的眉头蹙着，低眸想着事，保持着这个动作做了好久，直到半个时辰之后，青梅急匆匆走回来：小姐，奴婢回来了。小姐，奴婢回来了。听到了什么？果然如小姐所料，奴婢不过才回来2刻钟不到，外面已经流言满天飞。刚才听热闹的那10几人用2刻钟将老神棍的话传遍上京，现在已经隐隐有传言出来，暗指那个人是小皇子。奴婢根据您的吩咐出去找那个神棍，在城南的破庙找到了他，但是去到时老神棍已经死了。衙府大人以及刑部、大理寺分别来了人彻查此事。那个老神棍的身边留下了一张手写的血书，大概之意就是大灾已定，贵人无动于衷。他要以命来提醒大家。在老神棍死了不到半个时辰，京城传来消息，民间上京的城镇出现了10多人，有发热咳血的症状，看上去像鼠疫。听闻会人传人，现在出现被单独安排住在封闭的屋子，不少人开始传言。老神棍断言开始应验，大家开始传得人心惶惶。现在都已经开始有传言，老神棍所说之人正是淑妃娘娘诞下的小皇子，小皇子乃是不祥之人，恐怕会给皇族带来灾难。这件事情可有同父亲禀报？小姐，奴婢亲自到老爷跟前禀报此事，老爷的反应同小姐一样，马上派人去彻查，并且嘱咐奴婢让小姐不用担心。随着老神棍的死，这件事马上在上京传开。这件事很快传入皇宫，并且传入皇上的耳中。启禀皇上，御书房门外跪着百官，他们均称有要事禀报，想求见皇上。让他们进来。百名官员鱼贯走进来。各位爱卿同时求见朕，所谓何事？右相缓缓站出来，对上皇上恭敬作揖。皇上，臣有事启奏。上京附近的城镇已经出现了200多名百姓有发热咳血的症状，种种迹象表明这项鼠疫。上京已经派出多名医者前往救治，却无法控制蔓延之势。据医者所言，此次的病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不过才1夜就成100倍增加。上京的医者纷纷赶往支援，却依然是杯水车薪。微臣斗胆请求皇上派出重兵镇守上京城门，从今日开始，不可让城外之人进来1人，以保皇上安危。皇上，微臣这2天听到的可不止疫症的事。据微臣看来，防守固然可行，但是却治不了根本上。微臣这2天听到的可不止疫症的事。据微臣看来，防守固然可行，但是却治不了根本。这件事的源头，想必是皇上身边有不祥之人，才会引发大灾。想要从根本解决疫症，就必须从源头根治才行。闻言，
皇上的眉头微微蹙起来，可见他在隐忍着不满。皇上，微臣只恳求皇上重兵防守上京。至于沈大人所说的彻查不祥之人，微臣没有意见。这事儿能排除皇上身边的不祥之人，也是好事一桩。发生议政之前，城南的黄大仙曾经断言有不祥之人，只是他所说没有引起重视。现在黄大仙以自己的命来换取大家的看重，更是写下血书言明一切，此事必须重视。黄大仙所指这个不祥之人在皇宫中，皇宫乃是上京最重要之地，皇族所在关乎皇上的龙体安康，此事不可再耽搁下去了。听着齐志臣同其他官员的话，云修文同赵大人往前了一步。皇上，微臣以为那黄大仙之死存有异常上，微臣以为那黄大仙之死存有异常，断不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这黄大仙平日在上京只是闲人一个，不时传出坑骗之事，早就没有人找他算命看相。他突然之间变得料事如神，更以自己的性命断言大灾。微臣怎么看都觉得这件事可疑。如果任何一个江湖骗子胡乱说几句污蔑皇族都有成效，这以后皇族的权威将受到侵犯。万一以后谣言不止传到皇族身上，严重到各位娘娘乃至皇上的身上，这件事各位当如何想？皇上，此事微臣觉得万分可疑，断不可被人牵着走，请皇上彻查。赵大人往前一步，一脸严肃的附和。微臣觉得云大人所言在理，如果随便一个江湖骗子都敢造谣皇族，以后岂不乱了套？至于京郊的议政，微臣觉得右相提议在理，都敢造谣皇族，以后岂不乱了套？至于京郊的议政，微臣觉得右相提议在理，此时应当严防死守，防止京郊的百姓进京，再严查此事。臣附议。好，既然大家都认可云爱卿同赵爱卿之话，朕也觉得在理。这黄大仙死得太过蹊跷，此事必须严查。朕再给你们10日时间，必须查出黄大仙的死因。传朕指令，即刻起兵部调遣上京所有士兵，严加防守城门，只准出不准进。另外，派人传信给安将军，让安将军派兵在上京外围扎营，以防京郊百姓进京。另外，从太医院选出10名太医，带队前往京郊支援。云爱卿，谣言同议政之事由你来彻查，务必查探清楚此事有没有幕后之人。微臣领旨。臣女云玉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云玉，沈爱卿上奏你出现在京郊，扰乱查案的秩序，更罔顾朕的命令，要治你的罪。现在云爱卿刑部同大理寺的查案结果已出，查证乃天灾而成，你有何话说？此事不是天灾，而是投毒。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包括皇上，全都脸色大变，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臣女出城查探此事，并不是私下而行，而是有太后娘娘的旨意。他说着，将藏在袖中的书简拿出来。这便是太后娘娘给臣女的书信，请皇上过目。景公公快步来到云玉跟前，将他手中的书信接过来。皇上对着景公公抬了抬眉，景公公马上会意过来。太师府之女云玉才华出众，有勇有谋，在女子中带有表率之范，哀家甚为宽慰。朝廷对议政甚为重视，不少官员前往查探，今哀家觉女子亦能分忧，特令云玉前往京郊查探议政一事。今哀家觉女子亦能分忧，特令云玉前往京郊查探议政一事，为防引起恐慌，秘密行事。如遇不信服者，以此书信为证。景公公高声将太后的书信宣读出来。云玉，你刚才说京郊议政不是天灾，而是投毒，可有证据？没错，正是投毒。说着，他举起早就准备好的小瓷瓶，展示在大家的眼前。这就是我在京郊小城镇最南边的一条溪流上发现的，溪流边的泥泞出现烧灼现象。这还不止，在小溪流的正上方有一棵大树，大树上的枝叶正好垂直落在溪流上，也发生同样的烧灼痕迹。投毒之人就是将剧毒抹在树叶上，再令树叶灼毁，落入溪流中，溪流流淌开来，将整条小溪的水污染，
而京郊的妇人常年在这溪流洗衣，这就出现了第一批撞死染疫的百姓，他们均是妇人。我这次去京郊，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大多数染疫的百姓，他们均接触过溪流的水。如果是天灾，会人传人，为何这么多御医同医着前往？还有刑部、大理寺同众多侍卫等都没有听到感染的消息。如果是天灾，会人传人，为何这么多御医同医着前往？还有刑部、大理寺同众多侍卫等都没有听到感染的消息？这一切的根源皆因这是投毒，而非是天灾。大理寺还有刑部不少人都去过京郊，都没听到他们身边同僚有染疫的。只是这些发热咳血百姓的症状就是鼠疫的症状啊，这又如何解释呢？没错，自古鼠疫的症状就是如此。议事殿上的百官又开始议论起来，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沈正安就像找到了缺口，看着云玉大声说：你拿一个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瓷瓶，就说是从京郊找来的，说不定这是你自己的瓷瓶，这又如何证明？未免让人难以信服。京郊出现的疫民一开始是妇人接触过溪流的水不错，但是后面出现的疫民却没有接触过溪流，这你又作何解释？本官从来没有听说过中毒的症状会有这番反应。各位爱卿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说过中毒的症状会有这番反应。各位爱卿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云玉，你还有何发现，且一并说出来。回禀皇上，沈大人所担心，臣女理解。寻常毒药确实没有这种症状，只是这毒却不一般，乃西域的百蛇毒，只要沾染一丁点儿，就会让人咳血发热，正如鼠疫，拖延10日，病人就会中毒而亡。今日就是第一批中毒百姓第10日之期，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就会陆续中毒而亡。沈大人所担心，说这瓷瓶是臣女带来，臣女自会证明，此毒臣女已请府医查过，乃西域的百蛇毒。臣女家中府医曾经是宫中御医，有多年经验，断定此毒出自多年前西域使者送给每位宫妃的南珠。南珠圆润饱满含香，如果没有破坏外皮，可驱蚊驱毒之用。但是南珠中含有百蛇皮，混以马钱子，就是百蛇毒。马钱子与南珠均出自于宫中，臣女无从得来。臣女刚才进宫，才见过淑妃娘娘，就是求证此事。见到淑妃娘娘的南珠尚在，却也见识到南珠厉害，光是放在盒子中就有烧灼的迹象。臣女听闻淑妃娘娘说起，这里当初西域使者送给宫妃，数目有限，名单记载在册，也曾嘱咐宫妃不可触碰，只可远观，想必是有心之人利用这一点。西域毒药闻名，他们将没有毒的南珠送给宫妃驱蚊驱毒，想必不会想到永和王朝有人善用毒，竟将南珠粉碎，提取白蛇皮，混以马钱子制出百蛇毒，制造出这场混乱。想要验证臣女所言是否属实，且试一试，按照我所说的为京郊的百姓解毒，看看成效，便可知晓真假。我昨日才去了京郊，没有见到疫民，更谈不上给他们投毒。至于沈大人所说后面出现的疫民，虽然他们没有接触过溪流，如果投毒之人想下毒，又岂止在溪流之中投毒，也可更换地方，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如此，臣女也探查到黄大仙的死因可疑，他所书写的血书所用之材不是一般，乃商贾之家惯用之材。据臣女所知，此材虽然是商贾之家所用，但是价格极高，黄大仙素来在上面食不果腹，又怎么可能用如此奢靡之材？臣女请皇上明察，派人查探臣女所说，黄大仙素来在上面食不果腹，又怎么可能用如此奢靡之材？臣女请皇上明察，派人查探臣女所说，且让第一批疫民服用解药，方可救他们性命无忧。御医，查验云玉所言，看看他手中的瓷瓶是否是百蛇毒。老臣在。云姑娘，请将你手中的瓷瓶交给老臣。不到半刻钟，老御医的眼睛一亮，抬起头来。回皇上，微臣已经查探出来，云姑娘手中的小瓷瓶确实就是百蛇毒。这种毒药多年前西域使者曾经带来宫中，由太医院保管，锁在太医院中。太医院还有西域使者带来的百蛇毒的解药，当初他们教过微臣，微臣知道怎么去解这种百蛇毒。传朕旨意，太医院择选10名御医，携带百蛇毒解药前往京郊为百姓解毒。令景公公带领12监4司8局前往太医院及后宫彻查。皇上，老奴奉命搜查后宫，已经搜查完成。查得如何了？回禀皇上，老奴搜查的宫殿一时2座，只有梁妃娘娘同宜妃的南珠不见了。梁妃娘娘声称南珠送给敬贵人了，敬贵人声称不记得收过南珠，而宜妃也说不出来自己的南珠哪里去了。传梁妃、宜妃同敬贵人进殿。
臣妾参见皇上。免礼。不知皇上让臣妾来议事殿有何事啊？朕让你们3人来这里，有要事问你们。朕让景公公率12监4司8局前去后宫搜查，是因为西域使者当初送给你们的南珠不仅有驱虫之用，更有其他用途。此次京交的议政正是同那南珠有关，而这次彻查，只有梁妃同宜妃手中的南珠不见，梁妃的南珠牵扯到敬贵人的身上，这才让你们来说清楚。你们把知道的仔细说来。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宜妃马上低头说：皇上，臣妾的南珠不在手中，是当初家母进宫，臣妾让家母转交给臣妾的哥嫂，作为他们的新婚礼。臣妾这才想起来。话音落下，宜妃的父亲裴大人马上站出来，惶恐道：皇上随时可传唤微臣的内人作证。景公公，派人去传裴爱卿的夫人进殿，让她把南珠也带上。梁妃，你的呢？回皇上，臣妾南珠给了庆贵人，刚才臣妾已经给景公公说过了。皇上，臣妾没有拿过梁妃姐姐的南珠，当初初次见到姐姐，姐姐正拿着南珠看，臣妾是说了一句好看，姐姐也说过赏赐给臣妾的话，只是臣妾并没有拿。你们一人说南珠送出去了，一人说没有拿过南珠，可有凭证？回皇上，臣妾身边的宫女可作证，她们可都看到靖贵人拿了臣妾的南珠。靖贵人的身子微微抖了抖，眸光紧张，努力回想，慌忙道：皇上，臣妾身边2名宫女也可以作证，臣妾没有拿过。臣妾和2名宫女从来没有出过长春宫的宫殿门，2年来，臣妾的家人也没有进宫看过臣妾，这些宫中都有登记在册。如若臣妾真的拿到了姐姐的南珠，必定还在寝宫中。但是刚才景公公去搜查过，并没有找到南珠。回皇上，刚才4司已经将长春宫的宫殿上下查过，不放过一砖一瓦，均没有找到有可疑的迹象。靖贵人的寝宫也仔细翻找，没有可疑的迹象。如此说来，靖贵人的南珠无处可藏，想来不是他拿了。本宫就是给了他呀，所有宫女都看见了。正在这个时候，殿外传来脚步声。皇上，云姑娘所说的人证到了。进来一共有10多人，男女老少都有，穿着普通，看上去瑟瑟发抖。你们就是一开始在上京传播谣言之人，究竟是何人指使你们？从实招来。回皇上，草民招。草民之所以这样说，是黄大仙找到草民。黄大仙说，有个贵人找到他说这番话，只要照做，我们以后有很大的好处。本来草民已经做过这件事一回，事后躲起来。只是昨夜这位贵人再次找到草民，让草民将之前的谣言再散播一次。黄大仙生前跟草民透露，这位是宫里的人，让我们照做，以后必定荣华富贵。这人一出手就给了草民10两银子。草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也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这才鬼迷心窍答应下来。草民也是听信黄大仙的话，这才在上京散播谣言的。草民都不知道这几句话是何意，以为只是歌谣。这些银子草民还没有用出去，黄大仙就死了。草民很害怕，这些天都不敢出来。只是见这么久都没有人查出来，草民心存侥幸。贵人再次找到草民，就再答应下来。这些银子草民不要了，可以全都拿出来。草民的银子也没有花过，草民也可以拿出来，求皇上放过草民。草民都不知道这几句话是何意，以为只是歌谣。这些银子草民还没有用出去，黄大仙就死了，求皇上放过草民。草民有一张帕子，当初黄大仙给草民银子的时候，说看到那宫里人用的帕子，他觉得好看就画了出来。黄大仙画得很传神，能还原那张帕子的全部，草民也觉得好看，就向黄大仙借来看。不曾想刚借了1天还没还呢，黄大仙就死了。梁妃娘娘背脊发凉，心中发慌，将所有心虚写在脸上。将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还有你们口中所说的那张帕子。话落，所有平民全都将自己带来的银子抖出来。那名平民哆哆嗦嗦，终于将帕子抖出来，展示在大家眼前。皇上，既然这张帕子是黄大仙生前画出来的，黄大仙说这张帕子出自后宫，那把后宫宫女所用的帕子拿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是谁的了。这对后宫不敬，怎能凭借一个神棍的话就查这后宫宫女的帕子呢？这是对皇室的蔑视。皇上，此事太繁杂，神棍的话根本不能信啊！皇上，此事太繁杂，神棍的话根本不能信啊！
梁妃娘娘为何这般激动？为了查明真相，就算是繁杂一点，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惹上怀疑的名声，不是更应该配合查清楚，以证自己清白吗？传朕指令，彻查这张帕子。殿外脚步匆匆，宜妃的娘家人匆忙赶来。来人是宜妃的母亲，一脸紧张地走到中间，始终低着头，手中端着一个盒子。臣妇参见皇上，听闻皇上让臣妇带着南珠进宫，臣妇一刻不敢停留。此珠是臣妇进宫时宜妃娘娘转交之物，裴府上下感激娘娘，不敢亵渎宫中之物。今日臣妇打开一看，发现南珠有所变样，还请皇上恕罪。太医，去检查一下裴夫人手中的南珠是不是当初西域使者带来的。在大家的目光中，御医认真检查一遍，最后抬眸看着皇上。回皇上，这颗南珠正是西域使者带来的，有所变化也属正常。回禀皇上，奴才奉旨查后宫宫女，第一个查到长春宫。长春宫所有宫女均用这个荷花绣纹的帕子，据宫中规定，每个宫的帕子均不同样。梁妃，你还有何话说？皇上，此事定是有误会，怎能凭借这张帕子就怀疑臣妾呢？臣妾没有做出投毒的事，京郊投毒一事不是臣妾做的。梁妃，朕没有告诉你京郊是投毒，你也没有出过城。在此之前，只有刚才在议事殿云玉说过，此事还没有传出去。你怎么知道京郊乃投毒？梁妃娘娘脸色煞白，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此事你到底有没有做过？你如何得知？朕自会查清楚。来人呐，梁妃涉嫌京郊投毒一事，将她禁在长春宫，没有朕的命令，不得走出长春宫一步，不得任何人探视。长春宫所有宫人全部收监，让内府彻查。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得放人。梁妃娘娘被宫女压下去之后，皇上看着众人宣布：此次京郊议政已经证实是投毒，经太医院前往，已经控制住毒情。这件事是何人所为，朕一定会查清楚。云玉，这次毒情全因有你才得到控制，你对我朝立有大功，配享一品大员，理应赏赐。你且说说看，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出来。臣女多谢皇上隆恩，臣女本不敢接受皇上赏赐，想到此次大灾引发众多百姓流离失所，遭受重创，皇上仁慈，臣女愿将皇上赏赐全数捐赠给百姓，以安抚百姓之心。好啊，云卿家有女如此，乃太师府之幸。我朝不光男子为家国有大义，就连女子都心怀家国，乃我永和王朝之幸啊！云玉更是女子表率。传朕旨意，太师府云玉有勇有谋，为国立有大功，赏赐黄金10万两，白银10万两，珠宝玉石10箱，庄园3座，2田100亩。除庄园2田之外，其余赏赐均以云玉的名义送往京郊赈灾，赏赐重用女子典范牌匾，钦此。皇宫各宫殿的主子都在议论着云玉的事，其中德妃娘娘最为着急，她担心的坐立不安，生怕梁妃将她供出来。梁妃这个蠢妇，本来事情已经圆满，她竟敢私自行事，让云玉查了出来，实属是蠢笨如猪。若是牵连到本宫，本宫饶不得她。娘娘不要太担心，梁妃娘娘此刻还没有定罪呢，娘娘不要吓唬自己。你说的不错，此刻梁妃是没有定罪，但是难保她以后不会定罪。现在皇上审问她整个宫殿的宫女，定罪是迟早的事，本宫要想个办法。她喃喃低语，沉吟着低下头，眸光幽深，半晌没有说话。想到他们之前商议的事，她的眸色幽深，闪过一抹狠厉。既然如此，她一定不能坐以待毙。德妃娘娘抬起头来，恢复往日的神色，对着宫女抬眸示意：你且附耳过来。德妃娘娘低声说着，眸光越来越低沉。宫女静静听着，一边点头，脸色也越来越凝重，直到德妃娘娘的话说完，马上退了出去。梁妃，想不到你如此蠢，逼得本宫出手，那就不要怪着本宫气了你。云玉一路上从皇宫回到太师府，马车刚刚停在太师府的门前，皇上亲笔书写的牌匾就送到跟前，连同皇上的圣旨全都由景公公带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太师府之女献主云玉接旨。臣女恭迎皇上圣旨。云玉同自己的父亲跪在前方，身后则是元府数百人。太师府之女献主云玉心怀大才，彻查出京郊毒情，救下京郊数千百姓的性命，且心怀慈悲，将朕同太后娘娘所有赏赐捐赠给京郊，用以赈灾，为国解忧，为民请命，心怀百姓，特封为淮安郡主，为正一品，赏郡主府1座，良田1000亩，庄园10座，粮铺10间，享叩拜之礼，可自由出入皇宫，可参与刑部同大理寺的查案，即日生效，钦此。臣女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云姑娘，皇上让咱家再带一句话给您。皇上说，以后云姑娘有任何事都可以直接进宫拜见皇上，皇上为您做主。咱家还要回去当差，就先回宫去了。大人，梁妃娘娘的贴身宫女灵儿将所有罪责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她说自己不忍看梁妃娘娘被淑妃娘娘挤兑，这才用计害她，所有事情都是她做的。认罪之后，灵儿一头撞死在柱子上，无从查证。梁妃娘娘本想拉上德妃，还没说出此事，听闻此话，突然安静下来。她对德妃恨之入骨，只是想到灵儿替自己承担罪责，她自己无事，只等着秋后跟德妃算账。皇上一怒之下，将已死的宫女灵儿株连9族，所有长春宫的宫人为此次的大灾陪葬，将梁妃娘娘从贵妃之位降为普通妃子，搬离长春宫。另外还让梁妃搬到慈宁宫旁边的静思宫，为京郊这次灾难诵佛念经半年。德妃听闻此消息之后，终于放下心来。梁妃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蠢笨如猪，本宫就不应该与她为伍。确保那些物证都做干净了。娘娘放心，这些事啊，我们从来没有沾手，也只是将梁妃娘娘做过的事情暴露出来而已，完全不会牵扯上我们的。德妃笑着点点头。没错，这件事情确实是梁妃自己一人想出来的计谋，充其量本宫也只算是知情不报，现在将她的罪证暴露出来，也算是为民除害，只是可惜了，她的宫女为她挡下所有罪责，没有将她彻底除掉。德妃的笑容透着狠戾，想了想，笑容再次加深。不过没关系，皇上将她禁在静思宫半年，也算是进了冷宫，她想出来也难了。齐志晨阴沉着脸，大步回到易坤轩的书房，浑身上下散发着骇人的气息。正在他无法解气之时，院子里传来沈淑柔妩媚的声音：“恒哥哥啊，我给你送鸡汤来了。”你可知道，你的姑母今日被皇上降为普通妃子，从长春宫搬到静思宫，六皇子送到皇后娘娘身边抚养，她半年不得出宫门，要为京郊的灾难念经诵佛半年。恒哥哥，我不知。你说说看，当初娶你是因为梁妃娘娘有6殿下，现在梁妃娘娘被皇上责罚，6殿下已经不在梁妃的身边，她何时出静思宫还未知。你说我该站在哪一边？恒哥哥，你放心，就算姑母降为普通妃子，我沈府上下也一定会为姑母想办法，更会将表弟抢回来。你放心。哼，这次京郊的事虽然没有言明，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姑母是幕后之人，皇上必定会秋后算账。你姑母算是彻底废了，皇上一定不会重用罪妃。而云玉作为此次京郊破案的重要之人，你可知道，皇上封她为淮安郡主，位居正1品，她的品级比我还高。比我还高啊！你可以做什么？你连将军府内务都打理不好，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竟然会认为你比云玉好？沈淑柔，如果不是你答应沈府会辅助我，说6殿下有希望，我又怎会舍弃云月站在你们这边？都是你的错。恒哥哥，不会是这样的。如果幕后之人真的是姑母，皇上只将姑母降为普通妃子，也是念着同姑母的情，姑母必定可以翻身。我沈府就算倾全府之力，也会助姑母重新回到贵妃之位。对了，我这就回沈府去问问父亲，父亲一定有办法的。云玉能做的事，我沈淑柔也可以做的。恒哥哥，等我好消息，我这就回沈府一趟。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就看看沈府会有什么好办法。小姐，听闻今日沈淑柔回了沈府，在此之前，赵嬷嬷送来消息，称齐将军在府中生了好大的怒火。沈淑柔去送汤，还落得一顿责备。不久之后，他就回了沈府。齐志诚生气必定是因为梁妃娘娘一事，他和沈府为一派，现在梁妃娘娘倒下，对他和沈府都是不利之事，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只是此刻正是风头之盛，齐志诚自是不敢与沈府过往甚密，这才让沈淑柔回到沈府打探口风。这次的事情对梁妃同沈府的名声影响颇深，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短时间内也不会害人，必定是恢复了其名声。现在有利他们恢复名声之事，就是京郊的善后。他们害姑母之心歹毒，万不可让他们的名声恢复，不然以后麻烦。清河，一起去安排，就让人放出风声，无意过大，逐日传扬即可。就这样说。袁玉低声嘱咐着，清河连连点头，他的眸光越来越亮，心中对自家小姐佩服不已。奴婢这就去安排。清河的眸光很亮，快速退了出去，剩下袁玉一人站在窗边。他静静看着院子的大树，想到近日发生之事，终于松一口气。小姐，大殿下回京了！小姐，清哥回京了，可有看到他人？回来了，不少百姓围在城门口看热闹，看到安将军带着大殿下同赵家公子从城门口进城，大家都在传扬他们进攻灭圣，禀报这半个月守城同治落灾一事。剩余的士兵驻扎在城外，不少百姓都在欢迎他们回来。前面告诉奴婢这个消息啊，让奴婢来禀报小姐。大殿下见完皇上，想来很快就会出宫见小姐。小姐，要不要奴婢给大皇子府送个消息啊？不可，他有事忙。既然他回来，那便安心等待即可。绛云阁一片宁静，袁玉并不知道皇甫清歌正往他这里来，他坐在窗前静静书写着。皇甫清歌来到绛云阁的院门前，连日来的思念如潮水般蜂拥而出，眸光痴痴地看着那道身影。袁玉似有所觉，他缓缓转眸，看着门口那道妖娆略带沧桑的身影，顿住了。玉似有所觉，他缓缓转眸，看着门口那道妖娆略带沧桑的身影，顿住了。皇甫清歌的身影一闪，再也忍不住飞奔向前。皇甫清歌紧紧抱着他，他低下头，不等云玉开口，直接封住了他的唇。连日来的思念加上刚才的担心，换作此刻的缠绵。好半晌，直到云玉的脸色泛红，皇甫清歌这才不舍得松开他。玉儿，答应我，以后这种危险之事不要去做。不管你有没有才名，有没有那郡主头衔，我只要你好好的做我的王妃。好，我答应你。正当此时，景公公带着赏赐从宫中来到县主府。哎呦，咱家什么也没见到。哎呦，咱家一把年纪了，哪受得住呀？哎呦，真是看不出来呀，大殿下还挺腻味。嘿嘿嘿嘿。景公公，你来县主府有何事啊？咱家是来给大殿下宣圣旨的，皇上的赏赐到了，你来县主府给本宫宣圣旨，这话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是皇上让咱家来县主府给大殿下宣旨的，看来皇上说对了。哎，你宣旨赶紧的，本宫还有事做呢。大皇子皇甫清歌接旨。景公公很快将圣旨读完。大殿下，这赏赐咱家是留在县主府啊，还是搬去大皇子府啊？哼，既然你宣圣旨都在县主府，那肯定留在这里，就当做我同玉儿成亲的聘礼了。好。景公公圣旨都宣读完了，你还有事？咱家这就走，回宫。绛云阁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都走了。让景公公见着那般，实在是失礼。以后我该怎么见人啊？谁敢说我们？我们不过差成亲的礼节，光明正大的很，一点都不会失礼。娘娘，表小姐来了。云玉，你来啦？是的，姑母，我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你能来就行啦，其他事情啊，有他们忙活，无需你帮忙。你呀，就坐在这里，跟姑母一同看看小团儿就行了。小团儿可真可爱。清河，将我绣给小团儿的百福被拿过来。嬷嬷，将这块百福被给小团儿铺在她的小床上，以后啊，就用这块被子。来，让表姐抱抱。云玉许久未抱过小孩童，突然抱着温温软软的小身体，她的身体僵直，一动不敢动。不用紧张，
当初你不是抱过芳华的吗？怎么此刻就忘了？姑母，芳华表妹已经9岁，我当初抱她已经是9年前，那时抱着芳华还是母亲从旁帮着，不像现在，我还是会紧张。你现在呀，熟悉也是时候了。想来你同大殿下的婚期将至，到时候你诞下孩儿就知道该怎么抱了。姑母净会说笑了，姑母净会说笑了。哦，对了，许久未见芳华，这几日进宫都听到别人夸赞芳华的课业很好。今日是小团儿的大喜之日，想来芳华也不用上堂，怎么还不见芳华？啊，芳华呀，今日不用上学堂，不过需要完成夫子布置的作业，抄写完字帖，她自会过来。每一次你进宫来呀，正好是芳华上学堂的时候，芳华匆匆忙忙回来见不到你，不满了好几次呢。说什么啊，她这次也要见一见她的表姐，她都念叨了好几次了。是谁在说我坏话？表姐！皇甫芳华说着，朝云玉飞奔过来。表姐，你以前只抱过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娃娃，你说过最喜欢我的，怎么现在就抱着弟弟喽？芳华说的哪里话？我最喜欢芳华，也喜欢小团儿。大家说了好一会儿话，直到淑妃娘娘同云玉走到院子中，两人回头看着里面的热闹，笑容加深。姑母，我本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候说扫兴的话，但是有一人你不得不提防。此话怎讲？德妃娘娘。此话怎讲？德妃娘娘。他低声将梁妃审问时说过的话简单说了出来，眉头微微蹙着，有几分担忧。我想德妃娘娘肯定是知道此事，不然梁妃娘娘不会在这时候喊出她的名字，而没有提及任何人。我猜测德妃也有参与此事，只是不知道她参与了多少。姑母，你要小心提防她，小心她对小团儿做什么。之前我也有所听闻此事，只是没有听到过梁妃最后说的话。这样看来，德妃确实参与过此事。你放心，姑母会小心的。正在这时，有宫女快步走到淑妃娘娘跟前。娘娘，吉时将近，皇上让您移步到宴席厅，大家都到了。好，本宫知道了，这就过去。今日的宫宴很是热闹，不仅后宫妃子都到齐，就连太后娘娘也早就到来。嬷嬷抱着一脸喜庆的小团儿，慢了半步，跟在淑妃娘娘的身边。来，快抱到朕的跟前来。小团儿在皇上的怀中笑出了声音，手舞足蹈起来，看上去更加可爱。皇上，可有为哀家的皇孙赐名？当然有，母后，朕给小团儿赐名皇甫天赐，这名字怎么样啊？不错，好名字。突然，从殿外传来一阵喧哗声，见着皇甫清歌一身大红衣裳走来，恢复了往日的慵懒神色。哟，今日真是挺热闹啊！你再这么晚来，什么热闹都没得看。父皇，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这么晚来有重要之事，这是为我这小皇帝准备的满月礼去了。这是我去灵国寺求住持开过光的108颗佛珠，每一颗都加了祝福，给小皇帝带着，保他平安顺遂，没有人敢造他的谣。多谢大殿下，大殿下有心了。哈，淑妃娘娘无需多礼，只要小皇帝好好的，我就开心了。啊，对了，大殿下同云姑娘赐婚已久，这婚期还没定下来，也该定了。皇上，温大人所说正是臣妾心中所想。皇上，温大人所说正是臣妾心中所想。不知道玉儿同大殿下的婚期可定好了？皇上，你为清歌同玉儿赐婚已久，这好日也选了不少时日，还未选出来吗？母后啊，这事儿朕着礼部去选好日子，他们确实选了几个不错的日子，朕看了许久，也思虑许久，还没有决定下来，这才一再拖到此时。本来趁着今日的热闹，朕打算公布他们2人的婚期，只是看着清歌这般着急，朕又在想选择这个日子会不会不合适，要不要朕再好好想想？父皇，儿臣觉得您选的日子挺好，不用再想了，就按照您选的日子吧。他这样迫不及待的模样，让云玉的心中一热，脸上也有几分羞涩。好，既然清歌认为这个日子不错，那就决定了。大皇子皇甫清歌同郡主云玉大婚之日，定在明年的6月15。没等云玉反应过来，他再次用自己的下巴去蹭着云玉的脸颊，他就喜欢看他无措的样子。清歌，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好了，别闹了。我可没有闹，我只是在玩。当两人玩得尽兴时，院门口走来的几人正好看到这一幕，
站在原地目瞪口呆。云修文夫妇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那个端庄清冷的女儿也会有这样娇俏的一面。小姐，老爷夫人来了。伯父伯母，让你们看笑话了，我跟玉儿闹着玩呢。话落，云玉的手轻轻一扭，黄甫清哥再次呲牙咧嘴的痛呼一声：哎呀，没有看笑话，我们俩什么都没看见呢，我们没什么事，这就走啊。说着，袁夫人推搡着云修文赶紧从绛云阁院门口离开。你看大家又看到了吧，都怪你。哎呀，玉儿，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确保没有人或者将门关上，这才亲你啊。离京之前让你们跟着的事情可有什么发现？小姐有发现，奴婢派人守在将军府门口，发现沈淑荣每隔2、3日就出去与宋文安幽会，两人趁着齐之臣不在上京，肆无忌惮的亲密，很是猖狂。他们幽会的证据，奴婢全都保留了下来。不知道他们是不在意，还是说这胆子也太过大了。随着沈淑荣怀胎的月份越来越大，他们又是不顾一切。想来他们是看准了上京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大家都在关注着边疆战役一事，不会有人关注到他们。说起来，如果不是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勾当，也不知道他们如此败坏德行。很好，这些证据随时准备着。小姐早就准备好了。很好，看来这件事情也是时候让大家知道。青莲，去吧，帮齐之臣一把，他闲得够久了。小姐您放心，奴婢必定能好好完成此事。齐之臣派出的小厮散播完传言，鬼鬼祟祟正准备回将军府，在雅香楼门口突然见到自家的二奶奶从马车中走出来。雅香楼里面走出来一名男子，举止亲昵地拉着沈淑柔的手。小厮如遭雷劈。雅香楼里面走出来一名男子，举止亲昵地拉着沈淑柔的手。小厮如遭雷劈，赶紧躲在暗处，瞪大眼眸看着雅香楼门口的一幕。那名男子不就是小姐的姑爷吗？看着他们前后脚进了一间包厢，这才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将军府。大爷，就是在这里。听着小厮的话，齐之臣怒目走进雅香楼，在小厮的带领下，终于找到那间包厢。还没走近，看到包厢外面守着一男一女，那两人赫然就是沈淑柔同宋文安身边的婢女同小厮。婢女同小厮见到突然出现的齐之臣，吓得直接软了双腿。齐之臣一脚将包厢的大门踹开。沈淑柔同宋文安看到来人，两人迅速分开，脸上布满了惊慌。兄长，我们俩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要相信我们。恒哥哥，你要相信我们，我俩今日在这里只是谈心，我俩是清清白白的。你这个人渣，人渣，我要杀了你！齐之臣失去理智，一拳拳专挑宋文安的脑袋打，很快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恒哥哥不要打了，这样下去你会打死他的，不要打了。掌柜很快闻讯而来。齐将军冷静啊，切莫在这里闹出人命，切莫冲动啊。不知道是谁通知了府衙，府衙带着士兵很快来到雅香楼，并通知了双方的家人。当沈正安夫妇一脸疑惑来到雅香楼时，正好在门口碰到了同时而来的宋家人。里面的一幕让他们预料不及。熟儿，你怎么坐在地上？究竟是谁推你跌落在地上的？我们为你做主。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嫂嫂怎么跌坐在地啊？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来的正好，再不来就无法收场了。究竟发生了何事？谁将我的女儿推倒在地的？若是她有个闪失，我唯你们是问，将军府也不会放过你们。沈大人，是齐将军将沈二奶奶推倒在地的。沈大人，是齐将军将沈二奶奶推倒在地的。没有他的首肯，我们不敢让大夫前来给他医治啊。你们且问问你们的好女儿做了什么？她跟宋文安躺在这张床榻上，两人衣衫不整。沈正安夫妇同齐香菱倒抽一口冷气，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淑柔。恒哥哥，你相信我，我真的和文安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都是清白的。父亲母亲，你们相信我，要为女儿做主啊！我要替大哥打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你不得好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宋文安是我的夫君，他还是你做媒为我谈上我们的亲事的，你怎么好意思做出这样的事啊？我打死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你这个疯婆子，打我们女儿干嘛？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其中肯定有误会。灵儿，你今日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来人啊，
你们还杵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将他拉住，会出人命的！真的闹出人命，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都逃不掉。大军归来多日，各位将领的战功已经核对清楚，今日正是论功行赏的好日子。景公公宣读各位将领的战功。在大家紧张的眸光中，景公公这才展开手中的圣旨。边疆一战，保卫百姓安宁，各位将领功劳颇大，今论功行赏。头功，大皇子皇甫清歌有勇有谋，在边疆大战中有出色的表现，为赢得战役出了重要的谋略，另外为两国议和创下重大功劳，还百姓20年安宁，扩大我朝疆土，功劳巨大，今封为太子殿下，赏太子府一座。主将安将军在此次战役中带军赢得战役，慧眼识人，特封为护国大将军。主将安将军在此次战役中带军赢得战役，慧眼识人，特封为护国大将军。赵俊副将在此次战役中有出色表现，谋略勇气过人，今封为一品大将军。皇上竟然在论功行赏大典上直接将大皇子封为储君，而且毫无征兆，让人猝不及防。直到皇甫和硕带领着所有将士对皇上谢恩，其他官员才反应过来。臣等拜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众卿家平身，你们为国舍命效力，这都是你们应得的。适逢今日是论功行赏大典，朕直接立下储君，将朕的大皇子立为太子殿下。你们一开始就吵着让朕立储君，今日正好如了你们的愿。皇上英明。院子内的两人动作一顿，云玉赶紧从皇甫清歌的腿上站起来，满脸通红。让母亲看到自己这般，她直接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算了。反倒皇甫清歌显得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因为被人看见而尴尬。玉儿脸皮薄，让岳母见笑了。岳母闻言缓缓转过身来，脸上恢复平静。清歌说的合适啊，刚才我只顾着走，没留意看四周，究竟发生了何事啊？母亲您来了，清歌说笑的。你俩成婚之日将近，母亲将嫁衣取来让你试试。岳母拿了嫁衣，那正好我也可以一并看看。你俩马上就要成亲了，根据习俗，成亲前5日双方不可见面。至于玉儿穿嫁衣的模样，还是在成亲之日让你惊喜为好。清哥，你看，为了你俩好，成亲前5日你俩就不要见了吧。岳母，您看，要不等过了今日再说。我也不想如此做啊，只是这些礼节意在让你们以后和和美美，幸福到老。如果不照做，恐怕……我马上走，这么重要的礼节，我必定会遵守的。岳母不必担心。玉儿，我先走了，成亲之日我一定会提前来接你的。皇甫清歌一步3回头说着话，眸光依依不舍地看着云玉，直到走出去很远，他的身影看不见为止，云玉才收回目光。母亲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能送你出嫁，看着你嫁给自己中意的男子，母亲替你感到高兴。我的儿啊，转眼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母亲为你骄傲。母亲只希望你记住，不管你做什么，我和你的父亲都会支持你，你只管按照自己的心意走。母亲放心，我知自己该如何走。哎呀，你看我这么高兴的日子，竟然说这些话。今日母亲来是想让你试试嫁衣的，差点忘记了。快将嫁衣拿进来，让玉儿试试。小姐，奴婢伺候您换嫁衣。不稍一会儿，云玉换完嫁衣走出来，让众人看呆了眼。她穿着嫁衣，脸上没有丝毫妆容，就让大家看得舍不得移开目光。母亲，嫁衣很合身，辛苦母亲为我准备嫁衣。玉儿说的哪里的话，母亲能够为你准备，母亲高兴还来不及呢。母女2人对这套嫁衣很是满意。转眼就到了云玉同皇甫清歌大婚之日，这一日是全年之中最好的日子。太子府中，此刻皇甫清歌早已穿上大红喜服。你们说玉儿会喜欢我今日这身喜服吧？迎亲的时辰到了吗？怎么等这么久啊？哎，我这头发丝有没有乱？可需要重新梳整齐。
我总觉得我这发冠不够隆重，换一顶来。太子殿下，您这身喜服显得您俊美无双，太子妃肯定喜欢。太子殿下放心，这迎亲的吉时，小的时刻看着呢。时辰一到，马上通禀太子殿下。您的头发没有乱，太子殿下请放心，这里还有20顶新发冠，请太子殿下仔细挑选。大家虽然极力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却满屋子都透出紧张的气氛。此刻在太师府中，与太子府的慌乱紧张不同，没有紧张之感，反而多了一抹温馨。已经上好妆了，袁姑娘底子好，奴婢们只是稍稍上妆，就显出姑娘的国色天姿。袁姑娘底子好，奴婢们只是稍稍上妆，就显出姑娘的国色天姿。是几位姑姑巧手，才让玉儿也有瑰丽生姿的一日。小姐您真好看，奴婢刚才都看呆了，明明是小姐自己的脸，就仿佛比原来明亮许多。奴婢刚才看得认真，以后也要好好学学几位宫廷御师的手巧。哪有你们说的如此夸张，就你俩嘴甜。才不是呢，小姐啊，今日真的是如同天仙一样，一定迷得太子殿下移不开眼。青莲青梅说的不错，玉儿今日很是好看。这时候院外的喜婆匆匆走进来。喜婆婆匆匆走来，可是时辰到了。是的，夫人，太子殿下的迎亲队伍已经走到街尾，眼看着就到了。玉儿，迎亲要忙一整天，你先吃几口点心垫垫肚子。青莲啊，赶紧将点心布好。好，小姐连早膳都没吃呢，赶紧吃饱再说。让人前去通禀太子爷，就说太子妃正在用膳，让他不必着急赶来迎亲。奴才这就去。玉儿，我来接你了。听到皇甫清歌的声音，袁玉的双手微微一动，藏在红盖头下方的绝色容颜此刻挂上羞涩的笑容。他牵着云玉的手，终于来到云修文夫妇和众多云族长辈跟前。按照规矩，新郎接到新娘之后，要拜别女方家人，这才能接回太子府中。父母之恩，玉儿无以为报。今日玉儿出嫁拜别，望父母安康顺遂，照顾好身子。族中各位长辈对玉儿的照顾，玉儿都看在眼里，心中感激不尽。今日叩谢拜别。袁玉一一对着父母和各位长辈叩谢拜别。好，玉儿不必言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给你们的红喜带，承载着我们对你们的美好祝愿，愿你们夫妻一心，美好相随。吉时已到，新娘新郎离府。在喜婆的声音下，两位新人缓缓走出府。太师府门外大街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幸亏有侍卫站在前方维持秩序，这才没有让现场失控。太师府门外大街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幸亏有侍卫站在前方维持秩序，这才没有让现场失控。就算是这样，百姓们也探着头想看看热闹，沾沾喜气。太子殿下今日很俊美啊！太子妃的嫁衣很好看，想必妆容一样好看。还用说吗？太子妃本就是国色天香，今日必定是最美的一个。迎亲队伍浩浩荡荡从太师府出发。天哪，太子妃的嫁妆足足有999箱，还不包括那些床榻衣橱、木器家具和房产田产其他的。这样豪华的阵容，乃千年一见的。这999箱嫁妆，代表的是太子殿下同太子妃坚贞不渝的感情吧？他们有如此忠厚的感情，实在是令人羡慕呀。玉儿，我们马上就要进正殿了，正殿中有父皇、皇后娘娘、淑妃娘娘，还有其他妃子，你不必紧张啊。袁玉微微一怔，没有想到皇上同皇后娘娘也亲自到来。有你在身边，我不会紧张。吉时到，新人行礼。吉时到，新人行礼。一拜天地。皇甫清歌牵着云玉的手，缓缓转身，对着天，对着地，深深鞠躬。二拜高堂。两人再次转身，对着皇上同皇后娘娘、淑妃娘娘深深拜了下去。夫妻对拜。两人对着双方深深作揖，这一拜是他们深厚感情的见证。给高堂敬茶。皇甫清歌端起银杯，面容恭敬。父皇，请喝茶。皇上爽朗一笑，一连说了3个好字，爽快地端起银杯喝下茶水，算是对他们的认可。母后，请喝茶。皇甫清歌对于皇后娘娘的身份，心中一直怀着复杂的情绪。今日她作为自己的高堂，根据礼节喊她一声母后，能够喊出口已是对她的尊重。皇后娘娘脸上的笑容很灿烂，如同皇上一般说了几个好字，
赶紧喝下皇甫清歌敬来的茶水。父皇请用茶。他一脸满意的端起云玉的茶杯，比刚才喝皇甫清歌的敬茶还要高兴。好，朕很欣慰呀。你素有第一才女之称，清歌现在又是太子，你们的结合必定能锦上添花。朕很期待能看到你们夫妻和睦，共同为永和王朝效力。谢父皇厚望，儿臣能够为父皇分忧，心中高兴。话落，云玉端起茶杯，准备向皇后娘娘敬茶。母后请用茶。皇后娘娘正欲抬手，站在她身后的嬷嬷脸上一惊：“皇后娘娘，您乃正宫娘娘，按照规矩，太子妃乃二嫁，不可直接给您敬茶。”虽然她的声音很低，但是身侧之人的距离相隔甚近，全都听在耳中。云玉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就这样僵在半空中。皇后娘娘很快反应过来，能明显感觉到皇上的怒火，她有几分埋怨地看嬷嬷一眼：“事在人为，这规矩在今日不作数。太子妃的茶水，本宫自然是要喝的。”“是老奴的不是。”喝完云玉敬的茶，她笑着从嬷嬷的手中拿出来一对同心锁，交给云玉：“这是本宫给太子妃的，愿你和太子以后和美恩爱一辈子。”云玉的声音如常，如同没有听到刚才那嬷嬷的声音，应道：“多谢母后赏赐。”“好好好，以后本宫是姑母，也是你的母妃。”“母妃。”“哎，我家玉儿敬的茶，母妃一定要喝完。”双手接过云玉的茶水，全数喝光。“母妃祝愿你同太子永结同心，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这是母妃嫁给皇上时，皇上给母妃的礼物，如今将这份幸福传递给玉儿。”“多谢母妃。”“多谢母妃。”“好，母妃相信你们能好好的。”“礼成，送入洞房。”“玉儿，我终于娶到你了，你可知道这一天我等得有多心急？叫我一声夫君听听。”云玉的脸色更加羞红，正准备叫他一声，突然听到扑哧一声笑。皇甫清歌的脸色瞬间沉下来，一脸怒火：“是谁？赶紧给本宫滚出去！”藏在床底下的赵伟同另外一个世家公子听见他的吼叫声，赶紧爬了出来。“哦，好好，我们马上走。太子殿下，太子妃真的好美啊！我们还没听到太子妃叫您夫君呢。赶紧出去，不然，我们马上就走。太子殿下不要生气，我们不会妨碍太子殿下洞房花烛的。玉儿，他们就是胡闹，我们不理会他们。玉儿，让我先亲一下啊！”正当皇甫清歌准备亲在云玉的红唇上时，突然再次传来一道气息不稳的声音：“究竟是谁？赶紧出来，不然本宫军法处置！”元宝同季正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是元宝让我来这里的，不关我的事。他说闹闹洞房，看看太子殿下着急的模样，想想就很好玩。”“还有谁？给你们一个机会，我不追究。如果你们俩没有说出来，明日等待你们的处罚即将更重。”“苏定在那边，在那边，还有安将军也在新房中。”两人满脸的求生欲望，指出他们之后，赶紧溜之大吉。被他们点到名字的人灰溜溜的从藏身之地走出来，一脸尴尬之色：“你们好样的啊！明明让你们离开，你们又出现在这里。到你们成亲的时候，本宫知道该怎么做。”“全都是安将军让我们来的，我们本不想来的。”安将军的嘴角抽了抽，缓缓转头看着那两个不讲义气的家伙：“安将军，你行行好，你都成亲了，不怕太子殿下报复的？我们还没成亲呢。”安将军再次抽了抽嘴角，看着他们两人这个没出息的模样，只能将到口的话吞下去，点点头：“太子殿下，是我让他们来的，你要责骂就骂我吧。安将军是大将军，我怎么能骂你呢？不过你打扰我的洞房花烛，我很不高兴。你答应我做一件事，那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安将军，答应太子殿下吧，大不了我们跟你一起完成就好了，不然太子殿下惩罚人的手段很折磨人的。帮忙！”“好，我答应为太子殿下做一件事，那太子殿下就莫生气了。今宵良夜，我们就不打扰太子殿下同太子妃了。”安将军说完此话，赶紧两只手提着赵俊同苏定离开新房。今夜一波三折。“玉儿，终于没有人打扰我们了。”皇甫清歌再次挑起云玉的下巴。就在两人马上要亲上时，门口传来清晰的敲门声：“太子殿下，正厅有很多宾客，让您出去跟大家说几句，大家都等着能够跟太子殿下喝几杯呢。”
管家让我们来问太子殿下是否要去露个脸。云玉赶紧睁开眼眸，看着咬牙切齿的皇甫清歌。今日大喜，不要置气，你就出去跟大家说一句吧。好，玉儿，你等我片刻，我去就来。皇甫清歌无奈地看着满院子的灯笼，还有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的他们，只能看着暗处说了一句：暗卫全都出来。话音落下，4名暗卫嗖一声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皇甫清歌跟前。你们4人将院子里的人请出去，然后守在院子外面，不让任何一人进来。若是本宫知道你们放一个人进来，那你们就去边疆跟赵将军带兵打仗吧。是，保证完成主子的命令。云玉坐在床榻上，将外面的动静听在耳中。成亲从早到晚，他只在早上用了早膳。此刻看着面前的桌子放着琳琅满目的美食，他这才觉得自己的肚子空空的。他想了想，清歌肯定没有这么快回来，轻轻拿起桌面的点心，优雅小口的吃起来。原本以为皇甫清歌要好久才回来，却不想他刚才所说去就来，就真的是去了一下就回来了。我见桌上放着这么多吃的，就吃了几样。这些都是准备给你吃的，可吃好了。这些都是准备给你吃的，可吃好了。吃好了，点心很美味。既然你吃好了，我还没吃好呢。云玉不明所以，正准备开口让他也吃点点心，还没说出口，就直接被皇甫清歌搂入怀中，低头直接吻上了他的红唇。云玉准备说出口的话全都隐没在他的吻当中。皇甫清歌顺势将云玉压在床榻上，两边的床幔将今夜的春色全都掩盖下去。当天夜里，月亮异常圆，银白的月色落在太子府2位主子的院子中，加上满院子的灯笼，照得整个院子很明亮。大家只看到有4名黑色身影，很是忙碌地将时不时来打扰的人扔出去，为了这安静的夜色增添了几分热闹。只是苦了4名暗卫，他们没有想到大家的好奇心这么重，这么多人想来闹太子殿下同太子妃的洞房花烛。他们4人一个晚上使出浑身解数，这才堪堪守住不让人偷偷溜进来。直到寅时过去，动静这才慢慢消停。玉儿，我们进宫给父皇他们请安。好。脑海中闪现昨日拜堂成亲时发生的一幕，眸中闪过一抹思量。今日先进宫敬茶，有什么事我们回来之后再说。我知道。皇上同皇后娘娘、淑妃娘娘早就等候在乾清宫，见着他们走来，大家的脸上满是喜色。2人来到3人跟前，早就有嬷嬷准备好茶水。皇甫清歌同云玉跪在蒲团上，双双拿起茶杯，先给皇上敬了第1杯茶，紧接着来到皇后娘娘跟前。母后请用茶。云玉笑盈盈地看着皇后娘娘，似乎从来不知道昨日发生的那一幕。好，本宫看到你们成婚，心里高兴。皇后娘娘笑着回头吩咐宫女将带来的赏赐展示出来。这是本宫当初同皇上成亲时，母后赐给本宫的镶宝石凤纹金顶簪。今日本宫将它送给玉儿，依着你俩的身份，玉儿戴着正好，很合适。上回泽红将这金顶簪送去给你添香，玉儿直言已经收过本宫的礼，不好再收。本宫见着玉儿也是喜欢这金顶簪，今日心腹敬茶，正好给玉儿当敬茶礼。母后这顶金顶簪实在是太过贵重，当日玉儿就不敢收下母后这样的厚礼，让6殿下给送了回去。想不到母后现在又赏给了玉儿，玉儿多谢母后的厚爱，如此重礼就受之有愧。这是皇祖母赐予母后之物，母后还是自己留着吧。只要是母后赏赐的物件，承载着母后的心意，玉儿都喜欢。剩下的赏赐，玉儿就厚颜收下了。太子妃知分寸，懂礼节，想来是不敢夺皇后之爱的。既然这顶金顶簪是母后赏赐给你，你就好生收着吧，不会有人敢从你的手中抢夺的。既然皇上都如此说话，倒是本宫的不是了。本宫将这顶金顶簪收回来，好好珍植。其他赏赐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委屈玉儿收下吧。皇上刚才的话，不管如何理解，都表明他这个皇后之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皇后娘娘的心终于松一口气，玉儿谢母后赏赐。很快轮到给淑妃娘娘敬茶，皇甫清歌同云玉的脸色真诚不少。清歌给母妃敬茶。好。父皇，有一事儿臣想求父皇的旨意。哦，清歌所求为何事？你且说来听听。是这样的，我同玉儿刚刚成亲，成亲前有好几个月没有照顾到她。现在国泰民安，
适逢父皇将江南的政事交给儿臣，儿臣想带上玉儿去江南一趟，视察江南民情的同时，也听闻江南风景优美，可以赏赏美景，可以一举两得。此事还请父皇同意。你现在已经是太子殿下，可不能如同以往那样贪图玩乐。父皇怎么能这样想儿臣呢？儿臣是视察民情，您不相信儿臣，难道还不相信玉儿吗？我们就是去江南视察民情，顺道再看看风景。朕就担心你将玉儿教坏了，到时候拉着玉儿一起懒散。不会的，父皇您就放100个心吧。父皇，儿臣就是想着刚刚新婚，现在政事还不是很忙，这不还有您在呢吗？而且安将军也同意了会替儿臣看好军营。安将军前2日早朝之上还跟朕说过，想休沐一阵时日，会答应替你看着军营。是真的，安将军答应儿臣，赵将军也在现场，他也听到了。父皇不信可以问问他们。皇后娘娘的眸光微深，静静看着皇甫卿歌腾云玉，双手紧紧握着，没有说话。罢了，既然你们刚刚新婚，朕就答应你这个请求。正好此刻朝政之中没有什么要事，你们此行去江南也算视察民情。不过明日早朝朕也会问一下安将军，如果安将军不答应，这件事就还有变更。多谢父皇。你也听到了，你的太子哥哥在宫中和太子妃打闹，这般作态丝毫不像一国太子该有的沉稳仪态。你的母妃进了禁思宫，这辈子都不会出来，你只有跟在本宫的身边，本宫才能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只要太子殿下无能，你表现出来的沉稳睿智，这宫中就没有其他皇子能跟你比。皇后娘娘的眸色一深，眼里满是野心。她的大公主嫁到邻国，从前她身边无一人，她费尽心力只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后之位，从来没有盼头。只是现在不同了，她现在身边有了皇甫泽弘，巩固皇后之位最有效之法就是让皇甫泽弘坐上那个高位，到时候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人。只要皇甫泽弘坐上储君之位，也是时候除掉梁妃了。皇后娘娘心思深远，表现出来的平静与谋略让皇甫泽弘佩服。此刻的他对皇后娘娘言听计从，只要能够坐上高位，那个连累他的母妃他也不想深想。皇甫泽弘的眸光低沉，丝毫不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眼神。经歌腾云玉坐上马车之后，两人同时恢复了平静。你是从何时开始知道我的担忧？你聪慧如此，心思细腻，加之近日太师府同太子府的风头颇盛，还有敬茶那日发生的事，不难猜想出来你有这样的担忧。六皇帝现在安养在皇后娘娘身边，就算他一开始没有这般想法，他也会为了六皇帝筹谋。想来他一定会借机发难，找太师府同太子府的麻烦。正好我们刚刚大婚，你巡视江南的名头出去游玩一番，一举两得。现在朝中没有大事，加之父皇在，不会耽误正事的。刚才他同玉儿在宫中故意表现出来沉迷新婚之乐，不过是为了给朝中人看罢了。暗影现在查到一些有关当年谋害他母妃的痕迹，他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去彻查此事。好，既然你已在父皇面前提及此事，那我们就去江南。皇甫卿歌腾云玉两人沿着沿途的花灯看去，虽说江南及不上上京这样繁华，但是江南特有的柔美及风土人情让云玉也长了几分见识。两人驻足在一家商贩前，这家商贩的花灯很有特色，老板看上去也很朴素，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公子跟姑娘生得仙人之姿，老婆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俊的人儿。老婆子，你年轻时也是一个大美人，现在也好看。你这话让人看笑话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谁会笑话呀？哼，大爷说的话很在理，就是如今大娘也是貌美如花的。公子的话正合老爷子我的心意呀。我看着公子同姑娘也是情深之人，这盏花灯就送给你们，不收银子了。这是我和老婆子亲手做的，能够遇到有缘人，我们高兴。也愿公子同姑娘的感情百年如一日，和谐到老。多谢大爷，我的妻子很喜欢。你们制作花灯不易，不用送给我们，我们也正好想买来着。这个花灯多少银子？我付给你们。是的，你们做花灯来卖，岂有不收银子之理？快收下吧。公子同姑娘误会了，我们并不是靠卖花灯为生之人，我们吃喝足够。今日出来卖花灯，也是因为喜欢花灯才来的。
能够遇到有缘之人，相比收到银子更让我们开心呢。如果公子同姑娘觉得老爷子、老婆子也算有缘之人，那就直接收下就行了。多谢大爷大娘，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也祝大爷大娘长命百岁，身子硬朗。好好，公子同姑娘都是实诚人，老爷子我呀听着高兴。突然，在他们后面冲过来一只发狂的驴子，眼看着后面跟着一群身强力壮的汉子。大爷大娘小心！闻言，皇甫清歌的眸光一缩，快速将云玉推到一旁，他自己挡在老爷子同老婆子的跟前，抬手就是一掌送出去。将驴被皇甫清歌一掌打偏，飞出去之前腿踢在他的身上。清歌，玉儿，不要过来！大爷夫人！元宝第一个冲到自家两位主子跟前，提起佩剑护在他们身边，正好看到其中一名壮汉眼底一闪而过的凶狠。那几名壮汉正准备有所动作，姬正同、苏定也提着佩剑，后脚落在他们跟前，咔咔几下将几名壮汉的手腕打脱臼，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夫人，你有没有受伤？我不是，是夫君受了伤。放心，我不是。通知知府大人，好好审查此事。大街上这么多人，他们一群人拿着镰刀锄头追着一头驴子跑，就算驴子没有撞死人，他们的镰刀锄头刀叉也会刺死人。是，大爷。看着大街上围着这么多人，知府大人骂骂咧咧地走来。是谁在这里闹事啊？今日是花灯大会，大家不去赏花灯，围在这里干什么？大家该干嘛干嘛去，都散了散了。那几名躺在地上的壮汉眼睛一亮，似乎看见了救星。大人，我们就是为了捉这头发驴的驴子，这才碰到那个花灯摊子。这名公子命令底下的人将我们的手弄脱臼了，还不放过我们。大人，我们乃普通的农户，今晚喂驴子的时候，发现有一头驴子误食发狂，将栏杆撞烂逃了出来，我们这才追着驴子出来了，没有想那么多。闻言，知府大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转眸看去，看到太子殿下坐在地上，脸色苍白，一只手捂着胸口，看上去像受了重伤的样子，而太子妃则眼眶微红，蹲在地上扶着太子殿下。知府大人的脑袋轰的一声，只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太荒唐了，竟然将这位公子撞倒在地。公子有没有伤到哪里啊？下官这就派江南最好的大夫来为你医治。你们这几位刁民竟然没有看好自家的畜生，任由其在大街上闹事，若是伤到无辜之人，如何是好？来人啊，将他们押起来关入大牢，本官要亲自审问。等到他们回到鸿运客栈，云玉的心提着，赶紧将他扶到床榻上坐着，脸上满是担忧。清哥，你是否觉得今日事有异？如果我猜测不错，刚才那几人应该是冲着我们而来。你这样说，是说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还要故意伤害我们？我刚才观察他们的表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只是收到这样的命令，应该是一种试探。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试探，或者更多刺杀，还未可知。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有伤。本来打算带你出来江南游玩，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让你担惊受怕了。有你在身边，我不怕。就算在上京，又何尝安全？我们不过才来江南第一日，就发生这样的事，想来背后之人早就等我们叙旧。清哥，这件事你觉得会是宫中那位做的吗？现如今宫中除了皇后娘娘有这样的手段，他想不出来还有谁会针对清歌。想来你也有顾虑。我们本不想掀起正常的混乱，却还是不能置身事外。玉儿，接下来江南这一趟，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闻言，袁玉的眸中带着几分疑惑，看着他。当初我母妃的死，我觉得不简单。我母妃是父皇第一个生下皇子的妃子，虽然她的身份只是一名宫女，但是却威胁到不少人。在她生下我不久之后就走了，所以我一直养在父皇的身边。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此事不简单，暗中培养暗影，彻查此事。这件事情我查了很久，终于查到一点眉目。当初之前的宫女到了年龄出宫，但是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出宫之后不久就死了，就连宫中当初跟在我母妃同皇后娘娘身边的宫女都离奇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只有一名宫女在出宫之后逃过此劫，改名换姓，一直隐匿在宫外生活。今日我查到她的踪迹，就在距离江南不远的一个小县城，从这里去只需不到半日路程。此次来，我正好想顺道去查证此事。
这样说来，刚才那名老大娘同大爷受到了伤害，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而受伤，很可能是因为……不错，很有可能就是对方猜到这一点，猜想老大娘是宫中的老人，这才会发生那个意外。那他们会不会有危险？进入过后，背后之人还会不会派人过来伤害他们？此事说不准。按照年纪来说，那名老婆子的年纪显然不符合宫女当初出宫的年纪，只是也说不准背后之人会不会为了稳妥，宁愿错杀也不愿放过的怀疑。袁玉的心如同压了一块石头，有几分难受。皇甫清歌明白他的心思，两人相视一眼，眸中满是无奈。大爷，知府大人刚才来禀报，那几名农户招了。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有人给他们银子，让他们在大街上冲撞外地来看上去很尊贵的人，也没有具体说是何人。这几名农户看到大爷同夫人身份尊贵，就认定你们是冲撞之人。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就连街头之人他们也没有看见。他们承认是有人收买作乱，知府大人给他们画押收监，直到半夜，这几名农户突然暴毙在牢中。他们的家人一大早来寻找，发现此事之后，此刻正在府衙门口闹事呢。现在那几名农户死无对证，更加查不出来后面之人。告诉知府大人，就说我知道此事，让他回去处理好后事。今日过后，我们离开江南，让他不必来禀报。大爷，我们何时离开啊？具体时辰还没有决定啊，暂时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行踪。元宝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走。袁玉眸中的神色变深，看来背后之人的动作很迅速，这才一夜就把所有农户都灭了口。他是担心我们查到什么，就算有暴露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可有什么安排？今日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一路来到小县城最偏僻的西边，他们才停在一间门牌朴素的宅子前。元宝对着马车低声说了一句话，这才转身走到宅子的面前，轻轻敲响门。谁啊？屋内之人将门打开，见到元宝微微一愣。公子找谁啊？巧娘是否住在这儿？是我婆娘。你们是谁啊？啊，我们是她的远房亲戚，今日来想见见巧娘。好，请进来。婆娘，你有亲戚来找上门了。听到他的叫喊声，从正屋走出来一名50岁左右的大娘。他抬眸看去，正好看到皇甫清歌同云玉的身影。没等他开口说话，皇甫清歌同云玉已经走进来，来到他的跟前。巧娘，我们是从上京而来。巧娘此刻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内心紧紧提着：几位从上京而来，想来没有来过我们这种寒舍，如果不嫌弃，就坐下说话吧。他没有想到皇甫清歌会找来，真的到了这一日，他的心中也缓缓恢复平静。巧娘是你唤过的名，听到我们从上京来，看来你并不意外我们会来。翠姑，听到我们从上京来，看来你并不意外我们会来。翠姑，民妇其实很惊讶，没有想到大皇子会来寒舍。不，此刻正确的来说，应该唤您太子殿下。看来这位就是太子妃了。民妇参见太子殿下同太子妃。看来你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对于上京的事还是很关注的。太子殿下立为储君的事举国同庆，民妇怎么会不知道？我们这里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大皇子被封为了太子殿下。哼，能够一眼认出本宫的身份，并知道本宫就是太子殿下，翠姑这眼力果然厉害，最起码比你的夫君要好。他看到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是你的远房亲戚，丝毫没有想到本宫是太子殿下。据本宫所知，当初离开皇宫的，不管是嬷嬷还是宫女，全都在1年之内惨遭毒手，只有你幸免活下来。自此之后，你就改名换姓，隐匿在了这个小县城生活。如果告诉你夫君你从前的身份，必定会让你暴露，招来杀身之祸。你若是不想自己担惊受怕，就把你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本宫答应你会保你平安。翠姑的眸光闪了一下，犹豫一瞬，似乎做出某种重大的决定。她轻轻叹一声，这才道：能让太子殿下说出是民妇的远房亲戚，乃民妇的荣光。民妇的夫君不知道此事，还请太子殿下同太子妃帮着隐瞒此事，委屈你们再次以远房亲戚的名头。见着皇甫清歌同云玉点点头，翠姑这才悠悠道：事隔多年，民妇都差点忘记了当年的事，没有想到过去20多年了，太子殿下会找来。当初您的母妃虽为宫女出身，却生得容颜绝丽，气质清绝，宠冠整个后宫，就连皇后娘娘也比不上。不久之后，皇上封她为香妃娘娘，宫中有传言，只要等到香妃娘娘诞下大皇子，就会被封为贵妃。那个时候，
整个后宫就皇后娘娘同香妃娘娘怀孕，香妃娘娘比皇后娘娘还先有孕。不少人都在猜测皇后娘娘同香妃娘娘谁会诞下皇子。大家传言，如果香妃娘娘诞下皇子，皇后娘娘诞下公主，后宫之主有可能会变。这些话自然传入到皇后娘娘的耳中，这对皇后娘娘来说是大忌。宫中的传言越来越多，皇上也越来越宠爱香妃娘娘，几乎都宿在香妃娘娘的寝宫中，反而不去看皇后娘娘。很快到香妃娘娘的分娩之日，说来也奇怪，本来比香妃娘娘月份小的皇后娘娘反而肚子先有动静，那些早就准备好的接生婆子全都去了皇后娘娘那里。1个时辰之后，香妃娘娘才有动静。只是皇后娘娘的身份毕竟摆在这里，皇上也不好直接让接生婆子去香妃娘娘那里。正好宫中的接生婆子多，就让另一批接生婆子去了香妃娘娘那里。中途皇后娘娘难产，皇上本来想去香妃娘娘那里看看，因此走不开身，直到香妃娘娘生下了大皇子，最后却因失血过多没有救回来。奴婢听闻，给香妃娘娘接生的婆子是本来给皇后娘娘接生的，乃皇后娘娘的乳母嬷嬷准备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整个皇宫大乱，皇上更是因为这件事将给香妃娘娘接生的婆子全都砍了头。后来皇后娘娘身边的宫女同婆子全都送出宫去了。民妇听到宫女姐姐说过，皇后娘娘那天根本就没有难产。民妇听到宫女姐姐说过，皇后娘娘那天根本就没有难产，她只是为了留住皇上，这才装出来的。后来出宫的宫女嬷嬷死的死，失踪的失踪，民妇听到后害怕，这才隐姓埋名的躲在这里来生活。民妇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太子殿下，香妃娘娘是否因失血过多而逝，民妇也是在宫中听到宫女姐姐这样说。民妇只知道自那以后，皇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过皇后娘娘那里，甚至连大公主也没有看过一眼。听他说完所有的话语，皇甫清歌同云玉的脸色很低沉。正好这个时候，翠姑的夫君双手端着茶水走进来。大家喝口茶吧，说了这么久，润润喉咙。皇甫清歌同云玉一脸平静地站起身。茶水不喝了，我们和巧娘叙完旧，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不错，这就离开。他抬眼看元宝一眼，元宝看到自家主子的暗示，马上转身走进来。这是我家主子给你们的，大爷同大娘在县城生活，我家主子多少年才来这一趟，你们好生保重。天亮之后，元宝再次急匆匆走来。主子，我们问出来了，我们从2批黑衣人的身上同时搜出同一样东西。据我了解到，这个标记的暗卫来自皇宫，而现如今有这个能力调动这么多暗卫之人，就只有皇后娘娘。暗卫亲自逼供，终于从黑衣人的口中知道，背后之人正是皇后娘娘，这是他们的交接信物。元宝一脸严肃，将一个黑色的小令牌递到皇甫清歌跟前。这个图文，我曾经在皇后娘娘身边一个嬷嬷的手帕上看到过。元玉的脸色凝着几分沉重，接过来仔细一看，这个图文同皇后娘娘身边嬷嬷手中的帕子图文有9分相似，却不尽相同。若是以这个为由指证他，恐怕不能落实此事。只要我们知道是他，那就好办了。他害我母妃，我不会就此放过他。主子，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继续在江南游玩，将我们的身份公布出来，然后放出风声，就说我们深得江南百姓的爱戴，且看他能做出何事。元宝稍稍一想就明白主子的用意，点点头应了声，马上往外走去。我们继续在江南游玩，当初在恒苑客栈遇到那些黑衣人，若是让他们知道，恐怕免不了还有其他黑衣人来。不仅要让他知道，我们还要让江南的百姓知道，让知府大人派出侍卫保护我们。他就是看出了我们微服出巡，不想惹来麻烦，这才派出杀手刺杀。我们反其道而行，现在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还要将黑衣人刺杀一事公布出去，就看看他如何应对了。只要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份，自然会有不少有冤的百姓寻上来，有我们从旁的监督，知府大人办案自然不敢马虎。到时候为冤结的百姓解决事情多了，自然也将我们的名声传扬了出去。只要名声传扬出去，皇后娘娘必定会着急，就是她动手的时候，人只要着急就容易犯错。老奴参见太子殿下、太子妃，许久未见太子殿下同太子妃，你们容颜盈泽，看来这一趟江南之行很是值得。多月不见景公，景公也越发精神，看来最近上京发生了不少喜事，让景公跟着心情愉悦。上京有没有喜事，老奴不知，
倒是六殿下最近名声很好，在早朝得到皇上多次夸奖。太子殿下同太子妃有何事想知道，哪需要通过老奴的嘴呀？哎呀，你看老奴话多了，皇上还在宫中等着你们，不如我们赶紧进宫吧。景公公简单几句说到重点，也算帮他们了解近日上京的动向。皇甫清歌同云玉在景公公的带领下，终于来到了皇上的乾清宫。臣袭参见父皇。你们俩终于回来了，这都出去将近3个月，是不是朕不传信让你们回来，你们都不舍得回来看朕呢？不是朕不传信让你们回来，你们都不舍得回来看朕呢？啊，来，赶紧坐下，与朕说说，这几个月你们都去了哪里，碰到什么有趣的事？父皇说的哪里话？儿臣虽身在江南，但是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父皇，恨不得马上赶回来为父皇分忧。幸亏父皇的传信来得及时，不然就算没有收到父皇的旨意，儿臣也是要赶着回来的。哎，行了，你是如何想的，朕还会不知道吗？啊，亏你说得出口。父皇这是不相信儿臣了？儿臣在江南一直记挂着父皇，回城那日也特意带了江南的特色玩意儿回来。父皇，清哥回来的路上一直提着这盒子，心心念念说这是给父皇的心意。父皇，这是儿臣亲自雕刻的吉祥物。我们这次出游到江南，见到江南的百姓有雕刻吉祥物的风俗，赠送给他人有祝福之意。儿臣雕刻的这个吉祥物不是很熟练，希望父皇不要嫌弃。儿臣愿父皇万岁金安，千秋万代。皇上的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这真的是你雕刻的吉祥物？千真万确。父皇，这确实是清哥亲手雕刻的。为了这个吉祥物，他每日晚上燃着灯火雕刻，手上还留下雕刻的茧子。既然玉儿都如此说，朕是相信玉儿的话的。只是想不到啊，你小子竟然还会雕刻，这实在不像你能做的事啊。景公公，将这个吉祥物放在乾清宫朕安歇的寝宫里面，找一个好的位置安放。既然是吉祥物，可不能马虎了。老奴这就去。这次去江南，看来你没有白去啊，能让当地的百姓赞不绝口，朕很意外，也很满意。给朕说说看，这一路上都遇到什么趣事了？儿臣同玉儿这次去江南，并没有想着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却遇到行刺的黑衣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将自己的身份公开。他仔细将他们在江南的遭遇说出来。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当朝太子！朕一定会彻查此事。看来你们这一路回来是担惊受怕呀。明日早朝，朕一定让大理寺查清楚此事。当朝太子出巡都能遇到这等事，说明有人有不轨之心。若是朕微服出巡，岂不是也有可能遇到这等事？岂有此理！此事必须深究。儿臣本不想让父皇操心此事，只是玉儿说的对，为了杜绝此事发生，还是让父皇知道此事，也多一份警惕。儿臣遭遇此事，其实并不担惊受怕，怕的是父皇以后真的微服出巡会遇上此事。我跟玉儿没有事，父皇也无需担心。你们俩没事就好，这件事朕自会处理。既然回来了，近日就不要离开上京了，朕还指望着你回来帮朕分忧呢。父皇放心，儿臣这次回来必定不会轻易离京的。一名宫女急匆匆赶往皇后娘娘的寝宫，脸上满是着急之色。这般莽撞冲撞的娘娘，有你好看。回禀皇后娘娘，奴婢刚刚回来收到消息，太子殿下同太子妃在乾清宫待了许久，听闻太子殿下同太子妃在江南遇刺，皇上听闻此消息很生气，准备明日在早朝让大理寺彻查此事。他的话说完，皇后娘娘脸色变了。你说什么？奴婢也是听乾清宫的宫人说的，现在后宫几乎都知道了此事。皇后娘娘噌的一下站起来，整张脸变得阴森恐怖。嬷嬷见着皇后娘娘这般表情，终于反应过来，她对着宫女使了使眼色，低声嘱咐她先出去。直到见到宫女走出宫殿，嬷嬷这才看着皇后娘娘，低声问：“娘娘，发生了何事？”皇上要彻查刺杀皇甫清歌他们的刺客，既然皇上发话，此事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嬷嬷不解，下意识说：“既然是彻查刺杀太子殿下的刺客，那皇后娘娘担心是……”她的话还未说完整，紧接着一双眼睛睁大，眸中充满惊讶。
皇后娘娘正好抬眸看着她，看到她眸中的疑问，她没有否认。事已至此，就算让嬷嬷知道也无妨。娘娘，万一让皇上查到，该如何是好啊？皇后娘娘开始平静下来，她的眸光越来越冷，似乎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嬷嬷，你过来。嬷嬷的心中一惊，心中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却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皇后娘娘低声在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嬷嬷的眼睛越睁越大，脸上布满惊骇，直接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你可以不去做，可万一皇上查到本宫的头上，第一个死的就是你，你可要想清楚了。次日一早，宫中传来皇上昏迷不醒的消息。当皇甫清歌来到乾清宫的时候，太后娘娘同皇后娘娘已经等在那里。皇上此刻躺在龙床上，脸色苍白，嘴唇乌黑。父王怎么样？从皇上的脉象来看，皇上这是中毒的迹象，并且已经深入肺腑，一定要找到下毒之人，才能对症下药，不然微臣无能为力。怎么会这样？昨日还好端端的人，今日怎么就中毒了？谁敢给皇帝下毒？母后说的对，昨日皇上还好好的，今儿个怎么就中毒了？昨日最后见皇上的人究竟是谁？母后这是何意？这是说昨日最后见父皇的人就是害父皇的凶手了？现在看来，昨日最后见皇上的人有最大的嫌疑。皇上昨日上早朝时还好好的，文武百官都见到皇上，可以作证。皇上上完早朝之后，并没有在御书房见过什么人。皇上上完早朝之后，并没有在御书房见过什么人，而是独自一人在乾清宫。景公公，昨日皇上在乾清宫可有异样？回皇后娘娘，皇上昨日在乾清宫并无异样，一直心情极好，在乾清宫泡茶。皇上平日都是日理万机，早朝之后就在御书房批改奏折，极少会独自一人在乾清宫泡茶。那皇上昨日回了乾清宫之后，可有见过什么人吗？母后不必为难景公公，昨日父皇召见我同玉儿到乾清宫，这件事情相信宫中很多人都知道，母后又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们见父皇的时候，父皇还好好的，跟我们聊了许久，直到戌时我们才离开，相信我们就是见父皇最后之人。但是我同玉儿从来没有对父皇做什么，这点景公公可以作证。没错，皇上昨日见太子殿下同太子妃的时候还好好的，直到就寝时也是极好的。你现在说皇上的昏迷与你无关，但是你们是见皇上最后的人，这话说出去谁信呢？你已经是太子殿下了，皇上对你如此重视，你还想怎样？难不成就不能多等几年吗？一时之间，文武百官也看不透事情的真伪，倒是安将军同赵俊还有支持太子殿下的官员对皇甫清歌深信不疑。太子殿下现在得到皇上的重用，况且太子殿下还是皇上的嫡亲骨血，他一定不会做出这等事情的。微臣相信太子殿下的为人，他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皇后娘娘就这么迫不及待给我定罪？现在首要之事就是彻查谋害父皇的凶手，彻底搜查一遍皇宫。父皇已经毒进肺腑，没有时间耗费。太子也逃不了嫌疑，本宫现在就是在查证此事。本宫身为皇后，皇上的安危受到威胁，本宫一定要查清楚。太子，你为何要对皇上下毒？到底下了何毒？仔细说出来，不然就休要怪本宫不客气。马上派人出宫，将云玉带进宫来。皇后娘娘的话音落下，在门口守着的延禧宫宫人赶紧往外走，准备出宫将云玉带进来。还有一部分人快速走进来，准备对皇甫清歌动手。本宫看谁敢！本宫身为东宫太子，从来没有对父皇下毒。现在父皇昏迷不醒，就要担起重任。皇后娘娘身为后宫妃子，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手伸到朝政上来！本宫身为皇上的正妻，现在皇上昏迷不醒，理应由本宫来查清楚此事，无关朝政。现在太子殿下有嫌疑，不让本宫查证，这是为何？这是心虚，还是想拖延时间？你们大家还杵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将太子围起来，他有谋害皇上的嫌疑！皇后娘娘同太子殿下剑拔弩张，让在场的官员全都惊呆了。微臣知道皇后娘娘现在很心急，但是现在首要之事应该听从太子殿下的话，将皇宫上下搜查一番。微臣看来，没有查到凶手之前，宫中的人都有嫌疑。
皇后娘娘的脸色很是难看，缓缓转身，看着右相大人同云秀文，她一直拉拢右相不成，知道他是保持中立的官员。皇后娘娘的脸色很是难看，缓缓转身，看着右相大人同云秀文，她一直拉拢右相不成，知道他是保持中立的官员，没有想到他今日竟然帮着皇甫清歌，这个发现让他心中很是愤怒。不稍一会儿，寝宫外听到匆匆的脚步声，延禧宫的宫人已经将云玉带到宫中。皇后娘娘，太子妃带到。既然云玉也是最后见皇上之人，那就一起问清楚昨日发生了什么事。皇后娘娘，虽说我跟清歌是见过父皇最后之人，但我们没有动机谋害父皇。大家都知道父皇召见我们，我们如果在这时候害父皇，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定罪讲究人证物证，还有动机，这3样都没有。仅凭皇后娘娘几句话就怀疑我跟清歌，这未免也太儿戏了。玉儿还想说皇后娘娘也有嫌疑，毕竟若是清歌定罪，最大受益人便是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现在养在皇后娘娘的膝下，又是现在上京最有名望的皇子。若说动机，你也有嫌疑，我说的对不对？对呀，若是太子殿下有事，得意的就是六皇子啊。太子妃好大的胆子，竟然为了维护太子殿下敢污蔑本宫。皇后娘娘说玉儿污蔑你，你又何尝不是信口开河，污蔑我和清歌？既然皇后娘娘也认为玉儿污蔑你，那就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赶紧查证此事，不仅要将整个皇宫搜查一遍，还要将乾清宫上下仔细搜查，找出谋害父皇的人。皇后娘娘在这里揪着我同清歌不放，我们都说了不是下毒之人，就算将我们定罪，我们也说不出来父皇中了何毒。与父皇的天子之威相比，我们不足挂齿。若是因为皇后娘娘一意孤行而错失救治父皇的时机，这个后果是不是皇后娘娘来承担？闻言，皇后娘娘的身体虚晃，几乎站不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承担这个责任，她担不起，也不敢承担。太后娘娘一怔，被云玉的一言点醒。既然你们都说对方有嫌疑，哀家在此，此事全由哀家做主，传哀家旨意，彻查整个皇宫，将乾清宫上下仔细搜查。昨日来过乾清宫的人，除了太子殿下同太子妃之外，全部捉起来盘问。你昨日去太子府传旨意，可看到太子殿下同太子妃有带何物进宫？景公公可要想清楚了，如果有所隐瞒，这可是对皇上的不忠心呢。昨日太子殿下同太子妃确实带了一物给皇上，说是从江南带回来的物件，皇上很是喜欢，当即便让老奴将那物件放在寝宫，让皇上时刻可见到。闻言，皇后娘娘的眸中露出满意的笑。景公公，还不赶紧将你说的物件拿出来给大家检查？正当景公公准备前往之际，皇后娘娘突然大喊一声：慢着！事关皇上的安危，本公公不相信景公公的话。嬷嬷，你去跟着景公公，且看他有没有做手脚。既然皇后娘娘不放心，玉儿也不放心，事关父皇的安危，还是多一个人看着比较好。清河，你去跟着。那就双方都派出一人跟着景公公。哀家相信有这么多人跟着，大家都做不了手脚。在场的文武百官以及所有宫人看着刚才的一幕，全都内心翻涌。今日就是皇后娘娘同太子殿下、太子妃的争斗。不稍片刻，景公公手中托着托盘，托盘上放着一个物件，小心翼翼地来到大家跟前。回禀太后娘娘，这就是昨日太子殿下同太子妃送给皇上的物件。这个物件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自从皇上看完之后，就只经过老奴之手，一直都是如此。御医，你看看这托盘上的物件。御医闻言不明所以，拿起来闻了闻，突然脸色大变。回禀太后娘娘，这个物件上有剧毒，人接触之后会出现中毒的现象，会危及性命。就算没有接触到，闻到也会同样有中毒的迹象，重则伤及性命，轻则使人昏迷不醒。来人呐！太子同太子妃谋害皇上，证据确凿，将他二人捉拿起来。霎时之间，从殿外跑出来许多侍卫。本宫看谁敢！本宫乃东宫太子，本宫看谁敢！本宫乃东宫太子，就连皇后娘娘也无权处决本宫。你是东宫太子没错，本宫若没有皇上的授意，确实不能把你怎么样。可若本宫有皇上的授意呢？这是皇上早就拟好的旨意，明白着写着，若是他发生危险，宫中一切全由本宫负责。如果是太子作乱，便废太子，立六皇子为储君。他的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就连太后娘娘也被皇后娘娘的话震惊到。
这道圣意是真是假，母后一看便知。这份圣旨是真的。现在太子该知道本宫有没有权利处罚你了吧？来人呐，将太子殿下同太子妃关进大牢。这真是巧了，皇后娘娘有父皇的圣旨，我们也有父皇的令牌。见令牌如见父皇本人，这就是父皇给我们的权利。所有皇家军听令，拦下他们！所有皇家军听令，拦下他们！话落，突然从乾清宫的四周飞下来很多皇家军，没等大家看清楚，他们已经拦在所有侍卫面前。皇甫清歌，你莫非是想反了不成？本宫有皇上的旨意，你反对本宫就是反对皇上。皇后娘娘不要忘了，你有父皇的圣旨，本宫也有父皇的授意，你无权干涉本宫。这个令牌，皇后娘娘是否认出来？看到他手中的令牌，皇后娘娘的脸色紧绷，眼中有着慌乱，没有说话。皇后娘娘三番两次派出黑衣人来江南刺杀本宫同太子妃，这件事已经同父皇说过了，父皇昨夜已经派出皇家军暗查此事。正是因为担忧我们的安危，父皇才让皇家军保护我们，更将皇家军的令牌交给本宫。既然我们都有父皇的授意，所有宫人都在此，何不查个水落石出再说？皇后娘娘又何须这般急着将我们打入大牢？现在已经有证物证明你们是谋害皇上之人，还何须查证？关乎皇上的安危，此事必须严查。既然你们双方都有皇上的授意，谁都说服不了谁，那就查到底。太子妃，你如何证明你和太子的清白？景公公，刚才你可有用手碰过这吉祥物？奴才刚才用帕子垫着左手，将吉祥物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在托盘上。那你昨日可有用手碰过这吉祥物？当时没有多想，就是用双手拿着放在架子上的。景公公可以详细说一下刚才是怎么取下来？你身边有何人，又是如何站立的？景公公没有迟疑，将自己在里面拿下吉祥物的一举一动全都说出来，包括嬷嬷同清河的举动还有反应。我想我已经知道是何人污蔑我和清歌了。这个吉祥物给父皇的时候根本没毒，景公公昨日碰了也没事，而是被人栽赃诬陷弄上去的。从我刚才观察看到，吉祥物并不是整个有毒，而只是有一次沾了毒。我可以判定这毒是刚刚沾上去的。刚才景公公说了，他用帕子垫着拿起吉祥物，只要看看帕子上有没有毒就知道，只要看看帕子上有没有毒就知道。大人，能否查验一下帕子上是否有毒？御医赶紧点头，来到景公公跟前，只看一眼就眉头一皱。这帕子上确实有毒，和那吉祥物上的毒一样。哼，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说景公公有可能是下毒之人，和你们串通起来。皇后娘娘这怀疑有道理，只是你不要忘了，除了景公公接触过吉祥物，刚才皇祖母同御医也拿起来过。你怀疑景公公下毒，那皇祖母同御医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总不会下毒吧？有劳皇祖母同御医看看你们的手。微臣的手中确实沾了毒，幸亏毒很轻微，吃下百毒丸就可以防御。还请太后娘娘将手伸出来，让微臣看看。太后娘娘脸色凝重地伸出来，半晌，御医脸上的表情一变。太后娘娘手中也残留有轻微毒，和吉祥物上的毒一致。刚才跟景公公进去的只有清河同李嬷嬷两人，若是诬陷我们下毒，李嬷嬷最有嫌疑。有请李嬷嬷站出来，伸出你的双手。几名御医很快走到李嬷嬷的眼前，李嬷嬷这才不情不愿地伸出双手。回禀太后娘娘，李嬷嬷的手上没有沾到毒。李嬷嬷不着急走，还没检查完呢。李嬷嬷的身体一僵，停顿了一下，这才缓缓转过身来。我刚才没有跟大家说明，之所以我断定吉祥物被人污蔑下毒，是因为下毒之人不一定是通过触摸，还有发射。吉祥物只是其中一侧有毒，另一侧并没有毒。这有毒的一侧正好就是刚才李嬷嬷站的方向。我现在怀疑李嬷嬷就是用发射物将毒喷射到吉祥物上，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来人，搜李嬷嬷的身体。放肆！李嬷嬷是本宫的人，你仅凭几句话就要搜李嬷嬷的身，你这是在羞辱本宫，本宫不同意。皇后娘娘为何这般慌张？月儿只是让人搜李嬷嬷的身，如果她没做过，这是最直接证明她清白的方法。皇后娘娘现在阻止不让人搜她身，这是心虚还是害怕被大家发现？哀家同意玉儿的话，来人啊，给李嬷嬷搜身。很快从李嬷嬷的身上搜查出一根小竹子。太后娘娘，老奴从李嬷嬷的身上搜查到了这个。李嬷嬷见着他们手中的小竹子，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她踉跄一步，面如死灰。皇后娘娘的脑袋轰的一声，脸色大变。
从李嬷嬷身上搜查到的这个玩意儿，很符合我刚才的推断。有请几位御医上前检查一下，这究竟是何物？不稍一会儿，几名御医全都脸色严肃。回禀太后娘娘，微臣检查到这根小竹子里面藏有毒物，在小竹子的一端有针眼般大小的孔，可以通过这个针眼孔发射毒物出去。这里面的毒跟太子殿下送给皇上的吉祥物上面的毒是一样的。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的目光缓缓落在皇后娘娘的身上，满目震惊。皇后，这是怎么回事？臣妾不知道李嬷嬷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李嬷嬷，你这是想害本宫不成？奴婢就是看不惯太子殿下同太子妃这样嚣张，这才打算给他们一个教训。李嬷嬷，你以为这样说就能摆脱皇后娘娘的嫌疑？你一个跟在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如果没有人授意，会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你这理由太过牵强。谁人不知在这之前，皇后娘娘待我极好，你突然说我同太子嚣张，看不惯我们，这就是荒谬。如果主子没有发话，你一个奴才看不惯什么？这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后娘娘早就对我同亲哥不满，这才对你下令做出毒害父皇栽赃给我们的事。今日从你身上搜出毒物，大家都认定是你谋害皇上，这个罪名你以为仅凭你一条贱命就可抵偿？荒之大谬，这是要诛九族的事，你可要想清楚了。太子妃请慎言，大家今日确实从李嬷嬷的身上找到了毒物，却不能证明皇上的毒就是她下的。李嬷嬷昨日一直在延禧宫，根本就没有出去过，绝对不可能给皇上下毒。就算李嬷嬷没有来延禧宫，我也有办法证明谋害父皇之人。皇祖母，月儿可以证明谁谋害父皇，请皇祖母允许月儿借母后一根发簪试毒。允了。袁玉直起身，一步一步来到皇后娘娘跟前，她的手飞快地从皇后娘娘的头顶上取下来另一只发簪。袁玉先将属于皇后娘娘的那根发簪管子放在嘴边，轻轻吹响。不稍一会儿，从延禧宫的方向飞过来一只小鸟，叽叽喳喳落在乾清宫的屋檐上方。有劳御医检查一下小鸟身上有何异样。半晌，几人脸色大变。这两只小鸟的羽毛残留有毒物的痕迹。皇后，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既然皇后娘娘不知道说什么，那不如我来跟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吧。刚才大家已经看到，这两只小鸟是从皇后娘娘的延禧宫飞出来，而皇后娘娘同李嬷嬷头顶上的发簪就可以召唤小鸟来到乾清宫。想来这个路线，皇后娘娘已经训练了很多次了。两只小鸟的羽毛上染了毒，大家可想而知，当小鸟飞过乾清宫时，正好将毒散落下来。乾清宫是父皇的宫殿，他在这里停留时间最长，很容易将毒物吸进肺腑。这一切可谓是做得天衣无缝。本宫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曾经去过延禧宫，看到皇后娘娘喜欢鸟雀。皇后，你好歹毒的心呐！你竟然谋害皇上！你跟在他身边时日最长，他将你封为皇后，你还有什么不满的？母后问儿臣有何不满？皇上这些年对儿臣所做的一切，难不成母后没有看到吗？后宫4大贵妃都生有皇子，唯独儿臣没有。皇上这些年虽然偶尔有来延禧宫，但是从来不在延禧宫留宿。儿臣知道皇上还在气儿臣当年的事，所以他不愿意原谅儿臣，只让儿臣生下大公主一人，更是将大公主远嫁到他国，让儿臣饱受骨肉分离之苦。这些年来，皇上一直在惩罚儿臣，他的心一直在责备儿臣当年对香妃做的事。母后不可能看不到皇上对儿臣做的这些，母后口口声声说对儿臣好，为何不为儿臣劝皇上？我恨你们所有人！凭什么香妃那个贱人在世时拥有皇上的一切宠爱，死后她的孩子还能当太子？我不干！本宫乃永和王朝的皇后，现在本宫膝下也有皇子，本宫要为了他筹谋。本宫做这些有何错？如果不是你们一个个的逼着本宫，本宫又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来？都是你们的错！这毒就是本宫下的，这毒就是本宫下的。本宫就是看不惯皇上对香妃那个贱人那么好，凭什么她一个宫女所生的孩儿，竟比本宫的孩儿还要尊贵？本宫不服！毒是本宫下的，你想知道是什么毒？做梦去吧！本宫是不会说的。皇父亲哥一步一步来到皇后娘娘跟前，居高临下看着她。皇后娘娘，赶紧说出谋害父皇的是何毒，不然本宫马上发动军队攻打邻国。如果父皇有事，本宫发誓，
定会让大公主死无葬身之地。皇后娘娘的眸光满含愤怒，就这样不甘地看着皇甫清歌。半晌，她绝望地闭上眼睛，轻轻地说出一个名字，终究是对大公主的母爱敌过她的仇恨。在御医反复试了几遍之后，终于验证皇后娘娘没有说谎，彻底给皇上解了毒。回禀太子殿下，皇上体内的毒已经解开，想来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醒来。皇甫清歌同云玉两人终于走出皇宫，上了太子府的马车。这时，云玉的脸上露出一丝疲态，手心微微出汗。皇甫清歌察觉到他的异样，眸中满是紧张。玉儿，你这是怎么了？可能刚才在前进宫费了太多心神，此刻感到有些疲惫。皇甫清歌知道他的性子，如果不是很不舒服，万万不会承认自己疲惫。我们刚出皇宫，这就折返回去让御医看看。不用让御医看，我们先回府吧。府里的医术不输御医，回去让府医看看怎么回事再说。这条路程我还能坚持。马车加快速度，很快回到太子府。赶紧传府医来，太子妃身子不适。府医是被元宝他们一路提着衣顶来的，速度相当快。殿下，府医来了。太子妃出了皇宫之后就感到不适，你赶紧过来给她看看怎么回事。府医的手搭在她的脉搏上，凝眉小心翼翼地把脉。皇甫清歌坐在元玉的身旁，眉头蹙着，心中不放心。不稍一会儿，府医的眉头舒展，眼睛一亮，脸上满是喜色。恭喜太子殿下，太子妃这是有喜了，已经2个多月了。话落，在场所有人全都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太好了，恭喜太子殿下，太子妃。这时候，元玉也才反应过来，脸上添上温柔的笑容。清歌，是喜脉，不用担心。既然是喜脉，为何玉儿会感到难受？太子妃有孕之后，身子本就比平日娇弱，加之今日在皇宫受惊吓及操劳，会让太子妃更加疲累。幸亏今日得知太子妃有孕，以后万不可这般操劳，休养几日，很快就会恢复如初的。闻言，皇甫清歌终于放下心来。现在太子妃有孕，平日有何事需要注意啊？太子殿下思虑周到，确实还有几点需要注意。不管是膳食还是平日的事宜，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膳食方面，更是不可马虎。老夫回去之后会拟定一份详尽的日常注意单子和膳食调养单子，让府中所有人注意啊。若无其他事，老夫就先行退下去准备这件事了。好，你去准备吧。府医离开之后，清河和元宝他们也识趣的退出去。玉儿，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儿了，真好，我终于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皇宫，皇后娘娘单独关押在一个宽敞的牢房，不过才几日，她的身形瘦了一圈，静静地呆坐在一旁。她似乎没有看到皇上到来，双眼无神地看着某处，丝毫没有发现皇上看着她的眸子满是怒火。皇甫清歌同元玉到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两人安静地来到皇上身后，静静看着牢房中的皇后娘娘。这时，皇后娘娘才回过头来。朕的好皇后，朕实在没有想到你有这么狠的心。皇上说臣妾狠心，到底是皇上狠心，还是臣妾狠心？臣妾自15岁嫁给皇上，如今也有27年。这些年来，皇上何时将臣妾放在心上过？臣妾不甘心。臣妾是您的皇后啊，而您却独宠一个宫女，甚至还让宫女怀孕在臣妾之前。臣妾贵为一国之后，绝不容许有人迷惑皇上。他香妃就是命贱，他自己没这个福气，怪得了臣妾吗？臣妾丝毫不觉得有错，但是皇上，您却因为香妃冷落臣妾27年呢。这27年来，除了成亲前您来过臣妾的寝宫，生下大公主后您没有留宿过一次。臣妾究竟做了什么错事，让皇上这样厌烦臣妾？臣妾不敢呐！朕从来没有想过，皇后你是一个这样狠毒的人。朕一直等着你改过，但你一次次不知悔改。你以为当初香妃的事朕不知道？你以为你将出宫的宫女嬷嬷赶尽杀绝，朕不知道？这些年来，你对宫中受宠的妃子下手，一桩桩一件件，朕都看在眼里。朕想着你是一国之后，
应当有一国之母的仪态。等了你20多年，都没有等来你悔改，就是因为朕对你留情，朕给你机会，但是你让朕太失望了。这么多年没有丝毫悔改，竟然还下手谋害朕。皇上这是对臣妾手下留情了。皇上一次次不进臣妾的寝宫，却一次次让贵妃诞下皇子，甚至还将臣妾唯一的大公主嫁到邻国，让臣妾饱受骨肉分离之苦。这就是皇上给臣妾留情吗？你害了香妃这件事，朕一清二楚。你现在才说让你骨肉分离，你可曾想过香妃同亲哥骨肉分离？你又何曾给过香妃机会？朕保留你的脸面，没有明面处置你，就是希望你能改过自新。没想到你没有反省过自己的错，竟然还一次次挑战朕的忍耐力。王后，朕就问你一句，谋害朕可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此事？谋害皇上是臣妾一人所为，李嬷嬷他们都是受到臣妾逼迫才会这样做，不关他们的事。这个时候你才想着连累他们，完了！皇后娘娘踉跄了好几步，一脸害怕地看着皇上，到了这一刻才觉得后悔。传朕旨意，皇后娘娘心思歹毒，谋害皇族，赐毒酒1杯，皇后母族全数男丁，杀无赦。所有女子流放到边境之地，永世不得回上京。六皇子在其膝下既然不能交好，那就重新回到梁妃的身边。即日起送进静思宫，没有朕的命令不得外出。皇上的声音落下，转身带着怒火离开。皇后娘娘终于反应过来，看着皇上的背影疯狂呐喊：皇上，你不能这样对臣妾，臣妾不甘心呢。臣妾不过是一时糊涂，你竟然要臣妾的命，臣妾不服。皇父亲哥同云玉在这里看完刚才的一幕，眸光很是复杂。皇后娘娘似乎才想起他们来，看着他们大声叫唤：云玉，本宫对你不薄，从前帮你解过很多次围，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本宫。皇后娘娘，从你谋害父皇那刻开始，就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想想你娘家的女子，现在尚且留下他们的命，如若你惹怒父皇，到时候父皇还会不会留下他们一命，这就难说了。说完之后，和皇父亲哥转身离开。闻言，皇后娘娘的身影踉跄一下，整个人跌坐在地上。她双眼无神，如同已经枯萎的树木，正慢慢凋零。7月后，在皇父亲哥悉心的照料下，云玉终于到了分娩这一日。整个院子的下人忙进忙出，大家忙碌的同时，也在焦急等待。皇父亲哥则在院子中来回走个不停。眼看云玉已经进去5个时辰，里面不时传出来痛苦的叫喊声，让他心疼不已。都进去这么久了，为何还没有动静？殿下，您不用担心，里面有好几位御医守着，太子妃一定没事的。看着送水进出的嬷嬷，你们告知里面的接生婆子，一定要让太子妃好好的，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太子妃重要。朗奴这就进去跟他们说，请太子殿下放心，太子，玉儿一定会好好的，你不用担心。来，坐下歇会儿，不然玉儿等会儿见到你这般模样，担心的该是她了。淑妃娘娘心中也很是担忧，却也知道此刻帮不上什么忙，唯有让皇父亲哥冷静下来。当皇父亲哥刚坐下之际，屋里突然传来云玉爆发的大喊声，那声音之大，让皇父亲哥刚坐下的身子一下子弹起来。还没等他紧张的话语问出来，就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太子妃生了，玉儿真棒！没等一会儿，正屋的门被打开，刚才送水的嬷嬷一脸喜色走出来，怀中抱着一个满脸可爱的婴儿。恭喜太子殿下，太子妃生下一名小皇孙。太子妃呢？太子妃可还好？御医说太子妃腹中还有一个，此刻还在努力。我也进去看看太子妃。太子殿下不可，产房乃是血腥之地，不适合男人进去。再说分娩之事，一切都要靠太子妃自己努力，您进去也帮不了太子妃的忙，反而有可能会让太子妃分神，还请太子殿下在门口等着就好。既然玉儿一个都生出来了，那就可以生第2个，我们要给玉儿信心啊！孩子给本宫抱着吧，你快进去帮忙。嬷嬷再次关上房门，
将里面的一切遮挡起来。太子，你也来看一眼吧，这可是玉儿用尽全力为你生下的孩儿，你且看看。皇甫清歌只看一眼就收回目光，再次紧张地看着房门。就在大家再次揪着心时，屋内再次传来一声轻柔的哭声，大家的心终于落了地。太子妃生了一名小郡主，母女平安。皇甫清歌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再也顾不上其他，越过嬷嬷往里面冲去。哎，太子殿下，这还没收拾好呢。哎呀，算了，他担心了一日了，还是让他进去看看玉儿吧。玉儿，辛苦你了，你感觉怎么样？就是有些累，御医说休息好了就没事了，你不用担心，能够生下我们的孩儿，就算辛苦点也是值得的。谢谢你为我生下一儿一女，让我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我也要谢谢你，皆因有你，我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殿下，皇上传诏让您进宫。皇甫清歌眉眼一抬，有几分意外。元玉刚生完孩子，他特意向父皇请示休沐在家，父皇答应了的，没想到这才几天就让他进宫。府中有清河他们照顾，你放心去吧。我进宫一趟，很快回来，你好好歇息啊。许是父皇有正事商议，去吧。一会儿，皇甫清歌出现在御书房。儿臣参见父皇。坐下吧，朕让你进宫来，是有件事与你说。今日朕在早朝上公布了一个决定。皇甫清歌抬眸等着，心中猜测着发生什么事，并不觉得跟自己有关。朕决定早日退位，让你来继承皇位。最近你处理政事很出色，朕都看在眼里，由你来继承皇位，朕很放心。皇甫清歌的脑袋轰的一声，脑海一片空白。皇甫清歌的脑袋轰的一声，脑海一片空白，后面的话都没怎么听清。他的注意力只放在父皇说的让位一事上，好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不必惊讶，朕相信你是一位明君。父皇，您现在正是壮年，怎么突然会有这个决定？儿臣从来没有想过继位。朕年纪大了，再加上最近身子不好，早就想停下来歇息一下。这个位置不是这么好做的，朕一直都想早日退位，享受朕的余生。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朕乏了，希望你可以为朕分忧。朕这个决定不是突然想起来的，而是早就有这个想法。朕一直都相信你可以做好，你可以答应朕这件事吗？皇甫清歌心中受到的触动极深，眸光认真，点了点头。一个时辰之后，他重新回到太子府。皇甫清歌大步地走到云玉的跟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你放心前行。此行须有你，我才可大胆走下去。两人相视而笑。1个月后，皇上正式宣布退位，同一日由太子继位，改年号为玉。这一日，皇甫清歌身着龙袍，坐上皇位，文武百官跪了满地。他的眸光犀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废除后宫，立元玉为后，以他为首，提倡一夫一妻制，从今往后只有皇后一人。霎时，文武百官被他惊得鸦雀无声。正当大家准备反对此荒唐之举时，皇甫清歌的眸光发冷，一字一顿：朕乃天子，朕说的话就是规矩，如哪位爱卿不认同，现在就可以卸甲归田。一时间，文武百官心中惊骇万分，没有一人敢站出来反对。1个月后，行封后大典，在元玉封为皇后这一日，皇甫清歌再次推出新政，实行女子可参加科举，可入朝为官。此举一出，堪比惊涛骇浪，在整个永和王朝引起轩然大波。皇甫清歌排除众议，将新政策施行到底，彻底将永和王朝推向辉煌。5年后，皇后再次生下一儿一女，届时皇族2位皇子2位公主，终于没有大臣反对皇上，只有1位皇后。待大皇子满18岁时，他正式退位，跟皇后游山玩水，享受余生。